小幼崽的亲妈为了攀高枝，竟偷了帝国元帅的小种子，谁知却生下了一只巴掌大的猫咪。从此，小幼崽就成了亲妈眼里的怪物，每天都被拳打脚踢，最后还被锁在房间里自生自灭。就在小幼崽快要饿死时，房门突然被人踹开，一个身穿制服的高大男人冲了进来，飞快抱起了长着雪白猫耳的幼崽。李李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直到胃部传来的灼烧感将他疼醒过来，他颤巍巍睁开了眼睛，醒了，快去拿营养剂来。下一秒，一只草莓味的营养剂就凑到了嘴边，小幼崽下意识的猛吸了起来。一旁的老管家笑眯眯的看着床上的一小只，心里再次把那个狠心的女人骂了一遍。敢盗窃元帅的基因，简直找死！等待那女人的只会是监狱。这时李李终于填饱了小肚子，就听老管家笑着开口：“小小姐，这里是元帅府，很快你就能见到元帅大人了。”元帅府3个字，李李听那女人说过不止一次，好像是他现在爸爸的家。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开心多少，因为那个女人还说过，她是个没用的小拖油瓶，没有人会喜欢她。等到了午饭时，李李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草莓果冻更好吃的东西，那就是猫猫最喜欢的海鲜大餐。然而面对一桌子的好吃的，李李却是紧张的浑身僵硬。他正在等待着父亲的到来。管家见状赶忙开口安慰：“小小姐，你别害怕，家主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是他不会随便打小孩子的。”李李浑身一抖，更害怕了，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蓝黑色的悬浮车稳稳降落在院子，紧接着大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带着一身杀伐之气走进来，俊美的五官透着危险的冷锐。李李只看了一眼就飞快地收回了视线，他在想自己要不要喊一声爸爸，可是又怕被嫌弃。这时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就像他的人一样冷冰冰：“几岁了？4岁了。”李李小声回答：“精神力检测做了吗？多少级？”李李闻言心里一紧，两只小手更加不安地搅在一起。F， 他颤抖着说出这个字母，害怕的根本就不敢抬头看父亲的表情。知道了，吃饭吧。依旧是没有任何感情起伏的声音。李李却是惊讶地抬起头，没有责怪自己，也没有说自己是废物。这时管家已经把软消的午餐摆了上来，足足是李李面前的菜的10倍。小李李看的嘴巴都张大了，爸爸吃的好多哇！父女2个就这么闷头吃饭，李李毛毛碎碎的躲在碗后面，吃2口就抬起小脑袋偷看对面一眼。孩子以为隐藏得很好，实际上以软消的敏锐程度，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只不过他也不知该怎么和这个小幼崽相处，就只好装作不在意。小猫仔就着爸爸的帅脸下饭，不知不觉就吃撑了。他打了个小饱嗝，又飞快捂住自己的嘴巴，小脸皱巴巴的，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软消冷冷开口：“管家。”李李吓了一跳，管家爷爷走了过来：“家主有什么吩咐？”“去拿消食药。”软消的餐食还没用完，这要给谁不言而喻。李李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看向爸爸。管家笑眯眯的将药递过来，他就知道自家元帅是关心小小姐，奈何天生一张臭脸。李李接过药开心极了：“谢谢爸爸。”软糯的小奶音透着欢快，即使对面的人没有任何回应，他也满足极了。殊不知对面的新手爸爸脑子里想的却是，小幼崽吃的也太少了，还不到3个儿子小时候饭量的一半，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喂胖的。阮萧作为军人，吃饭的速度一向很快，但是动作却透着优雅。不多时，他放下了餐具，冰蓝色的眸子看向小幼崽：“你的兽形是什么？”李李的小脸一下子就白了，眼睛也逐渐变得红彤彤、湿漉漉的。阮萧差点就不淡定了，这怎么就哭了？爸爸，李李会很乖，爸爸别不要李李。李李是真的害怕，他的兽形是一只巴掌大小的布偶猫。从前那个女人每次看到都一脸厌恶，说新兽族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弱小的形态，说它是一只残兽。听着软糯的小奶音带上了惨兮兮的哽咽，阮萧抿唇沉默了几秒，便伸手将小家伙捞过来放到自己膝盖上：“不会不要你。”头顶传来爸爸沉稳的冷静的声音，明明没有多余的情绪，但李李却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沉默。李李仰着稚嫩的小脸，如海洋一般清澈湛蓝的眸子里泪光盈盈。我是一只好小好弱的布偶猫，比爸爸的手掌大不了多少。他还用手捏捏地比划着。李李是一只没用的、没人要的残兽。说到残兽，李李难过的低下头，害怕会从爸爸的眼里看到厌恶。一只手落到他毛茸茸的耳朵上揉了揉，不是残兽。李李起抬头，看到爸爸那双冰蓝色的眸子里还一如既往的平静。他偏头在爸爸宽大的手掌心里蹭蹭，那爸爸还要李李吗？阮萧嗯了一声，也没说多余的话。李李顿时嘴角上扬，笑得又软又乖，眼泪却控制不住的往下掉。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李李的心结稍稍解开一些，父女2个也因此亲近了不少。吃完饭，阮萧要去上班了，李李依依不舍地站在院子里，一直到悬浮车开离开好远好远，再也看不见了，这才将视线收回来。管家在一边看得啧啧称奇，家主从来没亲近过谁，哪怕是3位少爷小时候都没抱过，更别说安慰孩子了。不过李李小姐这么软糯糯的，好像也不奇怪，她和整个星兽族的崽崽都不一样。星兽幼崽都皮实且破坏力强大，哪怕是才刚出生不久的，因为出生的幼崽几个月就会变成动物形态，行动力比人类婴儿要强很多，只要能下地行走了，就会各种防不胜防的拆家了。随便上网一搜索，到处都能看到被自家兽崽搞疯的星兽爸妈们。而此时李李正乖巧地坐在他的专属小沙发上，粉色的猫爪爪小沙发上面还放了个软软的小垫子，智能机器人小米给他端来了奶果果汁。李李小嘴叼着吸管猛嘬一口，小腮帮子顿时像是气球一样鼓了起来。然后小米给他打开了投影电视，播放的是星际最受欢迎的动画片。李李很喜欢看，管家一个没忍住，就用个人终端将李李叼着吸管喝果汁看动画片看的画面给拍了下来。照片上小小一只幼崽跟糯米团子似的，不行，这么可爱的照片不能他一个人欣赏。于是管家暗戳戳的将照片一不小心发到了家主的终端上。刚到军团的阮萧正在处理一份文件，看到信息中闪烁的来信显示标志，没多想就点开了，然后一张超高清的雪白幼崽叼着吸管的照片就被放大了。
一同看见的还有站在他身后的副官，怎么回事？这样的照片怎么会混入元帅大人的终端？但是真的好可爱，这是哪里来的小可爱？只看一眼都让人心软的不行了，不行，他得再多康康。盯着照片看了2-3秒的阮潇，手指已经移动到右上角的叉叉，不知怎么就是按不下去。这时管家又发了一条信息，不好意思家主，我发错了，要不我撤回吧。阮潇面无表情的回了信息，不用了，然后手再次不受控制的将照片点了保存，继续工作。身后的副官好奇的快要炸了，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看起来软乎乎的小糯米团子是谁？他们星兽族怎么可能有那么软乎乎糯唧唧的仔？然后他扫了一眼不苟言笑的元帅，不敢问点句屁句。从这一刻开始，管家就时不时的会手滑，直到午休时间，元帅，您的午饭到了。副官轻轻推开门，见元帅紧盯屏幕的表情比平日更加认真，他忍不住想，难道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然后就在他放下食物时，余光看见了一个视频。天啊，还是早晨那只糯米团子。画面中的黎黎正抱着小碗，喝着鲜香奶白的鱼汤，蓝色的眼眸闪闪发亮。副官看入神了，差点把餐盘对到阮潇脸上。你在看什么？冷冰冰的语气让一脸姨母笑的副官打了个激灵。抱歉元帅。他连忙将饭菜摆放好，然后1步3回头的出了办公室。他以前怎么不知道元帅竟然还有这样的小爱好，竟然喜欢看糯米团式的干饭仔，他也好想要 QAQ。副官打开自己的终端，疯狂在网上寻找仔仔视频，然后一连刷到了几10个各种拆家，干架干到面目狰狞的仔，他放弃了。那么可爱软糯的仔仔，元帅究竟是在哪里找的？并不知道自家仔被觊觎的阮潇吃完饭，没事人一样继续工作，只是工作速度加快了不少。然后一向习惯加班的元帅大人破天荒提前回家了。元帅府中，黎黎正坐在院子里，拖着小脸仰望天空的方向。小姐还是先进屋吧，元帅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甚至几天不回来都是常事。管家给他端来一杯牛奶。话音刚落，一阵轰鸣声响起，熟悉的悬浮车正缓缓降落下来。黎黎欢呼一声迎了上去，留下老管家不可置信的揉揉眼睛。啊，这合理吗？父女2人吃过饭后，阮潇照例坐在沙发上看军部新闻，雪白的糯米团子乖乖坐在一边，2只小手放在并拢膝盖上，就这么安静了会儿。阮潇开始觉得怪怪的，他回忆了下和儿子们相处的样子，每天除了训练还是训练，父子亲情什么的不存在的。阮潇面无表情的想着，那样的相处方式显然不适合用到女儿身上，这么白白软软小小的一只，让他训练的话会哭的吧。虽然已经是3个儿子的爸爸，但依旧是新手爸爸的阮潇大元帅拿出了自己的个人终端，面色严肃的在新网上发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问题：井号求助新手爸爸怎样待宰井号。很快收到了第1条回复，哈哈哈，太搞笑了，竟然还有人问怎么待宰，那不是不乖的时候拎起来打一顿就行了吗？见状，阮潇的眉头夹得死死的，看一眼旁边的仔仔，简直乖得不像话，所以这条可以不看了。作为养了2个仔的爸爸，我用经验告诉这位网友，千万不要给他们好脸色，仔这种生物真的很会蹬鼻子上脸，绝对不能惯着。这位新手爸爸你千万要保重，最好提前预约精神科医生，我的精神力没被污染，得先被自家破崽子给搞崩溃了。仔嘛，那很好养啊，随便找个大点的院子，再丢一些耐咬的玩具丢进去，把防盗门反锁了，让他在里面玩上1天，只要记得定点投喂就好了。卧槽，上面牛逼，你这特么是野生仔吧？这边建议新手爸爸先买保险的亲，我们这里有人身保险、拆家保险以及仔咬人险，请务必考虑哦。阮潇头都大了，就很离谱，他一个求助帖子，生生变成了仔批斗大会。阮潇看了差不多100来条留言，1条有用的消息没有。最后他登录了专业咨询网站，找了个好评度比较高的育儿师咨询，新手爸爸该怎么和女儿。育儿大师看起来的确很专业，请问您的女儿几岁？性格如何？4岁，很安静乖巧。育儿大师明显不信，安静乖巧这2个词和他们新兽族的幼崽有半毛钱关系。于是阮潇进一步解释，比如今天他乖乖坐在院子里等我下班回家了，才一起吃饭，现在正坐在我旁边看电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他客观的打下这些字，对方却发来一串呵呵，这位兄弟你遛我玩呢？幻想正是精神疾病的一种体现，您怕不是被自家孩子折磨的出现幻觉了吧？我在这里给你推荐心理医生试试。阮潇大元帅第一次发现他的母语是无语，网友不靠谱，专家也不靠谱。最后阮潇关掉了个人终端，看向黎黎，我要去训练了，要一起吗？黎黎漂亮的蓝色眸子亮了亮，很用力的点头，要。当然阮潇没有丧心病狂到训练女儿，而是让她在训练室外坐着，看着爸爸熟练的在各种器材上锻炼，动作沉稳有力且极富美感。黎黎瞬间化身小迷妹，又是挥舞2个小胖胳膊加油，又给爸爸拿毛巾擦汗，明明是和之前一样的训练，阮潇今天却觉得格外有成就感。训练过后就是小朋友睡觉的时间了，阮潇抱着黎黎去卫生巾洗漱，看着小小一只拿着淡粉色的牙刷，肥嘟嘟的小脸上都是泡沫，阮潇不知怎么就拿起了终端，回过神来终端里已经出现了几10张照片，阮潇陷入了沉默，他的手好像有点自己的想法。第2天黎黎醒来时，阮潇照旧已经去军部了。吃过早饭，黎黎一个人在花园里玩耍，阳光透过树丛斑驳的落下来，黎黎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这里应该不会被发现的吧。黎黎有些紧张的握了握小拳头，然后摇了摇小屁股，一条蓬松雪白的大尾巴倏地从裙子下冒了出来。一旁的机器人小米吓了一跳，黎黎连忙紧张兮兮地抱住了自己毛茸茸的尾巴。嘘，这是我们的秘密哦。小米脸上的显示屏乱码纠结了下，然后露出一个笑脸来。黎黎放心，小米不会说出去的。黎黎顿时松了口气，她摸出一把小梳子，坐在凳子上给自己梳毛，蓬松的大尾巴看起来更柔顺了。
他没忍住用小脸蛋蹭了蹭，好舒服呀，虽然飞了点，但李李还是很喜欢自己的猫猫形态，只不过因为从前的妈妈非常讨厌她受累的样子，她才养成了躲起来变形的习惯。不过她不知道的是，家里其实是安装了摄像头的，还是对整个元帅府360度无死角监控的那种。因为阮萧的身份特殊，家里有许多重要文件，不过一般没触动警报的话，阮萧都是不会看的。但今天一上午都没收到管家的手滑，阮萧工作之余不自觉的就打开了家里的监控，然后阮萧就呆住了。他的女儿身后冒出来了一条仙气飘飘的雪白大尾巴，本来作为星兽族人，有个尾巴耳朵的也正常，比如他的兽形是长尾如鞭，附带着锐利的鳞片，但李李的形象却是他从未见过的。阮萧想到之前小家伙抱着自己，可怜兮兮的哭着说他是残兽，是布偶猫。他事后也在星兽兽形资料库中查找过，却根本没查阅到叫布偶猫兽类。阮萧沉着深蓝色的眸子，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残兽吗？恐怕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李李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小马甲已经掉了一半，把尾巴上的毛毛梳顺了之后就藏起来了。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然而今天阮萧却没有提早回家，直到夜里11点，李李已经靠在柔软的沙发上睡着了，一身血气的阮萧才走下了悬浮车。管家被他身上的冷意震了一个哆嗦，这大晚上的，估计是去执行临时任务了吧。往常这种情况家主都是会留在军团的，今天怎么还特地赶回来了？不会是因为小姐吧？管家面色古怪的想着，但是又觉得不可能。家主你回来了，小姐还在等你。阮萧冷淡的嗯了一声，深蓝色的眸子扫向蜷缩在沙发上的糯米团子，他眉峰皱起。今天下午他接到消息，F2210星球一座城市被虫族袭击，他负责带兵去清剿，这一清剿就到了晚上10点，可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什么，迫使他衣服都没换就赶回了家。感受到一道目光，李李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然后就看到了面前的高大男人。爸爸，他有些欣喜的开口。软乎乎的小奶音一下撞在阮萧心间，杀戮带来的所有负面情绪瞬间都消散了。他弯腰将女儿抱起来，小小的胳膊一下圈住了他的脖子，这对阮萧来说是一种神奇的感受。他身体一僵，正要哄着小家伙放开手，却发现李李小脑袋一歪又睡了过去，还把自己往他的怀里塞了塞。犹豫了片刻，阮萧是将人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今天也十分疲倦了。踏进房间的一刻，阮萧一双深蓝色的眸子变成了野兽般的树瞳。很快，属于人类的身体被一只浑身白色、生着冰蓝纹路的兽类代替。麒麟虎正是他们家族世代继承的血脉。他小心翼翼地到了房间中的大床上，和3米多长的巨兽比起来，蜷缩在他胸口的雪白糯米团子小小一只。威风凛凛的麒麟虎歪了歪头，还将自己的虎掌凑过去比较了下，真的好小一只。他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将那小小一只的糯米团子扒拉到怀里来，也闭上眼睛休息了。这次出任务，为了避免污染异兽造成更大的损失，他用精神力了。到现在他的头都泛着尖锐的疼痛。然而随着怀里女儿均匀的呼吸声传来，阮萧感受软嘟嘟的小脸贴在自己脖子上蹭了蹭，舒服的他眼睛都眯了起来。怎么回事？脑袋好像没那么疼了。他心里不由有些疑惑，这次的抑制剂效果居然这么好，看来今天总算能睡个好觉了。天还没亮，阮萧是被一阵咳嗽声惊醒的。黑暗中他睁开了眼睛，可嗨嗨，稚嫩的声音从怀里传来的。麒麟虎低头看去，蜷缩成虾米形状的糯米团子靠在他胸前，原本雪白的小脸上泛着潮红。爸爸，李李好难受。李李紧闭着眼睛，听着女儿的呜咽声，阮萧心脏一紧。不过到底是元帅，很快恢复了冷静。身形庞大的麒麟虎从床上跳下来的瞬间，就恢复了人类的身体。管家，把阮清然叫来。黎黎发热了，管家一听顿时大惊失色。好的，我马上通知唐少爷。与此同时，星兽第一院才挂断了电话的阮清然轻轻笑了声。堂妹，这可真是好玩啊！接到管家的电话时，对面隐约还传来了阮萧让人去买退热贴的声音。他还从来没听过小叔的声音这么急切过。阮清然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堂妹倒是好奇起来了。15分钟后，阮清然看到床上小姑娘时有些诧异。之前他路过精神力检测中心，见这小姑娘好像和自己妈妈走丢了，他就上前安慰了几句，还给了她一颗糖。没想到竟然是小叔的女儿，不过里面恐怕另有一番内情。怎么样了？阮萧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眉头紧皱，情况有些好转了，只是她好像在做噩梦。我试试把她叫醒。到底是年纪轻轻就能进入第一院的顶尖医生。不多时，李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小脑袋靠在枕头上，蓬松的头发间一对毛茸茸的大耳朵耷拉着，她自己还没发现，阮萧也没刻意去注意，倒是阮清然清冷的眸光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毛茸茸的耳朵，一看就很好捏的样子。黎黎刚从噩梦中醒过来，看到阮萧顿时就忍不住了，她从床上坐起来，小小的身体扑到爸爸怀里，带着哽咽的小奶音软糯糯地喊着爸爸。阮萧手掌落在小家伙的背上，一下下的轻拍着。阮清然微微挑眉，这还是他那个常年冰山脸的小叔吗？先不要乱动，你还在发高烧。听到一个清清冷冷的声音，李李小脖子扭过去，就看到一个青年站在旁边，头发和睫毛都是雪白色，但眼睛却是很漂亮的琥珀色。您好啊，小堂妹。阮清然眼眸微弯，李李脑袋上的耳朵抖了抖，你是那个给我糖的大哥哥。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露出来了。黎黎惊恐地叫了一声，紧接着飞快地钻进了被窝，说什么也不肯出来。爸爸，你和哥哥先出去，先出去好不好呀？他两只小手捂着自己毛茸茸的耳朵，越急着想要变回去，那耳朵就越不会消失。怎么办？爸爸不会不要他了吧？黎黎急得都快哭了，快回去啊！怎能这么不乖呀？他捏着自己的耳朵软糯糯地开口。外面两人都听见了，阮清然好看的唇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怎么会有这样软绵绵的小家伙？
还和自己的耳朵吵架。乖，快出来，会憋坏的。阮潇将被子掀开，藏在被窝里的小家伙吓了一跳，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尾巴也出来了。黎黎吓得2只小手乱挥，顾得了耳朵顾不了尾巴，他只有2只手呀。别怕，一只大手在他毛茸茸的小脑袋上揉了揉。不用藏着，我说过，不管你是什么都不重要，你只是我的女儿。阮潇低沉稳重的声音，仿佛有种令人安心的力量。黎黎呆呆地看着他，然后他耳朵抖了抖，忽然就哭出声来了。只不过这次他是将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发泄了出来。然后只见小家伙往爸爸身上扑过去，眨眼间变成了一只只有巴掌大小的猫猫。小布偶猫浑身雪白，只有耳朵两旁带着银灰色，一双蓝汪汪的大眼睛清澈透亮。阮潇和阮清然整个都呆住了，怎么会有这样可爱的兽仔？简直像是先祖传说中的生物。看到扑过来的毛团子，阮潇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它，4只粉嫩嫩的爪爪没什么力度地踩在他手心，小脑袋对在他怀里拱了拱，嘴里还不断地发出稚嫩软绵绵的喵呜声。一时间，2双视线都粘在了小小的毛团子身上，只觉得这小东西连叫声都如此动听。而此时的黎黎也是猫猫震惊，完蛋了，自己怎么没控制住彻底变身了？还能变回去吗？黎黎闭起眼睛试了试，然后这一试，浑身的软毛都给憋得蓬松炸起来，像极了蒲公英的样子。他依旧没能把自己变回去，黎黎晕头转向的倒在阮潇的手里。怎么办？怎么办？难道自己以后只能被爸爸捧着到处走了吗？好在2天后黎黎的烧退了下去，他也总算恢复了人类的形态。在家里守了他2天的阮潇也回去上班了。阮清然替他做了最后一次身体检查，确认完全康复后却没走。小堂妹想出去玩吗？黎黎眨巴了下眼睛，出去。他来到这个世界后，除了被带去精神力检测中心外，就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了。他一直被养在那个偏僻的出租屋里，就像见不得光一般被藏着。阮清然看着黎黎跃跃欲试的小眼神，牵起他的小手就往外走，然后将他抱上一辆银色的悬浮车。第一次坐悬浮车，黎黎有些紧张，小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裙摆。阮清然见状忍不住笑了笑，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听到哥哥问话，黎黎的注意力被分散。我不知道呀。Snow 探索附近娱乐场所。阮清然的声音淡淡的。黎黎正疑惑他在和谁说话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投屏。好的主人，已搜索成功，根据您的要求，总共有1300个娱乐场所适合小孩子玩。黎黎只觉得面前的屏幕一滑，出现了一个游乐场，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游乐场，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项目。阮清然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黎黎双眼睁得大大的，眼里充满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期待，但是下一秒他就期待不起来。随着屏幕放大，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的尖叫声，那是一个直接用机器将幼崽丢到很高的空中，最起码有好几百米了，在自由落体，快到地上的时候才被一个长着翅膀的人接住。这期间幼崽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黎黎吓得小脸都白了。换一个。接下来一个项目是几只幼崽在草坪上追逐玩球，刚开始也算正常，但很快他们就化为星兽形态，开始互相打群架。阮清然想都没想就跳过了，就他小堂妹那小身板，进去还不被当球踢。下一个看着比较正常，和黎黎前世在电视上看见的过山车差不多，然而再一看，那过山车的速度简直比火箭还快，而且放眼望去，足足有上百个又高又刺激的圆形轨道。黎黎捂了捂自己的小心脏，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太行。黎黎突然就对游乐场失去乐趣了。最后阮清然挑选了一些比较温和的设施，这个叫云缆，白天可以看云海，晚上可看星辰，还有这个星空海洋，各种形状的船只翱翔在星海中，甚至人都能漂浮穿梭在星空里。黎黎听得眼睛都亮了，我想去看星星。阮清然点点头，那就去这里吧。对了，你哥哥公司是做星舰的，以后可以让他带你去宇宙看看。看着黎黎有些迷茫的眼神，阮清然补充了一句，你亲大哥，同时心里有点小不爽，自己怎么就没有个这么软萌的亲妹妹。悬浮车在繁华的城市上方划过，最后停在了占地面积超大的游乐场前。黎黎扒拉着车窗，小心翼翼地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部分都带着孩子，不过那些小孩子看着都比自己要大只好多。走吧。阮清然抱着黎黎下了悬浮车。黎黎今天穿着樱花色的公主裙，小小软软一只的她趴在哥哥肩膀上，对上别人的视线就很快害羞的一看了，只是用小手紧张地揪着哥哥的衣服。别怕。阮清然轻轻笑了声，单臂抱着她去售票处，然后就被当成吉祥物围观了。黑哥们，这是你女儿吗？一个青年一边努力控制着在自己身上乱爬的儿子，一边转身问阮清然，看小姑娘乖乖的不吵不闹，他眼里的羡慕都快要溢出来了。艾瑞，你给老子安分点，信不信老子打你屁股？然后让黎黎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那看起来不过5岁的小孩直接变成一只1米多高的小熊，和他爸爸嗷嗷对打了起来。在场所有人都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甚至不少被家长抱着的孩子还在鼓掌加油，因为距离他们太近了。阮清然抱着软唧唧的奶团子往后退了些，等游乐场的安保人员过来控制住这俩父子后，这场闹剧才算结束。看完整场的黎黎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大兄弟，你家这闺女怎么一点不闹啊？不会是个仿真娃娃吧？一个男人凑过来，肩膀上坐着拿他的脑袋当拨浪鼓的女儿，难买的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呗。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仔啊！其他人也闻言也竖起了耳朵，他们也想要。黎黎忍不住了，小脑袋从哥哥怀里钻出来，眼巴巴的看着他们。不是，他声音软糯糯的，还带着微微的颤抖，可把在场的奶爸奶妈给萌坏了。黎黎不是仿真娃娃，是哥哥的妹妹。他说完话后，发现大家看他的目光都透着几分诡异，且周围有几秒就非常安静。我的老天爷，这不是仿真娃娃，国家有明文规定，仿真人不能做得太逼真，必须带着机器人特有的属性，所以这小姑娘她真的是人啊！一瞬间，周围的人看着黎黎双眼都冒光了，黎黎被他们给吓着了，赶紧往哥哥怀里钻。
钻。阮清然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用个人终端扫描购买了2张门票。一旁的工作人员小姐姐贴心的将幼崽手环戴在黎黎手上，谢谢姐姐。黎黎超级有礼貌的道谢，软糯糯的小奶音简直把人心都要萌化了。工作人员忍不住捂着嘴尖叫，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崽崽？呜呜，他还叫我姐姐。来一个手环，下一个人走过来，工作员立马收起了脸上的姨母笑。除了那个天使一般的崽崽，其他人不值得他露出那样傻逼的表情。走进游乐场，阮清然已经给小堂妹规划好了路线。第一个目标是幻境旋转木马，坐上去后周围场景会变成一片虚拟草原，人坐在马上就像是在草原上奔跑。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玩了，明明是十分梦幻的场景，却被玩得群魔乱舞。小孩子一坐上仿真马，那真的就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有的站在马背上嗷嗷乱叫，有的直接变成了星兽形态，四肢着地和马开始赛跑，还有一个就牛逼了，竟然坐在马背上写起了作业。黎黎看了之后忍不住悄悄凑到哥哥耳边，哥哥，要不我们等一下再上去吧。现在他真的就有种和这个世界的崽崽们格格不入的感觉，我陪着你一起，怕什么？黎黎的眼睛亮了亮，那好吧。其实整个软乎乎的奶团子都要开心化，他被哥哥拉着选了一匹仿真马，哥哥就坐在他的身后。等到游乐设施启动，身下的马顿时像是活过来了一般，甩了甩头，还发出了马儿的叫声。黎黎睁大眼睛，他身边的环境也变了，黑色健壮的骏马踏破星空隧道，他们瞬间出现在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哥哥，草原好大呀，还有那边是不是雪山呀？阮清然拉着马缰，将雪白软糯的小家伙圈在怀里，气质金贵清冷的青年和软糯可爱的小团子，瞬间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力，不少人都拿出了终端拍摄。很快新网上就出现了好几个视频，全是阮清然和黎黎兄妹两个，这一大一小的颜值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是强大的高等级星兽，另一个软糯可爱，简直是所有星兽家长们的梦中情仔。不管哪一个视频都被无数网友看了又看，好帅，这就是我梦中老公的样子啊！那个孩子也太乖了吧，我好想听他叫我一声哥哥。我就不一样，我想他叫我一声嫂嫂。楼上的你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阿伟。阮清然和黎黎火了，但当时两人却完全不知道，他们此刻来到了星空海洋这边坐船。然而刚走进船舱，身后忽然传来巨大的响声，还有人群的惊叫声。黎黎吓得一下抱住阮清然的腿，只见一只堪比高楼的巨大的灰狼，眼睛血红的正四处搞破坏，有几个人直接被灰狼一爪子拍了出去，倒在地上鲜血直流。黎黎哪里见过这场面，整个团子都傻了。眼见灰狼朝这边冲过来，阮清然将黎黎护在身后，自己向空中一跃，身体瞬间膨胀变成一只巨大的蓝白色雪豹。它的头顶有一对漂亮的白色鹿角，尾巴不是毛茸茸，却是带着蓝色的鳞片。这是大哥哥的兽形，又帅又威风极了。眨眼间雪豹和灰狼就缠斗到了一起，黎黎紧紧地攥着小拳头，心里默默无声地给哥哥加油。眼见雪豹把疯狂中的灰狼按在地上，一个少女忽然冲出来，爸爸，不要伤害我爸爸。她哭得很狼狈，雪豹凶悍地抬头望过去，吓得那少女跌坐在地。也就是在这时候，被压制着的灰狼忽然暴起，巨大的力道将雪豹掀翻，灰狼直接撞开少女，就目露凶光的狂奔。倒霉的是，他狂奔的方向正是黎黎这边。黎黎已经被这些变故吓得呆住，然而当他对上灰狼那狰狞的双眼时，心中却忽地涌出一个念头，他看起来很难受，我能帮他。谁也没注意到，灰狼血红的眼神有一瞬间化为正常，下一秒一双手捂上了黎黎的耳朵，一个蓝发青年薄唇微张，尖锐的生平从他口中如水纹一般荡开。近在咫尺的灰狼忽然浑身扭曲倒在地上，哀嚎惨叫声响彻云霄，周围许多人也受到了波及，连阮清然都微微晃了下脑袋。不过他很快就抵御住了这声音的震荡，跑过来一爪子将灰狼按住。星际巡警也在这时候赶来了，合力将灰狼关到了笼子里。之前那个女孩也浑身是血的跑了过来，爸爸你醒醒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他出来的时候打了抑制剂的。少女哭得撕心裂肺，所有人都沉默地看着，因为谁都帮不上忙。黎黎有些失神，好一会儿才被一双手抚了抚脑袋。小家伙你好，我是你哥哥的朋友，我叫玉生，是海妖一族。优美动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就像是音符在跳动一般，很难相信之前那具有杀伤力的尖锐声音是他发出来的。玉生哥哥你好，黎黎闷闷地开口，然后抓着哥哥的衣角，哥哥这是怎么了呀？别怕，刚才那只灰狼是精神力失控的星兽族人。阮清然抱起他边走边解释，精神力失控是一种病，一种受到 F 物质污染而出现，现在还无法彻底治愈的病，并且精神力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发病就会像刚才那只灰狼一样变成兽形，发疯发狂，对周围所有人无差别攻击。闻言黎黎抓紧了他的衣服，软糯糯的小奶音都带上了一点点焦急。那哥哥也会有这个病吗？阮清然还没说话，旁边的玉生就替他回答了，这是宇宙中所有种族的通病，你哥当然也会有。而且阮清然抬手制止了他后面的话，玉生耸耸肩，行吧，我不说了。黎黎抿了抿小嘴巴，雪白的小胳膊不太开心地抱着哥哥的脖子，他直觉玉生哥哥后面没说完的话很重要。经过这么一场惊吓，松懈下来后的黎黎有点困了，他趴在哥哥身上渐渐睡了过去，软绵均匀的呼吸声响起，旁边两个大男人下意识放轻了声音。玉生羡慕地看了看小奶团子，然后皱着眉看向阮清然，你的精神力怎么回事？比之前更加不稳定了，之前和第一军一起去参加了个任务，运气不好遇到了只高等虫族。阮清然说的轻描淡写，玉生却深知其中的危险，最后他也只能拍拍好兄弟的肩膀，你自己好好保重，我可不想看到你英年早逝的新闻。两人又聊了几句，阮清然就抱着小堂妹离开了。不过他没回元帅府，而是给管家发了个消息后，直接带着人回了自己的别墅。收到消息的管家都快哭了，怎么能抢他家小姐呢？坐在悬浮车内，阮清然打开个人终端，结果差点被消息给淹没了，甚至医院员工群都有好些人都在
阮清然这才知道，他和小堂妹只是普普通通的去了趟游乐场，竟然就被人拍了视频上热搜了。视频下面的评论中全是想当黎黎爸爸妈妈的，或者向他表白的。阮清然忍不住嘴角抽了抽，要是被他那个冷面小叔看见了，不知会有什么感想。回到家，阮清然从车上将熟睡的小家伙抱了下来，靠哥哥怀里的时候，黎黎还舒服的蹭了蹭阮清然嘴角上扬起一个很浅的弧度。阮清然把他抱到自己床上，本以为多了个软绵绵的小抱枕会睡不着，但意外的闻着小家伙身上的奶香味，今天控制那狼食隐隐有些混乱的精神力竟然缓和了不少。他睡着了，而且还睡得很好。第二天醒来时，只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奇怪，昨晚竟然没头疼。阮清然单手撑着额头呢喃，简直轻松的有些不正常。等回医院的时候自己检查一下吧。他又看了看旁边睡得乖巧软萌的小堂妹，怎么办？不舍得把小家伙还回去。醒来后得知自己在哥哥家睡了一夜，黎黎有些不好意思的揉揉眼睛，然后就开心的吃起了哥哥准备的早餐。就在他以为饭后就会被送回家时，阮清然却再次大手一挥，直接将他拎到了自己上班的医院。平时阮清然在医院是出了名的清冷男神，但今天不一样，他抱着一个超级好看的小孩来医院，走到哪都被所有人围观。为了不打扰医院的正常工作，他暂时把黎黎放在了庭院中的花房里。黎黎抱着一盘小蛋糕，小小的人儿蹲在花丛中，像极了一只雪白的小精灵，好漂亮呀！这个是什么花花啊？他嘀嘀咕咕的用哥哥给自己的通用终端拍下照片，背后却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那是小玲花。黎黎被吓了一跳，小只有一个踉跄，眼瞅着就要摔地上了，却被一只手扶住了小胳膊。黎黎站稳后抬头看向抓住自己的人，映入眼帘是一双如太阳一般耀眼的金色眼睛。抱歉，吓到你了，我可以坐下来吗？这下黎黎才看清对面那张脸，一头如瀑布般的乌黑长发下，是美的仿佛上帝用白玉精心雕琢的五官。黎黎看呆了几秒，萌萌的样子像个可爱的水蜜桃。青年不由一笑，我叫阿尔莫，你不用紧张，就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朋友好。两人愉快地分享了小蛋糕后，黎黎就拍拍衣服站了起来，我要去找哥哥了，希望你的病能早点好。看着那小小的身影离开，阿尔莫嘴角扬了扬，也离开了花房，回到一栋独立的白色房子里。陛下，您要是再不来，我们可要去找你了。迎面走来的骑士长单手抚胸行了一礼，不用担心，我只是认识一个可爱的小朋友而已。对了，奥斯，我可不可以接一个孩子到地宫养啊？骑士长面无表情，您不是最讨厌小孩子吗？阿尔莫似乎很诧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讨厌小孩子了？去年9月皇家宴会上，科恩亲王的儿子打碎了您的一个花瓶时，还有上个月奥黛丽夫人的女儿弄丢了您的宝石的时候。阿尔莫沉吟2秒，是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其他小孩子我可以继续讨厌。然后他摸摸下巴，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崽，你找人去查查看，能不能抢过来。骑士长一噎，他很想吐槽，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与此同时，一架悬浮舱在医院前降落，副官带人将陷入昏迷的阮萧抬了下来，快送元帅进急救舱。他从昨天带兵抵御虫族回来后，精神状态就一直非常不稳定。刚好阮清然也结束了一场手术，接到消息立刻赶了过来，一直忙到天快黑了，阮萧的情况才勉强稳定下来。糟了，阮清然忽然变了脸色，忙起来忘了他的小堂妹了。这时门外响起了警卫的声音，这里不能进入，请你们离开。一个青年正在和警卫沟通，旁边的黎黎眼睛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整个人看着好不可怜。警卫犹豫了下，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叫阮医生。话音刚落下，阮清然就已经从病房中出来了。青年看到人出来，可算松了口气。他是阮清然的同事，刚刚带黎黎在食堂吃午饭时，不知多少人都用羡慕的眼神看他。谁知正高兴着，小家伙突然哭着要找哥哥。虽然不吵不闹的，但那种默默无声的哭泣反而更让人心疼无措。他只能带着人到急救病房这边来了。黎黎，对不起，哥哥忙得把你忘了。阮清然赶紧把小团子抱在怀里。黎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觉得一定要到哥哥这里来。阮医生，元帅醒了，你快来看看。元帅听到这2个字的黎黎顿时一个机灵，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往里面看，是爸爸吗？爸爸怎么了？阮清然扶额，这下瞒不住了，他只好将人带了进去，留下门口的警卫员震惊不已。什么情况？元帅竟然有女儿了？病房里，黎黎一眼就看到了床上那个熟悉的人，不过1天多没见，爸爸就变得好憔悴。黎黎呜咽着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倒腾着小短腿凑到床边，2只小手抓着爸爸宽大的手掌，软嘟嘟的脸蛋凑过去贴贴。爸爸你怎么样了？疼不疼？阮萧抬手揉了揉小姑娘软乎乎的头发，我没事。黎黎的小耳朵耷拉下来。精神力紊乱的爸爸脑袋肯定很疼，但是爸爸还面色如常的样子，肯定是装的。黎黎第一次痛恨自己的精神力只有 F 级，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他跑去倒了一杯温水，爸爸你不要动。黎黎给爸爸倒水喝。旁边的副官表面虽然看着还淡定，但内心已经宛若一只尖叫鸡了。啊，这是元帅的女儿，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乖巧又软乎乎的幼崽？怎么办？好像抱好想入。阮清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忙，于是便离开了。等到病房里只剩下了父女2人，黎黎犹豫了一下，便脱掉小鞋子爬上了病床，扭着小屁股像个蚕宝宝一样钻到了阮萧的背后。阮萧剑眉微挑，猜不出小家伙想干什么，然后一双软软的小手就放到了他太阳穴上。爸爸，黎黎给你按按，说不定脑袋就不疼了呢。阮萧身体微微僵硬，然后心中就是一片柔软。他轻轻说出一个字：好。等到副官接完一通电话进来后，看到的就是这样温暖的一幕，他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那击中了。我的老天奶，这是天使吧？怎么会有这么可爱又贴心的乖崽呢？副官捂着一颗老心脏，很识趣的不去打扰父女2个，依依不舍的把门给关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
心理作用，阮潇竟然觉得脑中的剧痛缓和了下来，甚至渐渐有了睡意。这一觉出乎预料的深沉。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阮潇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把稳李李圈在了怀里，而精神力紊乱带来的疼痛感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他直觉有些不对劲，就让阮清然给他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些难以置信，你这精神力情况也太好了吧？阮清然皱着眉，小叔的精神力状态好的不正常，之前的污染紊乱仿佛是错觉一般。两人研究了半天都没发现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饶是他们想破了脑袋，都不可能想到这种变化与李李有关。李李看爸爸和哥哥都蹙眉的样子，小心脏都提起来了。怎么了？爸爸不好了吗？他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不是，我很好。阮潇低沉的声音安抚着，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把哥哥吓到了。阮清然故作轻松的开了个玩笑，在没找到原因之前，这宗能让全网关注震惊的消息还是暂且封锁的好。最终他留下了一些血液样本继续观察研究，就让阮潇则带着黎黎回家了元帅府。管家早就收到消息，给黎黎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以及专为阮潇准备的病号饭，各种粥以及看起来就很补的汤。阮潇面无表情，他忽然觉得吃营养剂也挺好的。吃过饭，阮潇又一头扎进了书房。虽然因为精神力的原因可以在家里休息2天，但黎黎觉得爸爸还是很忙的，一会要看文件，一会要开视频会议。黎黎趴在门口看得心疼极了，好不容易爸爸休息了一会，他赶忙端着一小盘水果跑进去。阮潇一看到他，冷硬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个笑，从抽屉里掏出来一个小盒子，这是给你定制的个人终端，身份信息我已经替你录制好了。黎黎看着那个带着猫爪图案的个人终端，眼睛都睁大了。有了这个，他以后就能随时给爸爸打电话。黎黎开心的耳朵和尾巴都控制不住的冒了出来，软乎乎的尾巴摇啊摇的，明明那么仙气飘飘的毛茸茸大尾巴，都快和狗狗有的一拼了。阮潇的视线都忍不住跟着晃来晃去。爸爸，黎黎能不能变成猫猫啊？他想要跟爸爸撒娇，但是有点害羞，变成猫猫的样子就没问题了。见爸爸点头后，黎黎眼睛亮了亮，小身体立刻开始缩水，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布偶猫猫。阮潇虽然脸上依旧是沉稳的样子，手指却已经熟练的开始挠小猫软绵绵的下巴。黎黎伸着小指头在爸爸身上踩，打着滚，各种贴贴蹭蹭，嘴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反正他现在就是一只猫猫，猫猫喜欢粘人，那不是天经地义吗？最后他舒服的摊成了一张猫饼，在爸爸怀里睡了过去。眼看视频会议的时间到了，然而捧着毛茸茸的一小团，阮潇却说什么也舍不得放手，索性直接点开了终端。视频会议开始，阮潇单手抱着睡着的小猫猫，坐姿板正如挺拔的轻松，表情依旧冷硬威严。视频对面是一排排同样精神抖擞的军人，今天讨论的是接下来对虫族作战的策略。会议进行了没多久，突然有2个军官因为意见不合吵了起来，只听砰的一声，一个出了名的暴脾气上将一巴掌拍在桌子，姓孙的，你他娘的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是吧？那雄狮般的嗓门一吼，对面的人还没怎么着，正睡着的黎黎却猛地被吓醒了，他咻的一下从爸爸手心里跳了起来，浑身毛都炸了起来。喵！一声软乎乎的猫叫顺着网线传到会议室中，所有人瞬间都停止了动作，齐刷刷扭头往主位的投屏看过来。而此时的阮潇却没心思理这些下属了，他连忙起身，把跳起来的猫猫稳稳接住。小猫仔此刻就像个炸毛的小蒲公英，圆滚滚的没有半分威慑，反而可爱的紧。他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猫眼，瞧着还有点傻兮兮的。吓着了吗？没事的。阮潇手指揉揉他小脑袋安抚，那张一向冷硬的脸上是他的下属们从没有见过的柔和。视频会议中的下属们都下意识的揉揉眼睛，咋回事？是他们眼睛出问题了？还有刚才那软绵绵奶唧唧的喵呜声是什么？阮潇安抚好了宝贝女儿，面色黑沉的看着刚才拍桌子的下属宋雷，嗓门大出去吼。面对阮元帅并不大的声音，刚才还脾气火爆的男人瞬间缩着脖子，鹌鹑似的坐下了。这样的反差着实有些好笑，但在场的人都习惯了。没事了，你继续睡吧。阮潇捏了捏黎黎的耳朵，黎黎这才反应过来，爸爸好像在和谁视频，但猫猫的好奇心显然是有点重的。小家伙抖了抖耳朵，猫猫碎碎的探出小脑袋，伸长了脖子从爸爸手心往外看，投屏内浑身雪白的毛团子缓缓冒了出来，每一根毛毛都写着让我康康有啥好玩的。然后他终于看到了投屏对面的人，此刻一双双锐利的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猫猫吓得一个机灵，怂兮兮的缩了回去，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做又菜又好奇。阮潇低头眼里闪过笑意，一抬头又恢复了严肃。会议暂时结束，宋雷今天训练加倍，其他事情暂时交给副官处理。说完他压根不理对面的反应，就直接断线离开了。会议室中猛地躁动起来，怎么回事？刚才元帅怀里的是什么？那腰小还毛茸茸的，我天，老子一颗直男心都要融化了。刚才元帅的表情温柔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群人讨论半天都没有结果，有人当场在网上查找了起来，依旧没半点线索，甚至有的傻大胆直接跑去私信元帅，想问问那是什么宠物，元帅是从哪里买的。他们也想人手一只，真男人就该喜欢这种糯叽叽可爱团子。然而元帅一概没理，从此这成了第3军团的一个谜。至于那些人事后有没有被元帅找借口加倍训练，就不得而知了。几天后，阮潇的休假就跟随陛下前往海妖族访问。酒会上他正在与同僚谈话，一个金发男人突然端着酒凑了过来，哈哈哈，这不是阮大元帅吗？听说你的基因竟然被人偷了，还生下了一个女儿。金发男子一脸幸灾乐祸的蠢劲儿，你家的房子还好吧？我记得你儿子小时候可是拆了好几遍你的元帅府的，哈哈哈。阮潇面无表情的抿了一口红酒，这时手腕上的终端响了起来，是黎黎的专属铃声。阮潇嘴角闪过一丝笑意，然后似乎一个不小心点开了终端，语音留言立刻外放出来，爸爸，管家爷爷说海妖星的天气很冷，你要记得带黎黎送给你的手套呀，还有不要用精神力，会很疼的，爸爸要注意安全呀。软糯糯的小奶音十分清晰，任谁都能听出来说话的幼崽好乖好软。阮潇余光瞥了眼周围目瞪口呆的人，不好意思，
手滑了，只是那语气里的愉悦，当谁听不出来呢？金发男子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不相信，你那个一定是合成的声音，这么乖的仔仔星兽族根本不存在。猫仔仔只是唱了手虫而飞，竟就让重伤的大哥重获新生，不仅捣毁新到老巢受的伤停止流血，就连常年暴动的精神力也不再肆虐。然而回过神来的大哥却突然觉得不对，他才离开几天，家里怎么就多了这么个萌团子？似乎是听到他进门的声音，楼上的歌声戛然而止。卧室里，雪白小团子紧张地竖起猫耳，什么声音？是不是有小偷呀？元帅家的防御系统是最高级的，绝不可能有小偷进来。机器人小米超自信，回来的是大少爷阮风四先生，可一听回来的是大哥哥，李李顿时更紧张了。说起来他的身份挺尴尬的，算是爸爸的私生女吧，估计哥哥应该很讨厌他。然而听小米说大哥哥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又有些担心。上一次他不小心在沙发上睡过去，后来可是病了好几天了。李李有些无措地啃着爪爪，屁股后面的大尾巴跟着摆来摆去，最后把心一横，悄悄摸下了楼。阮风四虽然躺着，李李和小米的对话却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哥哥，他那性冷淡的老爹竟然给他弄了个妹妹出来，不过这么胆小的小家伙，真的是他家的种吗？思索间，一个小身影已经蹭到他身边，李李有些费力地抱着一条大毛毯，手脚并用地爬上沙发，想要帮哥哥盖上，谁知爬到一半脚下一滑，整个仔扑通一下往后倒去。这下阮风四也顾不得装睡了，大手一伸直接捞住了半空中的小团子。与此同时，李李也因为害怕，唰的一下缩小成了一只毛茸茸的布偶猫，被阮风四拎着悬挂在空中，胖嘟嘟的小短腿还晃荡了下。空气突然安静，阮风四脸上的表情十分震惊，本就显得有些凶的面容看起来更吓人了。李李被他给吓得变成了飞机耳，大大的蓝眼睛满是无辜。机器人小米急得围着阮风四打转，大少爷，李李小姐很害怕，请你把她放下来。阮风四睨了小机器人一眼，滚！小米脸上的显示屏闪过一堆乱码，然后把自己收成一个球，圆润的滚了。李李的尾巴尖尖抖得更厉害，大哥哥真的好凶啊 ！QAQ！ 阮风四大马金刀的往沙发上一坐，抬手捏了捏猫猫的软趴趴的小折纸，你这小身板能干吗？打架的时候给人挠痒痒吗？变回来，介绍自己。李李委屈的往后缩了缩，这样好像是挺不礼貌的，但是他又变不回去了。QAQ！ 圆滚滚的小米从墙角探出头来，李李小姐不是故意的，她情绪紧张的时候就变不回去。闻言，阮风四又在她毛茸茸的小脑门上戳了下，真没用。不过不知为何，和这小家伙相处了一会，他的心情莫名愉悦了不少。小小一只猫猫被他戳得打了个滚，又被另一只手拖住。好了，送你回去睡觉，本来就小，再熬夜小心长不大。门上挂着小猫装饰的房间十分好辨认。阮风四将李李放在床上，小团子唰的就钻进了被子，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瓜。他会长大的。出了离离的房门，阮风四立刻恢复了有些凶厉的神色。管家，他怎么回事？他的话音落下，管家就腰板挺直的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大少爷欢迎回家。是这样的，管家将李李的情况讲了一遍。阮风四黑沉的眸子闪了闪，我还以为元帅大人给我们三兄弟找了个后妈呢，那语气听着竟然还有些遗憾。管家嘴角抽了抽，你们是巴不得家主再找个女主人来，好把她吓跑当乐子吧。夫人去世后，不少女人都想要接近元帅，不过无一例外都被三位少爷给折腾的差点精神崩溃。管家倒是觉得有人来陪少爷们玩玩也挺好，但他刚刚不出现，绝不是放任大少爷欺负小姐，恰恰相反，他对小姐的可爱程度有绝对的自信。就算大少爷现在嘴上再凶，他也静静等着打脸那天。而刚刚被自家儿子区过的阮萧，此时正在等待陛下召见。看着殿外湛蓝的海水和不停游动的鱼群，他正盘算着什么时候带女儿来玩。殿门突然被打开，穿着一袭华丽睡衣的星兽帝国皇帝阿尔莫走了进来。至于为什么宴会的时间他会穿着睡袍，因为他倒霉，来的路上悬浮车发生故障了，还被喷了一身的墨鱼汁，刚刚洗完澡出来。阿尔莫对自己的倒霉体质早就习以为常了，他随意的看向阮萧，阮元帅，你的女儿叫黎黎是吗？阮萧愣了下，完全没想到陛下叫自己来是为了这个，他微微点头。阿尔莫俊美的脸上笑意立刻扩散，那真是太好了，你大概不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阮萧挑了挑眉，这个他是真的不知道。眼前人明明长着一张成熟俊美的脸，按照他们的种族年龄来算却是个未成年，偏偏此刻还摆出一副炫耀自己心爱宝贝的幼稚模样。阮元帅平时很忙吧？是不是没时间带孩子？听到他这么问，阮萧顿时就警惕起来了，陛下这是要干嘛？阮元帅要不要考虑一下，你把黎黎带到皇宫里来让我照顾？阿尔莫目光灼灼地看着阮萧，身后有尾巴的话肯定都摇起来。阮萧一阵无语，这算盘珠子都打到他脸上来了。陛下，您怕是比臣还要忙吧？阮萧面无表情。再说我家黎黎胆子小，不喜欢去陌生的地方。阿尔莫想反驳，但是想起了那小家伙的样子，好吧，那真的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小的崽崽。那元帅帮我带一封信给他吧。说着就要去找纸笔，阮萧都听懵了，这年头还有写信的，还现场写。算了，陛下没问黎黎的终端号，那他也不多说。不过陛下怎么和他女儿认识的？阮萧带着阿尔莫的信和礼物离开后，阿尔莫却并没有放弃诱拐的想法，他兴致勃勃地吩咐骑士长奥斯，你去帮我在阮元帅家旁边建造一座华丽的庄园，记得要把我搜集的宝石都放到里面去。虽然阮元帅不愿意把女儿交给我养，那小黎黎自己跑到我家来就没办法了吧？奥斯面无表情地看着任性的陛下，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第二天一早，黎黎睁开眼时，发现自己顺利恢复了人形，他开心地洗漱完毕，然后踩着小拖鞋下楼。
就看见客厅里坐了2个人，一个穿着白衬衫，工工整整将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正是堂哥阮清然；另一个穿着短背心，露出完美肌肉线条的亲哥阮峰四。黎黎肉眼可见的开心了起来。哥哥，他哒哒哒的从楼梯上跑下来，2个哥哥都挑眉看着他，叫谁呢？黎黎眨巴眼睛，小嘴吧唧了2下，又奶声奶气的喊了一次大哥哥，清然哥哥。然后他看向阮清然，清然哥哥，黎黎好想你啊。阮清然动作自然的将小家伙接了过去，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意，真巧，我也想你了。旁边的阮峰四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多余，操，怎么搞得他倒像个外人似的？他忍不住阴阳怪气，阮清然，你不是有洁癖吗？这小东西刚睡醒，脸上说不定还有口水。回应他的是阮清然在黎黎脸蛋上大大亲了一口，我们黎黎就是放屁都是香香的。然后阮清然成功的看着堂哥的脸黑了，他嘴角微微上扬，2个青年互相对视，气氛莫名的紧张了起来。被夹在中间的黎黎后知后觉，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好在这时候管家来了，看见2位少爷互相对峙的样子，不仅一点没担心，还乐呵呵的笑了起来。2位少爷是要打架吗？训练室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吃完了早餐再打。黎黎刚想松了口气，一听这话小心脏又提了起来。管家爷爷不劝就算了，还火上浇油，算怎么回事呀？赵仔仔只是唱了首《虫儿飞》，竟就让重伤的大哥重获新生，不仅捣毁新到老巢受的伤停止流血，就连常年暴动的精神力也不再肆虐。然而回过神来的大哥却突然觉得不对，他才离开几天，家里怎么就多了这么个萌团子？似乎是听到他进门的声音，楼上的歌声戛然而止。卧室里，雪白小团子紧张地竖起猫耳，什么声音？是不是有小偷呀？元帅家的防御系统是最高级的，绝不可能有小偷进来。机器人小米超自信，回来的是大少爷阮峰四先生，可一听回来的是大哥哥，黎黎顿时更紧张了。说起来他的身份挺尴尬的，算是爸爸的私生女吧，估计哥哥应该很讨厌他。然而听小米说大哥哥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又有些担心，上一次他不小心在沙发上睡过去，后来可是病了好几天了。黎黎有些无措的啃着爪子，屁股后面的大尾巴跟着摆来摆去，最后把心一横，悄悄摸下了楼。阮峰四虽然躺着，黎黎和小米的对话却一字不落的听了进去。哥哥，他那性冷淡的老爹竟然给他弄了个妹妹出来，不过这么胆小的小家伙，真的是他家的种吗？思索间，一个小身影已经蹭到他身边，黎黎有些费力的抱着一条大毛毯，手脚并用的爬上沙发，想要帮哥哥盖上，谁知爬到一半脚下一滑，整个仔扑通一下往后倒去。这下阮峰四也顾不得装睡了，大手一伸直接捞住了半空中的小团子。与此同时，黎黎也因为害怕，唰的一下缩小成了一只毛茸茸的布偶猫，被阮峰四拎着悬挂在空中，胖嘟嘟的小短腿还晃荡了下。空气突然安静，阮峰四脸上的表情十分震惊，本就显得有些凶的面容看起来更吓人了。黎黎被他给吓得变成了飞机耳，大大的蓝眼睛满是无辜。机器人小米急得围着阮峰四打转，大少爷，黎黎小姐很害怕，请你把她放下来。阮峰四睨了小机器人一眼，滚！小米脸上的显示屏闪过一堆乱码，然后把自己收成一个球，圆润的滚了。黎黎的尾巴尖尖抖得更厉害，大哥哥真的好凶啊 ！QAQ！ 阮峰四大马金刀的往沙发上一坐，抬手捏了捏猫猫的软趴趴的小折纸，你这小身板能干吗？打架的时候给人挠痒痒吗？变回来，介绍自己。黎黎委屈的往后缩了缩，这样好像是挺不礼貌的，但是他又变不回去了。QAQ！ 圆滚滚的小米从墙角探出头来，黎黎小姐不是故意的，她情绪紧张的时候就变不回去。闻言，阮峰四又在她毛茸茸的小脑门上戳了下，真没用。不过不知为何，和这小家伙相处了一会，他的心情莫名愉悦了不少。小小一只猫猫被他戳得打了个滚，又被另一只手拖住。好了，送你回去睡觉，本来就小，再熬夜小心长不大。门上挂着小猫装饰的房间十分好辨认。阮峰四将黎黎放在床上，小团子唰的就钻进了被子，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瓜。他会长大的。出了黎黎的房门，阮峰四立刻恢复了有些凶厉的神色。管家，他怎么回事？他的话音落下，管家就腰板挺直的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大少爷欢迎回家。是这样的，管家将黎黎的情况讲了一遍。阮峰四飞沉的眸子闪了闪，我还以为元帅大人给我们3兄弟找了个后妈呢，那语气听着竟然还有些遗憾。管家嘴角抽了抽，你们是巴不得家主再找个女主人来，好把她吓跑当乐子吧。夫人去世后，不少女人都想要接近元帅，不过无一例外都被3位少爷给折腾的差点精神崩溃。管家倒是觉得有人来陪少爷们玩玩也挺好，但他刚刚不出现绝不是放任大少爷欺负小姐，恰恰相反，他对小姐的可爱程度有绝对的自信，就算大少爷现在嘴上再凶，他也静静等着打脸那天。而刚刚被自家儿子区去过的阮萧，此时正在等待陛下召见。看着殿外湛蓝的海水和不停游动的鱼群，他正盘算着什么时候带女儿来玩。殿门突然被打开，穿着一袭华丽睡衣的星兽帝国皇帝阿尔默走了进来。至于为什么宴会的时间他会穿着睡袍，因为他倒霉，来的路上悬浮车发生故障了，还被喷了一身的墨鱼汁，刚刚洗完澡出来。阿尔默对自己的倒霉体质早就习以为常了，他随意的看向阮萧，阮元帅，你的女儿叫黎黎是吗？阮萧愣了下，完全没想到陛下叫自己来是为了这个，他微微点头。阿尔默俊美的脸上笑意立刻扩散，那真是太好了，你大概不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阮萧挑了挑眉，这个他是真的不知道。眼前人明明长着一张成熟俊美的脸，按照他们的种族年龄来算却是个未成年，偏偏此刻还摆出一副炫耀自己心爱宝贝的幼稚模样。阮元帅平时很忙吧？是不是没时间带孩子？听到他这么问，阮萧顿时就警惕起来了，陛下这是要干嘛？阮元帅要不要考虑一下，你把黎黎带到皇宫里来让我照顾？
阿尔默目光灼灼地看着阮萧，身后有尾巴的话肯定都摇起来。阮萧一阵无语，这算盘珠子都打到他脸上来了。陛下，您怕是比臣还要忙吧？阮萧面无表情。再说我家黎黎胆子小，不喜欢去陌生的地方。阿尔默想反驳，但是想起了那小家伙的样子，好吧，那真的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小的崽崽了。那元帅帮我带一封信给他吧。说着就要去找纸笔，阮萧都听懵了，这年头还有写信的，还现场写。算了，陛下没问黎黎的终端号，那他也不多说。不过陛下怎么和他女儿认识的？阮萧带着阿尔默的信和礼物离开后，阿尔默却并没有放弃诱拐的想法，他兴致勃勃地吩咐骑士长奥斯，你去帮我在阮元帅家旁边建造一座华丽的庄园，记得要把我搜集的宝石都放到里面去。虽然阮元帅不愿意把女儿交给我养，那小黎黎自己跑到我家来就没办法了吧？奥斯面无表情地看着任性的陛下，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第二天一早，黎黎睁开眼时，发现自己顺利恢复了人形，她开心地洗漱完毕，然后踩着小拖鞋下楼，就看见客厅里坐了2个人，一个穿着白衬衫，工工整整将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正是堂哥阮清然；另一个穿着短背心，露出完美肌肉线条的亲哥阮风四。黎黎肉眼可见的开心了起来，哥哥，他哒哒哒的从楼梯上跑下来，2个哥哥都挑眉看着他，叫谁呢？黎黎眨巴眼睛，小嘴吧唧了2下，又奶声奶气的喊了一次大哥哥，清然哥哥。然后他看向阮清然，清然哥哥，黎黎好想你啊。阮清然动作自然的将小家伙接了过去，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意，真巧，我也想你了。旁边的阮风四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多余，操，怎么搞得他倒像个外人似的？他忍不住阴阳怪气，阮清然，你不是有洁癖吗？这小东西刚睡醒，脸上说不定还有口水。回应他的是阮清然在黎黎脸蛋上大大亲了一口，我们黎黎就是放屁都是香香的。然后阮清然成功的看着堂哥的脸黑了，他嘴角微微上扬，2个青年互相对视，气氛莫名的紧张了起来。被夹在中间的黎黎后知后觉，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好在这时候管家来了，看见2位少爷互相对峙的样子，不仅一点没担心，还乐呵呵的笑了起来。2位少爷是要打架吗？训练室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吃完了早餐再打。黎黎刚想松了口气，一听这话小心脏又提了起来。管家爷爷不劝就算了，还火上浇油，算怎么回事呀？别担心，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小姐你习惯就好了。这怎么习惯呀？在黎黎担心的目光下，2个哥哥终于头破血流的停了手。大哥阮风四腿骨骨折，脑袋还在飙血；堂哥阮清然肋骨断了3根，左胳膊脱臼，但被他咔嚓一声掰了回去。阮风四同样面无表情的把骨折的腿给掰了回去，跟掰别人骨头似的，动作老熟练了。在场所有人就只有黎黎真心实意的觉得疼，他让管家拿来医药箱，小心翼翼的帮2个哥哥上药，还凑在2人受伤的地方吹气，精致的小脸皱成了个包子。大哥哥，清然哥哥，你们真的不要去医院吗？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的2人对视一眼，然后同时哼了一声。这种小伤半天就能痊愈，要不是为了享受妹妹的照顾，他们连药都懒得上。很快2人就被包成了2个木乃伊，嘴里却始终没闲着，连黎黎给谁多包了一块纱布都要争。就在这时，阮风四的通讯器响了，对面传来手下焦急的声音：老板，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有个合同要谈？你不赶紧来主持大局，万一打起来我镇不住场子啊！阮风四还没说什么，黎黎整个人都惊呆了，他睁大了眼睛，真诚发问：大哥哥，你开的公司是不是收保护费的呀？噗嗤！一旁的阮清然听到这话，直接喷笑出声。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医生，一般不会笑，除非忍不住。阮风四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你这小脑瓜都在想什么？突然，他脸上闪过一个邪恶的表情，抬手将黎黎从沙发上拎起来就走。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带你去我公司看看。这下轮到阮清然脸黑了，这货怎么不按套路直接抢人呢？他掀开被子，直接下床去追。最后就是3人一起上了阮风四的悬浮车，车上早就被管家放了粉色的小毯子。阮风四给黎黎绑好了安全带，然后一脚狂踩油门，整个悬浮车就以一种冲向地府的架势飞了出去。看着窗外飞快闪过残影的景物，黎黎眼泪都快下来了。没记错的话，哥哥踩油门那条腿刚刚骨折过呢。他咽了咽口水，小手软趴趴的打开了个人终端界面。阮风四单手控制着方向盘，瞥了小家伙一眼，你在干嘛？黎黎对他扯出一个超勉强的笑容，写遗书发给爸爸。片刻后，后座的阮清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阮风四的脸再一次黑了，好在一路有惊无险。到了公司后，阮风四换上一身西装，勉强有了大总裁的样子，就被手下拉去开会了。阮清然也换好衣服出来，笑眯眯的问黎黎想不想去海边玩。海妖玉生刚刚跟他联络过，邀请阮清然带黎黎去参观他的私人海岛。闻言，黎黎大眼睛刷得亮了，大海什么的，猫猫最喜欢了。玉生的海岛虽说是私人海岛，但占地面积却很广，还有许多黎黎没见过的神奇植物。岛上的大别墅里还有个空中游泳池。黎黎牵着哥哥的手走进那别墅，却看见一个红发少年正盘腿坐在沙发上，嘴里大声嚷嚷着：上啊上啊，老子被你们这群人民币坑死！拖后腿的蠢玩意儿，你们1%的是用脚在打游戏吗？红发少年嘴上一顿输出，黎黎睁着圆溜溜的不明所以，然后耳朵被捂住了。别听！阮清然微微拧眉，那少年听到声音看了过来，顿时乐得直接从沙发上跳下来。清然哥，你怎么来了？少年一蹦3尺高，完全没了之前暴躁的模样。你哥没和你说？我哥给我打电话来着，但我忙着打游戏没接。你这是谁？红发少年玉欢看到黎黎，立刻惊喜的弯腰凑近，还想上手捏捏他软嘟嘟的小脸蛋。别闹，这是我小堂妹。阮清然敲了他一下，
少年总算老实了些。等到玉生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自己那个网瘾少年弟弟，竟然没在玩游戏，反而跟个狗狗似的凑在小黎黎身边。黎黎妹妹，你在哪里上学啊？你说你爸爸让你去启明星学院，那是食草星兽去的学校吧？可是我看你这么小小一只，应该比食草星兽还要脆弱哦。小小一只，脆弱。黎黎顿时感觉自己背上被插了2把刀子。玉生嘴角一抽，不会说话就闭嘴。他走过去，在弟弟脑袋上敲了下，然后走过去和黎黎打了召唤。你好啊，小朋友，欢迎你来我的海岛，我带你去周围参观一下。坐我的车，我的车最拉风了。玉欢又不死心的凑上来。几分钟后，一辆颜色超级骚包的红色敞篷车就过来了。黎黎妹妹挨着我坐。一路上，玉欢简直化身小孔雀，一边给黎黎塞他最喜欢吃的小鱼干，一边讲解周围的稀有生物。看到那边在海里跳舞的半透明生物没有？那就是传说中的仙女水母，还有那株紫色花的藤蔓，那是变异紫藤，它的花枝可以用来做麻醉药，不过你要小心，千万不能靠近，不然会昏睡上一整天哦。黎黎嘴里啃着小鱼干，只觉得自己眼睛都不够用了。这时车子经过一棵变异椰子树，玉欢立刻来了精神。哥，欣然哥，咱们去多摘几个，给黎黎做椰子水喝。黎黎忍不住伸手揪住自家哥哥的衣服，会不会有危险呀？哥哥可是刚受过伤呢。玉欢忍不住捏了捏他那软乎乎的小脸蛋，你就瞧着吧，那椰子树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很快车子停在了距离椰树50米的位置，可3人下车后没走多远，那椰子树的树叶竟是化成了匕首形状，刷刷刷的朝着3人的方向攻击。好在3人身手都不错，即使在密密麻麻的叶子刀雨下，也轻轻松松的躲闪了过去。然而车里的黎黎却是吓坏了，一双小拳头攥得死紧，生怕哥哥们出什么意外。就在黎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边的战场时，忽然车子的门被什么东西敲了2下。黎黎顺着声音看过去，竟然是椰子树叶子，活的，还在敲门。黎黎顿时人都吓傻了，睁大了眼睛想不明白，玉生哥哥不是说这里是安全范围的吗？扣扣，车门又被敲了敲。黎黎只能庆幸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车棚升起来关好，要不然现在自己是不是被捅成筛子？被吓傻的黎黎一动不敢动，只紧张万分地盯着那敲门的椰子树。不得不说，对方好像还挺礼貌的。黎黎看看那边正在激烈对战的哥哥他们，再看看自己这边的，怎么感觉不一样呀？心里泛着嘀咕，他就看到那叶子缩回去了，还没来得及放松下来，他又来了。不过这次竟然还是带着礼物来的，那青色的圆滚滚一大坨，不正是哥哥他们要抢的椰子？黎黎现在真的是满脑袋问号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眼看那椰子树还在坚持不懈地敲门呢，一点也没有不耐烦。黎黎表情纠结了下，还是贴了过去，隔着车窗奶声奶气地和他打招呼：“你好，你是来找我的吗？”虽然隔着玻璃，他还是觉得对面应当是听到了，因为黎黎看到那树叶紫乐的直抖，都快扭秧歌了。见状，不远处的3个哥哥都是大惊失色，这椰子树居然趁着他们不在旁边，偷偷跑去袭击自家妹妹。伴随着一声怒吼，阮清然第一个变成星兽形态，毫不犹豫地向着车子冲过去。那边黎黎还在轻轻抚摸着椰子树叶，一边小声跟他商量：“谢谢你送我的椰子呀，不过你能不能不攻击我哥哥他们？”树叶摇摆了几下，也不知他听懂没有。突然一股强悍的精神力猛地劈来，察觉到危险的椰子树叶瞬间缩了起来，就算这样也被那精神力利刃削下来一半。他抖了抖枝条，赶紧溜了。惹不起。黎黎手里还捧着一个大椰子，表情呆呆的，完全搞不清状况。哥哥，怎么了？玉生和玉欢也冲了过来，看到黎黎好好的才松了口气。然后3人看着满地的椰子也傻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3个辛辛苦苦半天一颗椰子也没弄到，怎么妹妹里反而冒出来这么大一坨？黎黎非常诚实的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阮清然脸都黑了，你是说那椰子树自己送上门，还不要脸的跟你蹭蹭，还恶心巴拉的扭着腰跳舞？黎黎眨巴眼睛，我不是这么说的，可哥哥这么讲，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来着。常识小白黎黎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变异植物极其危险，谁要是想他们身上摘东西，就算是等级最低的变异植物都能发飙，还从没听说过给谁主动送果子的，简直是能载入星际史册的奇闻。阮清然和玉生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暂时压下了心底的震惊。傻小子玉欢倒是没那么多心眼子，黎黎你太厉害了，这些椰子你想怎么分配？黎黎掰了掰手指头，我们有4个人，一人一个，剩下的做成点心好不好？软乎乎的样子成功把3人都给可爱住了。当即开椰子的开椰子，挖果肉的挖果肉，变异椰子的果汁浓郁清甜，还有消除疲惫的效果。黎黎抱着一个大椰子喝了个爽，那边阮清然已经端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椰子脆，紧接着是椰子糕、椰奶饼干、椰子奶糖。等到黎黎走的时候，小包包里被塞满了好吃的，还有玉欢送给他的许多漂亮珍珠，以及玉生送的娇绡。来时2手空空，去时满载而归。黎黎心里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回到元帅府后，他琢磨起了前世学过的一些小手工，折纸、做风铃，还有做中国结。他从新网上买了一些漂亮的丝线，就开始忙活了起来。这一忙就不知不觉过了3天。这天中午，他刚刚做好一个挂着流苏的中国结，一道突然阴影落下，黎黎扭头看过去，爸爸。刚才他还想着要把第一个作品送给爸爸，下一秒人就出现了。小糯米团子激动坏了，直接大着胆子扑进了爸爸的怀里。阮潇还穿着很正式的军装，明显是刚回来就急着来找女儿了。以前不论去哪里，他从来没有过这么急着回家。父女2个抱了好一会儿，黎黎才有些不好意思的放开了爸爸的脖子。你在这里做什么？阮潇嘴角微微上扬，抬手揉揉他毛茸茸的小脑袋。黎黎这才想起手里的东西，连忙献宝似的举起来。
爸爸你看，这是我编的中国结，送给爸爸的。微风吹过，晃动的流苏格外美丽。阮潇有些疑惑，中国结？黎黎一拍脑袋，他忘了这个世界没有这种说法。想到这，黎黎有一丢丢难过，不过他很快振作起来。那个国家的一切美好都留在他脑袋里，他一定能带给更多人看。这是一种代表祝福的礼物。黎黎把中国结递给爸爸，一瞬间，阮潇感觉自己的心满满胀胀的。他的女儿怎么这么乖啊？阮峰四下班回来时，没看见妹妹第一时间来接他，居然还有点不习惯。当听到管家说自己老爹回来了，正跟小家伙一起在书房，阮峰四的脸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还真是有了爸爸就忘了哥哥。而此时书房内，黎黎的确把哥哥忘了。雪白小小一只的布偶猫猫，没骨头似的在爸爸怀里伸懒腰，小尾巴尖尖舒服的一翘一翘的。阮潇宠溺的看着打滚的小团子，明天带你去学校。黎黎闻言停下动作，唰的恢复了人类形态，有些紧张的抬头看向爸爸，别担心，就是先带你去看看学校环境，不喜欢就换。黎黎乖乖的说好，但心里还是有一丢丢不舍。去上学呀，那就不能和爸爸还有哥哥们待在一起了。门外的阮峰四转悠了好几个来回，到底没敢进去跟亲爹抢人，只能恨恨的回房间给手下打电话去。老子心情不爽，你们也别想好过，都给老子去加班。第二天一早，黎黎发现他竟然是在爸爸脑袋上醒过来的，而且他们还到外面来了。爸爸还是星兽的形态，正围着庄园的大草原在晨跑。黎黎小小一只趴在爸爸脑袋上，他能感觉到爸爸跑起来的速度很快，但自己却只感受到轻微的颠簸。阳光正好，刚醒过来的猫猫把自己摊成一张猫皮，躲在爸爸耳朵后面晒太阳，大大的眼睛里透着一股清纯的傻气。这种被爸爸带着奔跑的感觉好棒呀喵！然后他就看见了同样在奔跑的大哥。吼！前面白色麒麟虎的声音传来，黎黎听懂了大哥哥的授意，爸你老了，竟然跑得这么慢。这话怎么听都带着挑衅的意味了。阮潇却并没有生气，而是别有深意的看了自家蠢儿子一眼，不知道这货待会儿还能不能开心的起来。藏在爸爸耳朵后面的猫猫喊了声大哥哥，奈何风太大，他的声音根本就没传入阮峰四耳中。晨跑结束，阮峰四第一个冲进别墅，然后冲着跟上来的阮潇一通摆尾巴，爸你不行了，可比之前慢太多了，难得赢了他爸一回，这事儿他能和两个弟弟吹好几年。阮潇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耳朵一抖，藏在后面的猫猫就露出了小脑袋瓜。喵，大哥哥早啊！阮峰四傻了，不是，怎么还有这种玩法？嗷呜，他也好想顶着小团子狂奔。阮峰四气的想撞墙，深恨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好办法，感觉这几天痛失了好几个亿，可他又不敢跟他爹明抢，因为有小时候被揍怕的心理阴影，他就把这股气儿往别处撒，比如在地上刨了好大一个坑。黎黎变成精致漂亮的人类崽崽从别墅跑出来，看到正在刨坑的大哥哥，嘴巴张得老大，爸爸不好了，大哥哥好像发疯了，小奶音嗓门都比平常还要洪亮。阮峰四气的差点吐血，小东西胡乱造谣什么？然后他就眼睁睁看着黎黎被老爸抱了回去。他小时候被星舰砸过脑子，你别理他。吃完早饭我们去学校。作为第一个专门为食草系星兽建立的学院，启明星学院拥有强大的背景。阮潇牵着黎黎的手走向校长办公室时，卡瑞娜校长已经等在门口了。当初听说阮元帅要把女儿送到他们学校来，他还以为这位元帅是在开玩笑。众所周知，阮元帅是非常强大的食肉系星兽，那他的女儿不是他什么时候有女儿了？就离谱。他摆出专业的笑容看向走来的父女二人，同时心中暗暗提醒自己，作为一名教育者，一定要对幼崽保持耐心。然后他就被对面的小幼崽惊到了，只见黎黎有些紧张地抓着爸爸的手，不过还是很乖巧地开口：“校长您好。”卡瑞娜被蒙了下，身为教育者的内心却突然警惕起来。阮元帅，你应该知道的吧？不管是骗走还是拐走别人家的崽崽，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因为打死校长也不相信，拥有麒麟虎血脉的暴力元帅，居然能生出这么软萌的崽崽。就在黎黎鼓起勇气要替爸爸说话时，突然下课铃响起，操场上一下子冒出来不少孩子，虽说都是食草系星兽，但也都顽皮得很。黎黎看到了一只比胖菊还大的兔子，正扒拉着一个石头玩具球酷酷的看，还有个老师追上一只篮球大小的仓鼠，拎着他的后脚一抖，顿时就从他嘴巴里噼里啪啦的落下一堆玩具。黎黎的脑袋里瞬间冒出一个想法，那么大的仓鼠，他一只猫猫都不够给他一口吞的。他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一定要锻炼的大只一点。眼看校长还在不依不饶，这时几个年轻老师冲进办公室，不由分说把黎黎围了起来。你就是黎黎小朋友吧？我看过你在游乐园的视频，欢迎你来我们向日葵班。说什么梦话？黎黎当然是来我们玫瑰班。被挤到一边的校长都懵逼了，你们一个个的要不要这么不知前啊？喂！几个老师争着差点动起手来，最后还是向日葵班的露露老师胜出。他把脑袋上冒出的鹿角按了回去，然后温柔的冲黎黎笑了笑。老师带你去班里看看，我们班的小朋友都是很温和安静的。黎黎有些紧张的往爸爸身边凑了凑，他怎么那么不信呢？就在这时，食草兽幼崽们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危险的临近，集体往另一个方向冲去，好些还晕乎乎的撞到了一起，然后没头没脑的打成一团。这也不能怪他们，阮潇身上散发的压迫感太强了，崽崽们本能的害怕。黎黎也唰的一下拉进了爸爸的手，小身子一下坐得笔直。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很安静乖巧，但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他那双干净的眸子里盛满了不安，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在他脑海中泛起。不行，不可以让爸爸担心。黎黎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恐惧，正要对爸爸扯出个笑，阮潇的脚步却是一顿，看向一旁的露露老师，抱歉，我女儿可能要再过几天才能来上学。黎黎的心猛地一颤，难道爸爸生自己的气了？他鼓足勇气抬起头，却忽然落入了一个带着冷香的怀抱。黎黎不要怕，不需要勉强自己。阮潇的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如果是熟悉他的人听见，恐怕都要感叹冰山融化了。露露老师连忙摆手，看着黎黎的眼神带着心疼，没关系，等黎黎小朋友好了再来。
他见惯了不想上学，所以各种撒泼打老师的小朋友，忽然来了这么个乖巧萌团子，谁舍得说半个不字啊？回家后，阮潇火速联系阮清然，让他请来一位知名儿童心理学医生，以他朋友的身份上门拜访。李李已经比较习惯哥哥的朋友来做客，然而诊断的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沉重。由于之前一直受到冷暴力，李李患有轻度的自闭症，一旦离开了亲人的陪伴，就很容易陷入焦虑和恐慌。闻言，阮清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想到了第一次见到李李时，小小的一只蹲在角落里哭得无声无息。如果当时他能抱抱他就好了。阮潇则根本没那么多想法，他的女儿想黏着他是天经地义，错的都是别人，他要那个女人为此付出代价。叮嘱阮清然好好照顾李李后，他就独自去了第一监狱。此时萧元仪正被宿舍里的大姐偷打，听到有人找，立刻眼冒绿光。当初他费尽心机偷走了元帅的基因，却没想到生出来一个那么弱小的星兽，最后想敲一笔钱还被抓了。不管来人是谁，他都要抓住这个机会想办法出去。然而见到从前朝思暮想的人，萧元仪立刻后悔了。阮元帅，您怎么来了？阮潇面色冷冷地看着他，我是来让你明白，你对黎黎犯下了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场由阮潇亲自上阵的审讯进行了4个小时。等他离开的时候，狱警打开审讯室的门，只见萧元仪已经被打回了原形，3米多高的狐狸被揍得出气多进气少。众人互相看了看，都老老实实的闭上了嘴。不过这事却瞒不过一个人，那就是星兽帝国陛下阿尔默。地宫内，阿尔默懒洋洋地趴在窗户上，修长的手指拨弄着挂在窗边的贝壳风铃，那是黎黎接到他的信后，在回信中给他附送的礼物。偷到元帅基因，生下孩子却不善待。阿尔默语调温柔，却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那个帮助他的黑市医生还没找到吗？你们去帮阮元帅一把。旁边的骑士团长奥斯低着头应下，心中却是有点感动，真是多亏了这位黎黎小姐，难得能让他们家懒散的陛下认真起来。此时的黎黎还不知道自己引起了多少人的关注。此时他正被大哥阮风四带到了郊外，心理医生说过，要尽可能让黎黎在家人的陪伴下多接触外人。于是阮风四就决定带着黎黎见识一下他最喜欢的运动。大哥哥，我们要从这里跳下去吗？黎黎紧张地缩在阮风四怀里，别怕，飞行翼可以带人浮空飞行，而且我有飞行证。谁知话音落下，黎黎更紧张了。可是就是因为你会飞行才危险，不会飞的人根本就不会来。他嘟囔的声音虽然小，但周围的人都听到了。阮风四的朋友秦观直接哈哈大笑，你这妹妹怎么这么有趣啊？我说真不能让我抱抱她吗？阮风四根本没搭理他，转而认真的把器材都绑好，然后拍拍黎黎的小脑瓜，要起飞了，相信哥哥吗？像那个，我可以写遗言吗？黎黎瘪着小嘴，他真没法违背内心的想法，怎么又是遗言？阮风四的脸彻底黑了，秦观在一旁笑得打滚。不过等到被大哥带上天空，黎黎鼓足勇气睁开眼，然后被震撼了。放眼望去，高山树林变得渺小，他好像在大哥哥的带领下变成了一只鸟，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感受过的自由。好高呀，哥哥好厉害！黎黎在哥哥胸前小海豹鼓掌，显然他已经一点都不害怕，一直到飞了好几圈落下来，黎黎双脚着地，还有些飘飘忽忽的不真实感。他应该是第一只飞起来的小猫仔吧。山坡上的风十分舒适，阮风四干脆化身兽形，给妹妹当靠枕休息。因为兽类的领地意识，其他游客距离这边最少100米的距离，不过这也没阻止众人往这边看。当然他们的视线主要停留在那只雪白的软乎乎的人类幼崽身上，那小东西也太可爱了吧，好小一只，谁跟我组团过去把它偷来？得了吧，我可不敢靠近那种大块头麒麟骨，疑他是在给他哥梳毛吗？还能这样的？就见黎黎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梳子，伸着小手给大哥哥梳毛，梳下来的毛毛不知道往哪放，索性就塞在了背带裤前面的兜兜里。一开始阮风四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就舒服的摊成了一张伏笔，就连围观的人都开始眼馋了。天啊，看他把那些浮毛梳出来好舒服的样子。对，每次到换毛季节我都一舔一嘴毛。然而星兽族人根本找不到人给自己梳毛。老爸，那能揍死他们。老妈，那是比老爸还要凶的存在。至于其他兄弟姐妹更是达咩，看到就想一拳揍上去。呜呜，为什么别人的妹妹就这么可爱？一群星兽只能化身柠檬精，远远看着兄妹俩一派岁月静好。然而此时的网上却热闹了起来，原来一个知名主播也来玩飞行，见不少人都围着一个方向，他也好奇地凑了过来。随着他一起的还有身后的飞行摄像头。高清镜头下，网友们甚至比在场的人看的都要清楚。救命！谁把我从这个直播间救出去？明明只是梳毛这么无聊的事，我居然看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仔仔也太可爱了吧！有人组团一起偷吗？楼上的你清醒一点，看那只麒麟虎的样子，应该是阮元帅家的血脉。你有本事去偷一个看看。等那个主播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直播间的不仅没掉热度，甚至粉丝都涨了好几倍。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极力鼓动他走近一点，看得清楚一点。那主播咽了咽口水，在流量和小命之间反复横跳。高等级星兽的领地意识特别强，再加上对方疑似军方高层的家人，敢凑过去怕不是找死。犹豫再三，他试探着往前迈了一步，想着那麒麟虎既然任由小幼崽梳毛，应该是很好脾气的样子。哪知下一秒威武的白虎就昂起脑袋，一个凶厉的眼神向这边扫来。主播顿时吓得脚一软，跌倒在地。那边黎黎刚刚活动了一下酸痛的手臂。大哥哥的毛毛太厚了，他梳了好久，胸前的兜兜都要塞不下了，却被大大的虎爪往怀里一搂。好了，休息一下吧。阮风四其实一直没睡，趴在地上不动也是为了让黎黎玩得开心。看着远处的人群散开了些，阮风四这才满意的甩了甩尾巴。这时他的终端响了几声，是一个好友群发来的消息。阮风四当过雇佣兵，群里是他和几个好友组建的冒险队伍，这算是他的副业。本以为他们又接了什么高难度任务，谁知刚一打开终端，却是扑面而来的八卦气息。队长，你搞什么？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老天，你居然允许一个小幼崽给你梳毛，一定是特效对吧？可恶，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幼崽？
一群没见识的蠢货。阮峰四正想把终端丢到一边，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这帮家伙是怎么知道黎黎帮他梳毛的？然后他打开了新闻，就看到了正霸榜热搜的话题：宇宙第一软萌仔仔阮元帅疑似有女儿，诚征仔仔最爱的麻袋颜色。阮峰四皱着眉将视频看了好几遍，然后动手将视频保存下来，扭头就叫人把热搜全部撤掉了。其他的视频和照片也如法炮制，网友们云吸仔吸的正上头，突然就两眼一黑，人干事，我仔呢？我那么软乎乎的一只漂亮仔呢？卧槽，看得太入迷，忘了保存视频了。哪位好心人分享一下，就靠这个续命了。而此时还有另一个人，正一脸不可思议地捧着终端第一军效忠。阮玲安刚从训练室回到宿舍，就被舍友双眼放光的围了起来。不是吧，你小子嘴够严实的，居然有这种宝藏妹妹？什么妹妹？阮玲安一脸莫名其妙，然后他隐约想起来，之前他爸提过要送一个小东西去隔壁学校上学，还让他随时帮忙照顾。可后来他去打听过，隔壁根本没什么新来的转学生，他还以为他爸是忽悠他，就直接把这事丢在脑后了。难道他爸真的给他找了个后妈？想到这，阮玲安抓起衣服就回了家。学校1个月放假一次，但阮玲安已经很久没回去了。今天爸爸和大哥都不在家，黎黎正在院子里做手工，多亏了大哥贡献的虎毛，他又开发出一个新品种毛毡球。因为是第一次做，黎黎抓着一根戳针，小心翼翼地搞了好久，才弄出了个不规则的毛毡球球。阮玲安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背对着他坐在草地上，沾了一身毛毛的小身影。你在搞什么？那不是阮峰四的毛吗？冷不丁响起的声音让黎黎一个哆嗦，拿着针扭头转身，噗呲一下，好像扎到了什么东西，可是他没觉得疼呀。黎黎咽了咽口水，一低头，他的针正扎在一条大长腿上。呜哇哇哇，我不是故意的。黎黎吓得手忙脚乱地缩回手，然后就看到对方的腿飙血了。对不起，我去给你找创可贴。说着他就要起身，结果被一把拎了回来。阮玲安随手抹了下腿上的血，并不将那点小伤放在眼里。你这小东西，就是我爸新带回家的小拖油瓶。黎黎歪了歪脑袋，努力把眼前人和爸爸随口说过的几个哥哥的情况对应，然后试探着开口：你是三哥哥。阮玲安往旁边的小凳子上一坐，双腿伸开老长，显得那凳子格外的小。说吧，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报复你？他随手拿过旁边的戳针，在手上转了转，不如把你尾巴上的毛都剃了怎么样？黎黎惊恐地缩起了自己的尾巴，这个哥哥好可怕呀，脑袋好像都不怎么正常的样子。他脚丫子在地上磨蹭几下，转身就想要跑，结果才跑几步尾巴就被抓住了。呜，三哥哥你快放手！黎黎疼得眼泪都飙出来了，小手还在不断拍打着阮玲安的手背，结果一不小心碰到了通讯器，不到3秒，对面的人就接通了。阮峰四的投屏出现的那一刹那，三个人六目相对，是黎黎啊，怎么有时间给哥哥？阮峰四原本带笑意的脸，在看到眼前的情况时迅速黑了下来。阮玲安，震怒的声音从虚拟投屏内吼出来，惊得阮玲安虎躯一震，他低头看了眼被自己抓着的某个小屁孩，黎黎也很无辜的看着他，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哦，你在干什么？还不快把叔叔放下！你是不是打他了？阮玲安1米9的大个子，有9米1的反骨，他抬着下巴一脸欠揍的样子，打了又如何？阮峰四咬牙切齿，眼里带着怒火，你给老子等着！黎黎赶紧摆手，大哥哥没有，三哥哥没打我。听到黎黎的话，阮峰四这才放松了些，结果阮玲安又开始作死，不过我马上就要打了，我还要把他的毛都剃光。黎黎愁的耳朵都耷拉下来，三哥哥没救了，等死吧！果然，对面的人彻底脸黑了，留下警告的话就挂断黑屏，大概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了。阮玲安却是一点都不带怕的，把手里拎着的黎黎放下，还把管家给他准备的水果全都倒进了嘴里。黎黎揉了揉发痛的小屁股，又看了看阮玲安还在冒血的大口，觉得三哥哥的脑袋可能真的有问题。最后他还是噔噔噔跑进屋，抱来了大大的医药箱，又紧张又担心的开始给阮玲安处理伤口。只要帮三哥哥包扎好，他应该就不会要剃掉自己的尾巴毛了吧？可是自己也不是故意的呀。此时的黎黎脸颊鼓鼓的，有点张牙舞爪的样子。阮玲安心中觉得好笑，他真的从来没见过连生气都这么萌的小东西。这时管家也跟着走过来，心想看来三少爷和小姐相处的也不错嘛。但是当他看到黎黎手上的血迹，顿时大惊失色。小姐你的手怎么了？他连忙3步并作2步走上前，抱起黎黎那叫一个痛心疾首。别怕，我这就叫医生来。说着不等黎黎开口就拨打了一个电话，喂，是肖医生吗？我家小姐受伤了，赶紧到元帅府来一趟，要拿最好的。对，立刻马上，很严重。阮玲安看着那小东西傻乎乎的模样都无语了。管家你是老眼昏花了吗？我怎么记得以前我们3兄弟打架把牙齿都打掉了，你也只是随便给我们喷了点药就完事儿了，怎么的？你这还双标起来了是吧？这时黎黎也把手上的血擦了擦，管家爷爷，我没受伤的，受伤的是三哥哥。闻言管家也看向阮玲安，脸上也恢复了公事公办的表情。这样啊，那少爷您要不要回忆一下，从前你们一天打几10次，您觉得还有必要请医生吗？说完他又掏出一块手帕，仔细的替黎黎擦了手，然后转身去通知医生不用上门了。临走还恨铁不成钢的看了阮玲安一眼，仿佛在责怪他居然弄伤了自己，还要害得黎黎小姐担心。阮玲安的伤刚包扎好，阮峰四就带着一身黑气回来了。兄弟2个相见没有半分温情，反而活像仇人似的分外眼红。黎黎都还没反应过来，阮玲安忽然就翻过桌子跳了出去，直接和阮峰四打在一起，滚出了别墅，然后变成2只巨兽互扇巴掌，那么大的爪子打得前院的草皮都被掀起来了。阮玲安的兽形是一头金黄色的狮子，一狮一虎打作一团，黎黎都不敢靠近，只有站在门口干着急的粉。大哥哥三哥哥，你们不要再打了，这是什么兄弟啊，比塑料兄弟还不如。大哥哥快住手，你再打，三哥哥就真成傻子了。现在黎黎已经十分确定，三哥哥的脑子就是有问题，明明打不过大哥哥还要一直挑衅。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阮玲安抽空嚎了一嗓子，你才傻你个小傻子，然后又吃了阮峰四2个大逼斗，那虎掌拍下去真的是啪啪响，抽的阮玲安脑瓜子嗡嗡的。然后阮峰四熟练的在地上刨了个坑，黎黎有点懵，这是要干嘛？很快他就知道了。
阮峰四刨坑的速度特别快，随即叼着阮灵安的后颈皮就往坑里丢。不是喜欢动吗？我看你动不了还怎么打人？看着大哥哥熟练的把三哥哥丢到坑里，然后像买屎一样飞快的往里填土，很快就只剩一个狮子脑袋嗷呜乱叫。黎黎的表情有一瞬间空白，此时人类形态的他听不懂兽语，但不妨碍他从那狮子头的表情里看出他说的不是什么好话。但阮峰四跟没听见似的，扭头用后脚撅了一堆泥巴过去，整个世界安静了。然后他颇为轻快的走到妹妹身边，抬起前爪恢复人形。走吧黎黎，咱们去吃饭。饭桌上丰盛的晚餐已经摆放好了，管家爷爷笑眯眯的招呼黎黎，家主今天应该会回来的晚一些，小姐先跟大少爷用餐吧，不必担心三少爷，他们兄弟很久没玩得这么开心了。黎黎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您确定这真的是在玩吗？吃饭的时候黎黎还时不时的往院子外看去，脸上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这会阮灵安已经呸干净了嘴里的土，院子里又时不时的传来嗷嗷叫的声音。大哥哥三哥哥是不是知道错了？阮峰四淡定摇头，不，他在骂我傻逼，还说迟早会把我揍成猪头。黎黎果断继续吃饭。好吧，三哥哥还是继续埋着吧。吃过饭没多久，阮潇便回来了。黎黎一听到脚步声，立刻倒腾着小短腿哒哒哒的跑过去迎接，同时他也发现爸爸一进门，外面的三哥哥就没动了，一整个装死的状态。黎黎忍不住在心里偷笑，看来他发现了三哥哥的弱点了。阮潇对于三儿子被埋在地里毫无意外，只是冷冷看了院子一眼，过2天来军团一统，言下之意不是喜欢打吗？那就到他那里去打个够。阮灵安的大脑袋抖了抖，怎么回事？感觉他爸有点针对他，但是反骨仔阮老三怎么可能服软？他在管家的搀扶下爬出坑来，变回人形，拍拍身上的土，去就去，谁怕你啊？阮峰四给了他一个看傻子的眼神，这蠢货等着挨揍吧。阮潇也没理兄弟俩的眉眼官司，而是转头看向黎黎，视线明显柔和了许多。法庭那边准备明天开庭，黎黎想不想去？黎黎抱紧了手里的杯子，想了想，然后郑重点头，我想去。他明白爸爸的意思，那个虐待过他的女人，黎黎从来没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妈妈，在自己出生之后，哪怕她对自己有一点好，黎黎可能都会心软替她求情。但萧元一怎么也想不到，黎黎一出生就是有记忆的，记得她总是给她喝冰凉的奶粉、劣质的营养剂，甚至在她第一次变成星兽形态之后，愤怒的差点掐死她。这一切黎黎都没跟爸爸和哥哥讲过，但她不知道的是，阮潇已经亲自撬开了萧元一的嘴。这一次公开审判，也是希望黎黎能够跟过去的一切做个告别。这时阮灵安饶有兴致的凑上来，爸打算告谁？还有人需要他亲自出手，那人可真是幸运。黎黎攥了攥小拳头，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然后就被阮潇一把拎在怀里，走，陪爸爸去书房。第2天出发的时候，意外的是阮灵安也跟来了。阮潇和阮峰四都没多说什么，但是坐上悬浮车的时候，阮灵安看着车内的布置，简直怀疑他爸是不是提前老年痴呆了。这些是什么？他指着车内的玩偶，还有颜色鲜嫩的软垫和小毯子，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合适的形容词。这时黎黎也被抱车上去，熟门熟路的坐在软垫上，正抱着猫猫玩偶看他。我还是去坐大哥的车吧。阮灵安无力的扶额，转头向另一辆悬浮车走去，然后再一次痛苦的差点撞墙。阮峰四，你脑子被虎吃了吧？怎么比老爹那边还多？你俩是被那小丫头下药了吗？啊，我死也不要跟这些玩意坐一起。阮峰四一脸凶相的斜眼看他，爱做做，不做滚。还有以后别在我和爸面前说这些，小心我揍不死你。看大哥这样子，阮灵安撇了撇嘴，真不知道那便宜妹妹有什么好的。然而他脑子里忽然闪出那小家伙一边含着泪花，一边给自己包扎伤口的样子。好吧，也不是一无是处。然后他又问起了昨天的问题，咱们元帅大人要告的到底是谁？阮峰四淡淡开口，黎黎血缘关系上的母亲。阮灵安一句卧槽牛逼冲口而出，这真是他意想不到的。说实话，在没回来之前，他还真以为自己老爸长了第2层了，叛逆如他，当然不想家里来个女人自己还得叫他妈。只是回家后却只发现了个便宜妹妹，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有些好奇，谁能想到呢？第2天就听说那女人被他爸送上军事法庭了，啧，有点意思。这时悬浮车已经到了法庭门口，阮家人依次下车，在长椅上坐定。这场法庭关乎元帅，哪怕阮潇不想，也注定会被外人关注着。很快2个被告都被带了上来，萧元一穿着囚犯的衣服，带着镣铐走上被告席。他一眼就看见了坐在第1排被养的气色极好的黎黎，而且阮元帅以及2个儿子都坐在他身边。萧元一眼睛顿时一亮，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抓住他的人，同时冲黎黎大喊，黎黎，我是妈妈，你快救救我，快求求元帅救救我。他表情有些狰狞，原本姣好的容貌在监狱生活的搓磨下，早就已经憔悴的不成样子。黎黎只看着他，抿唇没有说话。阮潇和阮峰四同时抓着他的小手，给予他无声的安慰。阮灵安抱着胳膊翘着2郎腿，眉眼冷酷的看着那女人，从刚开始的求便宜妹妹帮忙，到后面见她无动于衷，便开始破口大骂侮辱起来。他的表情也跟着许厉起来。他们阮家的人，就算只是私生女，也容不得一个外人来欺负。阮灵安抄起旁边的瓶子，朝着萧元一就砸了过去，速度快得让人看不清。只听萧元一惨叫一声，鼻子和嘴巴都流血了。哐哐哐，请原告家属不要扰乱法庭。被警告的阮灵安靠在椅子背上，很随意的哼了声，知道了。黎黎很意外的偷偷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想到他会出手。其实若不是阮灵安出手早了那么0.01秒，阮潇和阮峰四也要动手了。他们2个看着萧元一的眼神早就带上了杀意。在星兽帝国，因为孩子太能拆家的原因，想要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少，因此国家对幼崽是十分保护的。而事实上，即便是嘴上说着要把自己孩子扔了的父母们，在孩子未成年之前也是对孩子很照顾的，特别是母亲，自家的崽子自己打可以，但别人打就不行，相当护短。而萧元一的情况就很恶劣了，不仅胆子大的偷到元帅基因，甚至还在孩子出生之后虐待他。当法官宣读
读口供的时候，所有人厌恶地看向萧元仪，连阮灵安都愣住了，然后面色有些复杂地看了看李李。最终萧元仪被判终身监禁，而帮助他操作的医生也被从其他星系抓回来，被判剥夺行医资格，监禁100年。等萧元仪被带走了，李李抿着小嘴巴，微微吐出一口气，小脸有些白。阮萧和阮风四都拉着他的手没放，陪他安静地坐着。喂，你不会还对这种人心软吧？阮灵安有些歉歉的声音响起，要是对这种人都能心软，可别怪我瞧不起你。闭嘴！阮萧和阮风四异口同声，然而李李的声音也同时响起，我才没有心软，我只是……他抓着爸爸和大哥哥的手，让李李最不好受的是，萧元仪骂他的时候还骂了爸爸和哥哥他们，以及当众说出他精神力只有 F 级。他很担心会给阮家带来耻辱。阮萧一看他这小脑袋在想什么了，他抬手揉了揉女儿软软的头发，没人敢说我们什么，你只需要记住，你永远是阮家人。然而这个案子终究还是被传到网上去了，事关阮元帅的八卦，传播的速度简直比长了翅膀还快。你们听说没？那女人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盗取阮元帅的基因，就是那孩子太可怜了。听说他的星兽形态是什么残兽，而且精神力只有 F，会不会是假冒的？我记得阮元帅一家的精神力好像都很强吧？等等，这孩子不会就是之前热搜上那个可爱团子吧？这么算来，她可是私生女啊，怎么会和阮家几个儿子关系那么好？不是吧？反正我是不相信真有原配的孩子会喜欢私生女的。网友们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发散，但很快类似的话题就都消失不见了。很显然有人在压制这件事。等到李李回家之后刷新网时，事情早就被平息了。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是一则与爸爸有关的国家新闻。这个人好像有点眼熟呀，不确定，再看一眼。画面中，爸爸一身军服，走在一个黑发青年身后。黎黎突然瞪大了眼睛，这个不是阿尔默吗？再看看下面的介绍，星兽帝国陛下携几位元帅伯爵等拜访海族王。陛下。黎黎抖了抖自己的小耳朵，阿尔默竟然是这个国家的陛下吗？不过惊讶过后，他倒是有些恍然大悟，怪不得阿尔默会让爸爸给自己送信，这能不认识吗？不过惊讶过后，黎黎倒是没其他多余的情绪了，毕竟他认为他们以后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了。伸了个小懒腰，黎黎站起来走到窗台边，给自己种的几盆小盆栽浇水，其中有一盆名为繁星的花，这种花朵是银白色，还带着点天空蓝，在晚上的时候像是能够发光一般，很好看。黎黎无意间查到过这花的价格，也是相当好看，一盆繁星花拍卖价格2000万。当时看到网上的图片的时候，黎黎震惊的抱着终端跟自己房间这盆来回比对，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一模一样。黎黎都傻了，大哥哥送他的花怎么这么贵？而且据说这种花很难开花，因为这个世界的土地受到严重的污染。没错，又是那个 F 污染源，脆弱的植物在土地中很难生长起来。可自己才养了10几天，就已经冒出星星点点的小花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繁星呢？黎黎也搞不清楚了。不过都养了这么长时间了，继续养着吧。黎黎也没过多纠结，他继续点开终端，买了一些养花用的肥料，又买了些处理好的细藤，打算边腾球给自己玩。没有猫猫能拒绝球球的吸引，然而在这个世界，玩具球都是又重又结实，根本不是他一只小小的布偶猫玩的动物。毕竟对星兽崽崽们来说，不重不结实的玩具都跟纸糊的差不多。第二天收到细藤后，黎黎就迫不及待给自己做了一个漂亮的藤球，然后化身猫猫形态，拉着机器人小米玩了起来。阮家庄园的草坪很大，黎黎玩得十分开心，不知不觉就跑到了庄园的边缘。结果陪他玩球的小米一个不小心，把球踢到墙外去了。对不起黎黎，我用的力气太大了。喵喵喵，没关系，我去捡回来就好了。然而围墙太高，他翻不过去，想要出去又要绕好大一圈。黎黎后知后觉地吐了吐舌头。等等，对面好像也是个庄园，和爸爸的庄园比邻而居。他要是过去的话，算不算闯进别人家里去了呀？黎黎，你看，这里有个洞。忽然小米的声音传来，黎黎甩了甩毛茸茸的尾巴，踩着小步子走过去，扒拉开草丛一看，还真的有个洞，但绝对不会狗洞，因为狗狗没有这么小的，连小米都过不去，倒是能让他的小身体钻过去。黎黎蹲坐在那小洞前，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探头探脑的往洞里面看了一眼，立刻就看到他的球了。对面也是一片草坪，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才能隐隐看到一栋别墅的轮廓，而且还有一片竹林挡着，应该不会有人往这边来吧？那他去把球捡了就回来。纠结了2秒，黎黎还是小心翼翼的把只有探了过去，只需要一下下，他把球拿回来就好。黎黎有点做贼心虚的紧张，几乎是小跑着蹭到自己的藤球边，然后推着球就想要往回走。忽然天空落下一道巨大无比的阴影，黎黎只来得及抬头看了那么一眼，一个庞然大物就落到了面前。喵喵，比爸爸还大，全身黑色，覆盖着坚硬的鳞片，尾巴有树干那么粗，正好挡住了那小小的洞口。他脚步落下的时候，黎黎甚至都被震动的微微弹了起来。他很是僵硬的抬头，然后对上了一双金色的，瞧着比太阳还璀璨的眼睛。这下黎黎都不是害怕，他直接被吓得昏了过去。雪白的布偶猫猫肚皮一翻，直直往后倒了下去。阿尔默也给吓坏了，他赶紧变回人类的形态，走上前将晕倒在地上的猫猫给抱了起来。他也是才搬过来，黎黎刚钻过来，就被庄园内无处不在热感应监控器给发现了。远远看到小家伙那滴溜溜的眼睛，阿尔默就能断定这只小小软软的星兽就是黎黎，因为除了他，全星际找不到第二双如此清澈干净的蓝色眸子。阿尔默本想来个霸气且华丽的出场，却没想到霸气是真霸气了，但直接给这小东西吓晕过去了。小家伙你怎么这么小，胆子也小。阿尔默拖着黎黎的小身板，好笑之余又有点心虚。
明明是全宇宙最乖的猫仔仔，居然跟哥哥们学会了拆家，还钻猫洞溜进隔壁别墅玩耍。谁知隔壁住的竟是星兽帝国的黑龙陛下。猫仔仔刚冒出个小脑袋，就对上了一双比他身体还大的金色眼睛。莉莉吓得小肚皮一翻，直接四脚朝天晕了过去。黑龙阿尔莫也给吓了一跳，赶紧变回人类的形态。他本来只是想来个霸气的出场，可这小家伙怎么这么不惊吓呢？等到莉莉再睁开眼睛时，还有点搞不清状况。你醒了。旁边传来的声音将他吓得毛都炸了，然后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喵喵，阿尔莫，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莉莉挂着2刀泪，使劲把自己往阿尔莫的怀里塞。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么黑还那么高的怪物？而且他的眼睛也超级大，还金灿灿的。金灿灿，莉莉的眸子对上了阿尔莫的眼睛，猫猫脸上露出狐疑的表情。阿尔莫也无辜的回望他。至于他在说什么，阿尔莫选择性的表示自己没听懂。什么怪物？他不知道，他只是一个把晕倒的猫猫捡回来的好心人吧。靠在阿尔莫温暖的怀里，莉莉总算平复了心情，然后他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自己还是猫猫的样子吗？完了完了，现在要变回人吗？可是这个姿势也太尴尬了吧。阿尔莫可不管他的纠结，抱着猫仔仔就坐到了桌边，桌上放着一盘香喷喷的小鱼干，霸道的香味直往猫猫鼻子里钻。这是我特地吩咐厨房给你准备的，你尝尝看。不知道是因为小鱼干太香，还是阿尔莫笑得太好看，反正等到莉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在吃阿尔莫喂的第5根小鱼干了，甚至发出了呼噜呼噜让人听着很舒服的声音。阿尔莫只觉得心尖上有个小爪子在挠，很想把猫猫抱起来入耳，且无师自通的想要吸它软乎乎的小肚子，但又怕会吓着小家伙。他眼神略微遗憾，到底怎么才能把猫猫抢过来养呢？要不想办法让阮元帅打自己一顿碰个刺吧。莉莉可不知道他的危险想法，他打了个小小的饱嗝，有点不好意思的舔了舔爪爪。刚刚他才想起来，这个才认识不久的朋友其实是星兽帝国的皇帝来着。他就这么想用皇帝陛下投喂，真的好吗？阿尔莫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其实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他指了指自己佩戴在身上的中国结，上次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很喜欢，希望你能够再帮我制作几个，用来搭配我的宝石。莉莉终于逮到机会，恢复了人类的模样。一大一小2人对坐在桌边喝着奶茶，莉莉这才知道这位尊贵的皇帝陛下居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你不知道，我从小运气就不好，羽族送我的一神花放在我宫殿里不到1天就死，海族送的吉祥物彩锦鱼一路上都好好的，刚到我那里就开始翻肚皮口吐白沫，好几次差点酿成外交事故。莉莉捧着一杯奶茶听着，表情越来越同情，所以后来其他种族再也不给我送活物，都改成送各种宝石。阿尔莫温柔地看着莉莉，所以希望你能收下这块蓝宝石，作为我们第2次见面的礼物，毕竟除了这个我也没什么能送给你的了。莉莉被他说得晕晕乎乎的，总觉得哪里不对，但还是被忽悠着收下了。2人又开心地聊了许久。就在阿尔莫怎么盘算着把人多留一会时，阮萧亲自上门来接女儿了。他还穿着军装，很显然是才从军部赶回来的，依依不舍地将黎黎交到阮萧手中，又让人把打包好的小点心给黎黎带上。阿尔莫目送着父女2个离开的背影，狡黠地摸了摸下巴。这小东西无论是人类还是星兽形态，简直都长在了他的心趴上。自己搬来和阮元帅做邻居，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另一边，黎黎已经把自己钻洞过来捡球，然后被怪物吓晕的事都告诉了爸爸。阮萧顿了顿，那怪物长什么样子？黎黎靠在爸爸怀里仔细想了想，全身黑色的鳞甲，尾巴有点像是蛇的尾巴，还有很大很大的黑色翅膀。阮萧嘴角抽了抽，他已经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了。陛下一个100多岁的人，竟然还吓唬小孩子，可真是出息。在选择保护陛下脸面和女儿之间，阮萧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那是陛下的星兽形态，他那个人有些怪，你不用理他。真的是阿尔莫。黎黎忍不住抬手捧住脸，其实他之前也有点怀疑的，可是阿尔莫人很好呀，他自己都那么倒霉了，还送给我漂亮的石头呢。我本来觉得太贵重了，可是他说他有很多，所以经常送给别人宝石。啊呸，他经常送个屁。阮萧忍了又忍，才没在女儿面前爆粗口。龙族那种只进不出的物种，还送宝石呢，别人一个钢镚都别想从他们身上扣出来。然后他就看着女儿拿出来的蓝宝石沉默了，那是只有海妖王族才能拥有的幻海星石，饶是在陛下的收藏中也算是极品，这让阮萧不得不警惕起来。陛下究竟想要做什么？他深深吸了口气，对女儿叮嘱道：陛下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我们不能去打扰他。黎黎乖乖的点头表示明白。阮萧很欣慰，对女儿他还是很放心的。但英明的元帅大人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女儿是很乖的，但某位陛下是相当叛逆的。第2天阮萧去了军部，黎黎一个躺在窗边吊篮内的小窝里，正舒服的晃着大尾巴发呆，管家就一脸便秘的走了进来，身后是笑容满面的阿尔莫。你好呀黎黎，我是来送你昨天忘记的东西的。说着阿尔莫拿出一个漂亮的藤球，黎黎看到那个藤球，顿时就想起来自己昨天被吓晕的事情，小眼神有些幽怨的看了阿尔莫一眼，然后又心虚的收回视线，毕竟是他偷溜进别人家在先的。阿尔莫假装没看到猫猫的小眼神，这个是怎么玩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小球，这个叫藤球，是我自己做的。黎黎奶声奶气的解释，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布偶猫猫的样子，和阿尔莫玩起了球。猫猫圆溜溜的眸子看着对面的黑龙，他显然刻意压制了体型，但是对黎黎来说还是太大了。黎黎犹豫了下，还是把藤球丢了过去，就见阿尔莫轻轻一个甩尾，藤球化作天上的流星不见了。黎黎小爪子啪的一拍脑门，他到底是怎么被忽悠的答应和阿尔莫玩藤球的？球没了，一猫一龙互相大眼瞪小眼，最后阿尔莫尾巴摇了摇，黎黎，我带你也体验一下飞一般的感觉。黎黎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这个意思，没等他回过神来，黑龙就展翅起飞，同时一爪子捞起了毛茸茸的小盘子。拿着点心出来的管家瞧见这一幕，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小姐！他甚至大逆不道的想将手里的盘子给那位陛下砸过去，不过有了之前跟哥哥玩滑翔翼的经验，黎
黎黎倒是没有特别的害怕。黑龙的爪子很大，阿尔莫也很小心，冲破云层后飞行的十分平缓。黎黎甚至能扒开阿尔莫的爪子，探头出去看风景。喵喵，原来云层之上是这样的，那边的云好像一只狗狗啊！看小家伙越来越兴奋，阿尔莫索性带着他四处转悠。然后不远处一团黑影仿佛带着雷光笼罩了过来。黑龙在空中来了个紧急刹车，拍着翅膀转身就跑。该死，又来了！他就知道今天都飞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倒霉，他还以为转晕了呢。金鸡黑龙陛下为了吸猫，故意打飞猫仔仔心爱的球球，然后不由分说带着它飞出去寻找。匆匆赶来的管家见状急得跳脚，就算是陛下也不能诱拐，万一吓到他家小姐怎么办？然而被带到空中的李李却十分兴奋，小爪爪扒拉着四处张望。喵喵，原来云层上是这样的感觉。可还不等他看清周围的景色，突然一团黑影带着雷光笼罩了过来。黑龙在空中来了个紧急刹车，该死！一时兴奋忘了自己的倒霉体质，李李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对不起，阿尔莫，是我乱动打扰到你了吗？没有，你先躲起来。阿尔莫早就被雷劈习惯了，但是他怕会伤到李李，于是用全部的精神力包裹住李李。就在他咬紧牙关打算硬扛下雷击时，却见眼前的雷云像是有意识一般，竟然缓缓分开了一条通道。阿尔莫愣了愣，然后立刻俯冲下落，一龙一猫落入一片森林中，雨几乎是跟着他们一起落下来的。阿尔莫展开巨大的翅膀，一滴雨都没有落到李李身上，而且这次他的运气出奇的好。很快找到了一个山洞，洞里面黑漆漆的。阿尔莫顺脚勾过来一堆枯枝，张嘴一喷，一丛火焰就燃烧了起来，瞬间照亮了整个山洞。然后他们就和原本住在山洞里的一只剑熊大眼瞪小眼。那是一只生活在山林中的异兽，背上长满了棕色的锥状物。意识到自己的领地被闯，剑熊刚想张嘴抗议一下，没想到阿尔莫抢先抬起尾巴一扫，那么大一只熊就被他甩出了洞口，然后嗷呜一声灰溜溜的跑了。黎黎都懵了，这么明目张胆真的好吗？阿尔莫根本没有抢了别人地盘的自觉，刷刷几下把一些垃圾扫到火堆里，然后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张干净的毯子铺到地上，自己也变回人类形态，抱着猫猫坐下。怎么了？被那只熊吓到了？修长的手指在猫猫脑袋上轻轻戳了下。黎黎眨巴眨巴眼睛，怪不得他的藤球会飞出去不见了呢，那个尾巴真的好凶啊！见他不出声，阿尔莫摸了摸他毛茸茸的耳朵，又捏住他粉粉的小肉垫，还不要脸的凑到嘴边亲了亲。黎黎简直惊呆了，爸爸这里有流氓！最后阿尔莫直接掐着猫猫的小嘎吱窝将它抱起来，然后在猫猫惊恐的目光下，把脸埋在了软乎乎的小肚皮上，猛吸了好几口。喵喵喵，猫猫四只爪爪都不知道往哪放了。这个人他居然吸猫，吸猫一时爽，一直吸猫一直爽。不知过了多久，在黎黎的小白眼中，阿尔莫捏捏他的小直悠直悠，很没诚意的道歉：抱歉啊，看到你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吸一口。黎黎生无可恋的趴在他腿上，一动也不想动了。讨厌倒是没有，因为他还挺理解阿尔莫的。要是有一只可爱猫猫在自己面前，他肯定也会抱起来狠狠吸一口。然后他就摸了摸自己的小肚肚，软趴趴的。饿了吗？我去打猎。阿尔莫好像看透了黎黎的心思，他揉揉猫猫的小脑袋，然后起身消失在雨幕中。黎黎乖乖的趴在山洞口的一块石头上，并没有听到夹杂在雨幕中窸窸窣窣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有什么东西碰了碰他的脚，黎黎顿时被吓了一跳。不会是蛇吧？他浑身的毛炸成了蒲公英。喵喵喵，快走开！布偶猫猫张牙舞爪的给自己打气，对着空气挥舞了半天猫猫拳，终于看清了碰到自己的是什么，一根藤蔓。黎黎眨巴眨巴眼睛，有些尴尬的放下爪爪。哎呀，自己吓自己，应该是藤蔓被风吹过来了吧。黎黎拍了拍小胸口，踩着小步子哒哒哒往外走了2步，打算看看阿尔莫回来了没有，却不想好好的走着，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下，整个白茸茸的团子都滚出去了，但没摔地上，因为无数藤蔓一起涌进山洞，藤蔓扑在地上把他给接住了。黎黎顿时喵嗷一声，并没有觉得开心以及庆幸，他的毛又炸起来了。什么呀？那些藤蔓是活的！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小猫咪瞬间眼泪汪汪，刚哭了2声，外面的雨幕中就传来愤怒的龙吟声。围着黎黎的那些藤蔓顿了顿，然后飞快退出了山洞，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猫猫抱着自己的脑袋瑟瑟发抖，下一秒落入了一双温暖的手中，鼻尖传来熟悉的气息。猫猫委屈的扑到阿尔莫怀里，喵呜喵呜，像是的撒娇又像是告状，他快被吓死了。差点以为猫猫就要没了，被这么软乎乎的一团糊上来，阿尔莫心都又愤怒又自责。他离开的时候探查过这片地区，为保安全还留下了一片龙鳞，谁想到居然会有变异植物主动摸过来，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不过差点让黎黎陷入危险，的确是自己的错。他抱着可怜巴巴的猫猫安抚了半天，不怕不怕，等会儿我就带你去报仇，把那株变异植物清除了。变异植物，黎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词，他耳朵抖了抖，从毛团子变回人类崽崽。然后视线落到了地上，哪里散落着10几个黑紫色果子，外形很像蓝莓，但一颗就有鸽子蛋大小。阿尔莫也砍不过去，黑莓果，奇怪。阿尔莫眯了眯眼睛，变异植物这种东西大部分和他们龙族一样抠门，就算结的果子成熟到烂地里了，他们也不愿意被人轻松得到，更加不会粗心到将品相这么好的果子留在地上。那么这些东西是那变异植物故意落下的，但是怎么可能？怀里的黎黎却耸了耸小鼻子，这果子闻起来好香呀。见状，阿尔莫不由失笑，在确定这些黑莓果都没问题后，就将果子递了过去，吃吧。黑莓果饱满多汁，还没有籽，一口下去超级满足。黎黎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阿尔莫看得嘴角上扬，然后动作麻利的处理好抓来的猎物，从指环空间中拿出工具开始烤肉。黎黎看着他的动作，终于问出了自己很想问的问题：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不是他凡尔赛，
实在是阿尔莫身为皇帝陛下，不仅陪他玩，还亲自烤肉给他吃，感觉好不真实哦。阿尔莫好笑的看了看他皱巴巴的小脸，你就当我想养一个吉祥物吧。李李顿时脸色爆红，有些气鼓鼓的将小脑袋偏了偏，我才不是吉祥物呢。阿尔莫一边控制着火候，一边笑着看向李李，你还记得我是个很倒霉的人吧？我们在医院第一次见面，就是因为我外出时被一颗小行星砸了，整整住院了3天呢。李李嘴巴里塞着肉，眼睛睁得圆溜溜的，被小行星砸了3天，这个人到底是运气更可怕还是体格更可怕？可自从遇到你，我感觉自己的运气变好了，就像今天遇到雷云都没有被击中呢，所以你就是我的吉祥物。李李张了张嘴想要抗议，结果什么也没说出来。要是能让阿尔莫的运气变好一点点，那吉祥物就吉祥物吧。等到2人吃饱喝足，外面的雨也停了，李李看看剩下的4颗黑莓果，我可以把这个带回去给爸爸和哥哥吗？阿尔莫拍拍手，把猎物的骨头架子一把火烧了，不用这么结实，咱们打劫变异植物去。李李想了想，那能不伤害变异植物吗？他好像没有对我怎么样的，是我自己胆子太小了。阿尔莫微微挑眉，可以啊，你说怎样就怎样。不多时，阿尔莫就带着他的小吉祥物找到了那株变异植物的地盘，在他踏入的瞬间，铺天盖地的藤蔓如小蛇一般缠绕上来。阿尔莫毫不在意地打了个响指，无数藤蔓瞬间被烧成焦炭。李李有些不忍心地蹲下身子，就在这时，一条藤蔓咻的一下弹起，朝着他就飞了过来。猫仔仔只是帮变异植物松土，竟让狂暴的藤蔓竟停止疯长，甚至剧毒的树莓都恢复了健康。一时间，满山的植物都惊呆了，这是哪来的天使仔仔？可就在他们争先恐后要跟仔仔贴贴时，一旁的黑龙却突然喷出一道火焰，他不能冒险让这些变异植物接近李李。见状，李李赶紧伸出猫爪爪拉住他，阿尔莫，你别伤害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然而话音未落，一条被烧得半死不活的藤蔓猛地弹起，迅速朝着李李飞来。阿尔莫心中暗道不好，却见那藤蔓啪地扣在李李手腕上，首尾相接，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手镯。这下就连见多识广的阿尔莫都有点懵了，他居然从一条藤蔓身上看出了谄媚。李李有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爪爪，这个要怎么办啊？喜欢就留着吧，就是丑了点，都怪我的龙焰太强大了。阿尔莫有点自恋地抚了抚衣摆，藤蔓在李李的手腕上扭了扭。别问他一只植物为什么会想爆粗，换谁都得爆。然后他抬头看了看李李无辜的小脸，轻轻抬起藤蔓，尖尖指了个方向。李李顿时眼前一亮，阿尔莫，我们去那边。小藤说那边有宝贝。闻言，藤蔓立刻疯狂摇摆，他只想带李李一个人去，才不要把自己的宝藏便宜了那个凶残的家伙。然而他最终屈服在了李李的可爱暴击之下，指引着一大一小来到不远处的山脚下。阿尔莫搬开一块石头，露出了一个不算大的洞口，别说里面还珍藏了不少好东西，可以用来做盔甲的异兽骨和毛皮，还有各种变异植物的果实等等。阿尔莫一整个震惊了，倒不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多稀奇，而是他居然也有找到宝藏的一天。他忍不住摸了摸李李的小脑瓜，你果然是我的吉祥物。李李鼓了鼓腮帮子，这个人怎么总是奇奇怪怪的。然后阿尔莫就把李李抱到了一根高高的树枝上坐下，自己化身成一条黑黢黢的龙，爪子抵住洞口开始挖土，远远看着就像一只大狗子似的。等到洞里的东西全部露出来，小藤蔓已经得意洋洋的在李李手腕上跳起了舞，这些都是他的宝贝。然而下一秒，阿尔莫已经将所有东西收进了一个空间指环，然后往李李手里一塞，这破草家底还挺厚，不过现在是我们的了。没错，龙就是这么不要脸。李李的小脸还没有那么厚，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出乎意料的，那条藤蔓却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反正他已经决定缠着这个小幼崽了，其他人察觉不到，但是变异植物对气息感知的特别明显。李李身上的气息柔和且治愈，就算他刚被那只龙重创，只要待在这个崽崽身边，很快就能恢复。看着在自己手腕上各种扭动的藤蔓，李李笑得眉眼弯弯，你要和我一起回家吗？藤蔓疯狂点头，一旁的阿尔莫则是若有所思，这货真的是变异植物吗？怎么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最终阿尔莫带着李李满载而归，保护好他，这句话是对藤蔓说的。就在他展开翅膀起飞的一瞬间，藤蔓忽然变长，像个安全带一样牢牢将李李固定在龙身上，还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屏障。小幼崽连一根毛都没有被风吹乱。1个小时后，他们回到了元帅府。黑龙落地的瞬间，管家也出来了，那眼神简直想到了皇帝陛下。跟在后面的骑士长假装没发觉，然后他就看见了缠绕在李李手腕上的藤蔓。骑士长瞳孔微缩，那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植物的样子。那边老管家也看到了自家小姐的新饰品，这个是？李李想了2秒，然后回答：宠物。除了宠物，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阿尔莫似笑非笑，这宠物可不得了。他手一扬，一堆东西出现在了院子中，还有这些，他的宠物带的安家费。管家脸都麻了，所以你们2个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短短1天不到就过得好精彩的样子？饶是见多识广的骑士长奥斯，此刻也很错愕了，这啥实力啊？竟然把变异植物当成宠物，他们陛下都没这本事，不是他贬低自家陛下，就他那倒霉运气，就算是普通植物见了他都得翻白眼，用烂果子砸他。李李不清楚这些，他刚刚收到了爸爸的消息，说今晚要加班不能回家了，送走了阿尔莫和奥斯。李李有些蔫蔫的，那边管家刚给李李开了个小型藏宝阁，把今天的战利品都收藏了起来。大哥阮风四就回来了，他看到自家妹妹手腕上的变异植物，也是惊呆了，这变异植物宠物？阮风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变异植物对所有生物都平等的嫌弃，哪怕是同类也经常斗得你死我活，可现在居然有一株变异藤死赖着他妹妹。当然这变异植物对别人还是很嫌弃的，比如他一靠近就差点被抽，然后李李一根手指头按下去，那藤蔓就彻底老实了。所以他妹妹这是什么神奇的魅力？阮风四有些头疼，这事儿除了我还有人知道吗？洗白白的李李坐在床上乖乖回答，还有管家爷爷，还有阿尔莫和他的手下。阮风四忽然就觉得没什么排面，
所以他竟然是第4个知道的人吗？等等，阿尔莫，这名字怎么感觉有点耳熟呢？就是陛下呀！黎黎诺诺的回答。陛下。阮峰四吓了一大跳，你怎么和陛下认识的？黎黎很诚实的说了认识的经过。阮峰四有点无语。行吧，那除了现在知道的人，其他人别随便说了。黎黎眨眨眼，那爸爸和亲然哥哥呢？阮峰四一扶额，说吧，就是这个秘密，知道的人是不是就有点太多了？第2天一早，哥哥去上班后，黎黎就跑进了厨房，研究怎么把带回来的变异水果做成糕点。这时，一辆陌生的悬浮车停在了元帅府外，管家一见，赶忙恭敬地迎上去。不多时，正在厨房忙活的黎黎刚摘下烘焙手套，突然觉得身子一轻，一个高大的老者从背后将她抱了起来。哈哈哈，我阮家终于也有女孩子了。老者声音十分洪亮，黎黎的小身子都能感受到她笑起来的震动。这时，管家也笑眯眯地走来，小姐，这是元帅的父亲，也是你爷爷。其实黎黎已经猜出来了，因为从老者脸上能看出一些爸爸的影子。不对，应该说是爸爸有些像他。黎黎有些紧张地开口，爷爷好。哈哈哈，乖孙女，跟爷爷出去收红包。阮鹤虽然跟阮萧长得像，性格却是截然相反，十分的热情爽朗。他早就盼着跟老朋友炫耀自家孙女了，因此一收到消息就中断了星际旅行赶回来。黎黎顿时手足无措，他还是有点害怕见陌生人，可是如果拒绝爷爷的话，他会不会伤心啊？这么想着，黎黎突然看到了一旁的糕点，他灵机一动，爷爷，我们去三哥哥的学校好不好？我想送糕点给他吃。半个小时后，第一军校的校门口，黎黎把糕点篮子递给一张臭脸的阮灵安，那三哥哥你去忙吧，我和爷爷先走了，反正只要三哥哥收下糕点，他就很开心。却听阮灵安别别扭扭的开口，想不想去参观下学校？阮灵安说完自己就后悔了，这破嘴怎么回事？阮鹤都要被这别扭的小孙子给笑死了。你带黎黎去吧，老头子我正好要去找几个老伙计。没错，他来军校也是为了炫耀来着。校园的林荫道上，阮灵安还是那副酷酷的样子，在前面走了几步，一回头发现黎黎迈着小短腿吭哧跑的吃力，他无奈的转过身，一弯腰将小家伙捞了起来，却不料这一切都被好事的同学拍了下来。学校论坛瞬间炸了。猫仔仔只是挎着篮子去学校，竟瞬间登上星际热搜头条，特大新闻：帝国军校男神阮学长与超级美女约会，还当街做出亲密举动。消息一出，无数学弟学妹瞬间炸了，快让我康康是哪个女孩这么有魅力，竟然能收服阮灵安那个大直男！哈哈哈！我记得上次某校花给他送情书，他直接问人家是不是要约架，可当看到照片中一个糯米团子趴在少年肩膀上，粉雕玉琢的小脸看起来乖到不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瞬间空白，然后大骂楼主标题党：卧槽狗楼主你管这叫超级美女？好吧，我承认她真的超级可爱，请问这么萌的仔仔是真实存在的吗？不会是楼主 P 的图吧？是的话就诅咒你考试门门挂科，除非你交出更多的萌照。不过质疑归质疑，所有人还是不约而同的把那张照片保存了下来，而另一些人的行动力就比较强了。阮灵安刚带着妹妹参观了一圈校园，就迎面撞上了3个笑成花的男生。见状，阮灵安毫不客气的把手中的篮子往对方手里一塞，然后对黎黎很敷衍的介绍道：我3个室友。说完也不等黎黎跟3人打招呼，就转身离开了，留下3人都是宽面条类，所以他们都不配有性命是吗？10分钟后，几人来到了学校后山，阮灵安把外套铺地上让黎黎坐下，又将黎黎带来的水果糕点都放在一边，其余几人也屁颠屁颠的买来了一堆零食。黎黎妹妹来尝尝这个烤肠，还有这个薯饼是我们学校的招牌。此刻的几人简直比阮灵安这个真哥哥还积极，然后他们看到黎黎带来的篮子，瞬间惊呆了，竟然全是变异水果做的糕点，真不愧是阮元帅家，昂贵的变异水果都能敞开了吃，而且还是这么可爱的妹妹特意送来的。阮灵安也挺意外的，爸给你买这么多变异水果做什么？黎黎认认真真的晃了晃脑袋，不是啊，这是我和一个朋友到森林里捡的。黎黎好歹是想到阿尔莫的名字不方便透露，所以含糊着过去了，但就是这样也够让人吃惊了，能捡这么多变异植物，这得是什么逆天运气的宝藏妹妹啊！阮灵安轻咳一声，森林里不安全，下次不要再乱跑了。然后他一扭头，就对上了3双羡慕嫉妒的怨念眼神，可恶，又被他装到了。这还不算完，宝藏妹妹又举过来一块蛋糕，三哥哥你吃这个，是黎黎自己做的哦。阮灵安瞥了那蛋糕一眼，他最讨厌吃蛋糕了，然后那黑莓蛋糕就被他3两口炫完了。3个室友瞪着死鱼眼看他，之前是谁说和妹妹关系不好的？合着都是凡尔赛是吧？这边草地上的野餐愉快进行，那边阮老爷子也找到了自己的老伙计，没聊几句就打开个人终端，迫不及待地炫耀起了小孙女的照片和视频。画面里软乎乎的布偶猫猫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蹲在一只黑毛的麒麟虎脑袋上，而那麒麟虎一张大脸都快笑瘫了。见状，那帮老伙计一个个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是你孙女吗？真的假的？也太乖了吧！上了年纪的人对软萌的小幼崽更加没有抵抗。很快大家就把阮鹤终端里的照片瓜分一空，还做成了超可爱表情包。这下就连他们许久不联络的老战友群都被惊动了。老贺，听说你多了个小孙女，妈呀，你家这是基因突变了吗？怎么就这么几张照片？够谁看的呀？我看咱孙女好像很喜欢小鱼干，我这就给你寄一点我们这的特产小银鱼。不得不说，爷爷奶奶们潮得很，无师自通的开启了云养仔模式。阮鹤的尾巴都快翘上天了，毕竟别人只能看视频和图片解馋，他这个亲爷爷是在养真的。而刚才说要寄特产的这位老爷子刚发完了消息，就急匆匆放下终端去检查自家冰箱了。他上高中的孙女无意间路过，一眼就瞥见了终端上一张放大的图片，那是一个正抱着小鱼干吃的腮帮子圆鼓鼓、雪白白软乎乎的糯米团子。只听噗呲一声，孙女被蒙出了鼻血。最后他用拆家威胁自家爷爷，挖走了他手机里所有的表情包。从此这猫猫表情包就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年轻人的群里出名了。出名到什么程度呢？阮灵安前脚刚送走黎黎，后脚就在寝室聊天群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蓝色的眸子里透着清澈愚蠢的猫猫。阮灵安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再睁开，错不了。
是自家养的那只。这时另一个室友荣军凑过来，好看吧？现在这个表情包特别火，也不知道是哪个画师设计的，猛男就该用这种表情包啊！这种小崽崽我一口一个。大家倒是没往星兽上去想，毕竟星兽崽崽都是刚出生就会拆家的存在。看着室友们一个个花痴的表情，阮灵安只觉得拳头都硬了。谁能来告诉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妹妹变成表情包了？而李李这爷爷回家后，刚进门就看见了某个悠闲的坐在院子里喝茶的青年。他放下茶杯，优雅的朝李李微笑，回来了。听那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他的家呢。身后站姿笔直的管家都快要翻白眼了。这位尊贵的陛下怎么又不请自来了？阮贺倒是很惊奇，陛下您怎么会在这里？阮老先生，许久不见，我是来邀请黎黎去我家做客的。阮贺这才知道皇帝陛下竟然成了自家邻居，可是他能怎么办呢？当然是随着自己孙女高兴了。黎黎跟着阿尔莫走过玫瑰花包围的小径，来到一个凉亭里，这里被布置的毛茸茸的，还有个软乎乎的吊篮。黎黎小眼神往上面瞅了好几眼，小耳朵什么时候冒出来了都不知道，身后的尾巴也开始晃动，脸上明晃晃写着3个大字，想试试。阿尔莫不由失笑，他就知道小幼崽会喜欢这里。被阿尔莫轻轻托起放到吊篮里，好软好舒服呀！黎黎忍不住打了个滚，开心到直接变成猫猫形态。他正想冲阿尔莫喵一声道谢，却听阿尔莫的通信器响了，于是他就乖乖的没有打扰他。就在这时，一只金色的蝴蝶翩翩然飞到亭子里，黎黎瞪大眼睛看着那漂亮的大翅膀，突然感觉爪子有点痒，想去扑一下。猫猫的尾巴尖尖兴奋的摇摆起来，扭扭小屁股做足了捕猎的准备。但是猫猫对自己的体型没一点避数，等它扑上去才反应过来，这只蝴蝶的体型比它还大。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猫猫居然反被蝴蝶抓住，然后飞起来了。猫猫震惊，这也太丢脸了吧！但是在丢脸和受伤之间，它还是选择了前者。喵喵喵，救救猫啊！小猫仔眼泪汪汪的挥舞无措的小爪子，然后他就看到阿尔莫回过头来，在他面前的是视频会议投屏，对面还有好几个大臣。猫猫直接吓懵了，所以他这是丢脸丢到全国去了吗？让他死了吧！李李生无可恋的用爪爪捂住了脸，阿尔莫金色的眸子染上笑意，对着画面中目瞪口呆的大臣们吩咐了句：今天的议会就到这里吧。视频关闭的瞬间，黑龙猛地仰头，展开巨大的翅膀向半空冲去。李李只觉得眼前一花，下一秒已经稳稳坐在了黑龙头上。放心吧，没事了。李李刚想松口气，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追上来，而且那东西还带着熟悉的响声，就是警车的那种响声。前面的星兽请注意，你已经触犯了城区禁飞条例，我们将对你实施逮捕。闻言，阿尔莫龙躯一震，帝国皇帝被逮捕可还行？他当即就准备加速逃跑。猫仔仔第一次骑龙逛街，就因为超速驾驶被刑警叔叔狂追9条街，眼看就要甩掉对方的巡逻艇。猫仔仔屁股下面的黑龙却猛地一顿，他猛然想起超速拒捕是会被全宇宙通报，他可是堂堂星兽帝国的皇帝，那不是丢脸丢到国外去。最终一大一小垂头丧气的被拎到了刑警局，一个年轻刑警板着脸询问对面两人，知不知道在城市上空飞行有多危险，姓名、年龄。黑龙阿尔莫抽着一张俊脸，阮萧，今年100岁。闻言，黎黎震惊的抬头看向他，龙怎么能不要脸成这样，居然报假名字。对面刑警也沉默了，然后一拍桌子，你逗我玩呢？那不是阮元帅的名字吗？他能犯这种错误？黎黎在旁边忙不迭点头，就是，他爸爸才不会这样的。冷不丁刑警又朝他看过来，你呢？你叫什么名字？黎黎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就张嘴回答阿尔莫。这回轮到真的阿尔莫沉默了，刑警都被这俩人气笑了，一个敢用元帅的名字，一个敢用帝国陛下的名字，真是好样的。你们把你们的身份芯片露出来。刑警拿出一个扫描仪，黎黎的脸已经红到不行了，不过还是乖乖的把手腕露出来。机械的声音立马响起，阮黎黎，4岁，监护人帝国元帅阮萧。刑警小哥哥有点懵，他迟疑的看向黎黎和坐在他身边的青年，所以这位真的是不是的。黎黎不知哪来的勇气，扒拉着阿尔莫德的手腕就递到了扫描仪面前。阿尔莫丢人就丢人吧，反正不可以让爸爸背锅。又是滴的一声，阿尔莫雷诺德柏林汉娜。刑警小哥哥表情微微扭曲了下，觉得今天这事他解决不了了。10分钟后，阿尔莫微笑着交了罚款。刑警局局长正恭恭敬敬地陪在一旁，陛下您看，这真的是抱歉，没事，只要别把我照片贴出去就行。阿尔莫摆摆手，哦对了，那个小刑警也是尽职责做了自己的事情，别因为我的身份为难他。刑警局局长在心里松了口气，他这个手下也是个人才，一抓就是王炸。您放心，我不仅不为难他，还给他加薪。离开了刑警局，黎黎有些委屈巴巴地看了阿尔莫一眼，你不是陛下吗？怎么会做这么乱来的事啊？阿尔莫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刚才飞得太急，一下子没看清路。作为补偿，我请你喝吃饭，主星最高档的5星级餐厅，不论环境还是服务都相当好。菜一上来，阿尔莫自己没怎么动，就一个劲儿的投喂身边的小家伙。两人吃得正欢快，一道带着疑惑的声音插了进来，陛下。只见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真的是您？我还以为看错了呢。黎黎看见阿尔莫身上那股懒洋洋的气质瞬间不见了，他嘴角挂着浅笑，整个人优雅又透着几分疏离。卡纳特叔叔，午安。中年男人身边的金发女孩也行了一个贵族礼，哈哈，真是缘分。不知道陛下还记不记得我这侄女林墨？小时候你们还见过面的？阿尔莫朝那女孩点了点头，算作示意。抱歉，我每天见的人太多了，不是很记得了。他声音淡淡，对面女孩子的眼神一下暗淡下来。就在这时，服务员端着一杯奶果汁来了，阿尔莫接过来放到黎黎面前，两人这才看向他身边的小姑娘，这位是我的朋友。很明显，阿尔莫没有要介绍黎黎的打算，虽然黎黎尽量挺直了小身板，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抱歉，卡奈特叔叔，这残羹剩饭怕是不好招待两位。卡奈特笑着摆手，很识趣的带着侄女告辞了，只是走了些距离后再回头一看，
看，却发现他们尊贵的陛下正在亲自为那小姑娘吃东西。林默脸色顿时变得不太好看，他这次到主星来，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宫廷宴会。陛下还没有皇后，各大世家贵族都卯足了劲儿想将自家的女孩塞过去。本来今天的偶遇让林默很激动的，但显然陛下对他根本没感觉。一旁的卡奈特倒是对陛下身边的那个孩子若有所思，他得回去好好查查。吃完饭，阿尔默依依不舍地将黎黎送回家，临走前还拉着黎黎的小手，在他手腕上扣了个什么东西。黎黎还没来得及注意看，人就已经阮老爷子一脸心疼地抱起来。陛下也是，扔下一堆公务带你出去乱逛，把我们黎黎累坏了吧？黎黎确实累了，他回到房间洗了个澡，然后躺在了软软的床上，这才想起摸了摸手腕上的东西，那是一个漂亮的银色小手镯，上面还有5颗颜色不同的宝石。不过阿尔默送自己一个手镯干什么呀？他打个哈欠正想要睡觉，不知去哪里浪了一天的黑莓藤蔓却顺着窗户翻了进来，然后一扭一扭的来到了黎黎身边，正要爬到他枕头上一起睡，却不想见到那手镯时，藤蔓顿时跟炸毛了一样，叶子尖尖非常生气的在床上拍打，这丑东西竟然霸占了他的地盘，也不是他小气，主要是这手镯上属于那条臭龙的气息太明显了，明显到他想要和这只手镯干架。只见他啪一下抽了上去，下一秒就整条藤消失了。黎黎眨巴眼，把整张床翻了个遍，愣是没把小藤蔓给找到。然后他就想到阿尔默给自己看过的空间指环，于是试探着将自己的小废材精神力探进去。下一秒小藤蔓就跌落在床上，一副被蹂躏的好惨的模样。还没等他爬起来，一堆漂亮的宝石紧跟着砸落下来，直接堆在小藤蔓身上，给他盖了个小坟包。可恶的臭龙，走你！小藤蔓费力的把自己扒拉出来，卷起一颗宝石就丢了出去，结果用力过猛，那宝石直接反弹回来又砸在他身上。小藤蔓无可恋的倒在床上，为什么倒霉的总是他？黎黎安抚的摸了摸小藤蔓，然后对着满床的宝石发愁，这要怎么收回去啊？然后他发现只要是自己的手碰到，一个念头就能收进手镯里。可是阿尔默怎么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自己？小猫仔有些发愁的睡了过去。第二天吃完午饭，黎黎想去找阿尔默还镯子，阮贺一听顿时酸的不行，怎么又去找陛下？不是昨天才和他玩了一天吗？可当他看到黎黎手腕上的镯子时，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怎么把这个给你？阮贺心里已经开始骂骂咧咧了，最后组织了一下语言才开口。黎黎，这个镯子是龙族的宝物，一直以来都是传给自己孩子的，我就知道那个狗，呸！陛下他不安好心，他这是想把你拐回去当女儿了。黎黎眨巴眼睛，感觉有些奇怪，大概是那种我把你当兄弟，但是你却想当我爸爸的诡异感觉吧。然而那镯子除了阿尔默本人，其他人都取不下来。阮贺都快气炸了，带着小孙女气势汹汹的来到隔壁庄园，然后被告知陛下不再离开了。他是不是故意跑的？阮贺脱口而出。阿尔默的管家嘴角抽了抽，他总不能说阮贺猜对了吧？一口气没处撒，阮老爷子打算带着黎黎上街买东西发泄。路过大哥阮峰4公司时进去歇脚，爷孙俩又起了攀比心，非要看黎黎喜欢喝谁买的奶茶。双双亲自跑去排队，留下黎黎一个人坐在大大的办公室里看动画片。然而没过多久，外面忽然传来了吵杂慌乱的声音，紧接着秘书小姐姐推开门跑了进来。小姐，我们快跑，主星有高等虫族和星道进来了。话音未落，一波能量炮将落地窗炸开，秘书小姐姐想也不想的将黎黎护在了身下。关键时刻，原本安静的待在黎黎手腕上的藤蔓能量暴涨，瞬间将两人笼罩了起来。猫仔仔只是接总裁哥哥下班，竟就遭遇了虫族的绑架。眼见虫巢包围了仔仔所在的房间，一条藤蔓却破窗而入，不仅给仔仔搭出逃生通道，就连装饰的绿植都帮忙支起保护罩。可就在猫仔仔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一只无比巨大的高等虫族猛地发出一股能量波，黎黎只觉得身子一震，直接从88层高的顶楼落了下去。变异藤蔓迅速结成一张大网，想要接住他，谁知却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抢了先。黎黎躺在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只能看到对方白色的头发和刚毅的下巴。1队、2队支援主星舰队，3队清理地上的虫族，4队负责救人。青年一边冷静的指挥作战，一边单手拎着能量炮扛在肩头，直接几炮就轰的那只高等虫连连惨叫。为了不给他增添麻烦，黎黎咬唇变成猫猫，然后麻溜的钻进他军装的口袋中。青年诧异的扫了一眼这小到离谱的新兽，然后继续扛着大炮四处狂轰滥炸。不知过了多久，炮火声终于停了下来。黎黎悄悄从衣服口袋里探出炸毛的小脑袋，看着被炸毁了好几处的城市，他很心慌，不知道爷爷和哥哥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被一只带着硬茧的手拎了出来。猫猫的身上受了些轻伤，雪白的毛毛也被染成了红色。青年将小团子丢给了一个手下，照顾好这只幼崽。爷啊，阮指挥官，我不会照顾这种小家伙。那士兵突然被塞了个软的不可思议的团子，刚才面对虫兽手都不哆嗦一下的，此刻手都不敢动了。而黎黎在听到软这个字时，也是蹭的一下直冷起了耳朵。下一刻他立刻变成了人类仔仔，鼻子红彤彤，眼睛里闪着泪花，能忍到现在才哭，对他来说已经很厉害。我的终端坏掉了，可以请你们帮我联系爸爸吗？我爸爸是阮萧，阮萧元帅。那士兵表情震惊，看向正要走的阮灵战。好家伙，阮指挥官这是救了个自家人啊！不过阮元帅什么时候有女儿了？这时阮灵战也停下了脚步，想了想，重新将黎黎接了过来。他就说觉得这小东西的发色有些熟悉，不过这也太脆弱了吧。阮灵战打开通讯，正要联系小叔问个清楚，前面忽然传来了混乱的声音。卧槽，哪个植物园的变异植物跑出来了？快抓住他！黎黎一听，赶忙抬起头，就看见不远处那团张牙舞爪的紫色藤蔓。阮灵战注意到他紧张的表情，不由挑了挑眉：“你认识？”黎黎点点头：“我的。”阮灵战表情顿时有些古怪起来，不过还是带着黎黎走了过去。立刻有下属上前报告情况：“指挥官，这变异黑莓藤有些不对劲，似乎处于狂暴状态。”说话间，又有好几个人都被藤蔓卷起来丢了出去。好在身为新兽的他们身体强悍，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可黎黎还是急得不行。小藤蔓，他鼓起勇气对着暴走找人的黑莓藤喊了一声，出口的瞬间，齐刷刷的视线都落在了他身上，黝黑高
高大的青年怀里抱着个粉白的小团子，这画面实在是太过引人注目。不过小藤万叫的是谁？听着真是一点气势都没有。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只见那原本对着他们疯狂输出的黑莓藤正飞快向这边移动。指挥官小心！众士兵忍不住大呼出声。然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变异黑莓藤居然边跑边缩小身体，最后在到达李李面前时变成了一条小蛇粗细，盘在小家伙的手腕上就开始心疼的蹭他。小主人平时多怕疼呀，现在身上这么多伤口肯定很难过吧？李李也摸摸他的藤腕尖尖，安抚了他好一阵才抬起头，那个可不可以帮我联系爸爸呀？众人这才如梦初醒。阮灵战收回目光，拿出了通讯器。而此时距离主星不算太远的宇宙中，阮萧正带着第3军团追击一股反叛军。突然虚空中一只黑色的龙爪探出，几乎是一个爪子下去，反叛军的星舰就废掉了一半。紧接着一口龙吸吐进去，不过几秒整个星舰就爆炸成了碎片。下一秒黑色巨龙变成人类形态降落到星舰上，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问阮萧：黎黎遇到危险了，他的通讯器我联系不上，阮元帅你有他的消息吗？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其他几位元帅一脸问号，阮萧的脸色却陡然变得更加冷沉难看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的个人终端响起，阮萧点了接通，投屏中一只受伤的糯米团子被黑皮白发的青年抱着，在看见熟悉的身影时，小家伙的眸子一下子亮了起来。黎黎！阮萧和阿尔默同时激动地喊了出来，别怕，爸爸现在就去找你。大家都很明显的从阮萧脸上看到了着急之色，这下连阮灵战都诧异了，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小叔。然而看着黎黎身上的伤口，阿尔默脸上惊喜的表情渐渐消失。阮萧一声令下，回航，阿战你帮黎黎处理一下伤口。阮萧仿佛这时候才注意到阮灵战，声音中是努力克制的焦急。阿尔默就直白得多，一点不顾形象的碎碎念，记住一定要用最好的药，伤口周围一定要清理干净。哎呀算了，你还是让专业的医生来吧，他真怕这些大老爷们会把黎黎弄得更伤，要不是自身涵养不允许，阮灵战是真的想翻白眼了。一个元帅一个皇帝都那么如临大敌的样子，只是为这小东西处理伤口而已。最终他受不了两人的唧唧歪歪，找了个借口挂了通讯。同样大开眼界的还有阮灵战的兵，他们此刻看着那只软到不行的小家伙，卧槽，这啥身份啊？这是能让元帅和皇帝同时挂心不已？要说元帅他们还能理解，毕竟人是亲爹，但是陛下是怎么回事？一帮小兵互相帮同伴捡起掉地上的下巴，然后一脸恍惚的打扫战场去了。很快接到消息的阮贺和阮风四也赶了来，一见黎黎两头麒麟虎，激动的差点手拉手转圈圈，招呼都没多打一句，就带着黎黎飞奔回家治疗了，留下阮灵战一个人原地无语。才几年没见，这一家子怎么都疯了？不过想到那些虫族疯了一样想要得到他，阮灵战的眼神又幽深了起来。转眼半个月过去，帝国内有叛徒勾结虫族入侵的事还在调查中，黎黎身上的伤倒是基本痊愈了。这天阮萧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半途却被阮清然拉住，两人对着一张精神力检测报告嘀嘀咕咕。报告单上，阮萧的精神力污染值为75，数值比他出发去剿灭叛军前还要正常，可就是因为太正常了，所以才显得不正常。这种情况也让阮清然想起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天他带黎黎在自己家过夜，那天正是精神力处于暴走的边缘，谁知一觉醒来压迫感竟然完全消失了。难道黎黎可能和治愈精神力污染有关？但此刻两人却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对黎黎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这会黎黎正安安静静地坐在诊疗室外等待，就见阮清然打开门冲他招招手，黎黎，哥哥还要再给你做个检测。黎黎乖乖哦了一声，按哥哥的要求躺进了一个球形舱，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阮清然先看了下他的精神力水平 F 级，没错，还是他们家的可爱小废柴猫猫。然而再一看污染值，报告上的数字让他瞪大了眼睛，仔仔的精神污染值竟然为0，怎么可能？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数值。经济人人畏惧的污染实验室，猫仔仔却把这里当玩具房，不仅被污染的陨石争着让他当球踢，就连变异蛇尾也要给他当逗猫棒。见状，身为医生的哥哥都要急坏了，这么近距离接触一定会遭受严重污染，却在看到检测报告的一瞬间瞳孔地震，仔仔的精神污染值竟然为0，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即使是婴儿，从出生起污染就开始清洗了。阮清然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依然毫无头绪。然后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是不是可以试着让李李直接触碰污染源？然而话一出口，他就差点给自己一个大逼头。不行不行，这和直接让妹妹去死有什么区别？可李李却是眼前一亮，我想试试啊，如果真的能打败那些坏东西，是不是我就能帮到爸爸和哥哥你了？说完也不等阮清然回答，就径直把手伸进了一个小盒子。他早就注意到这个盒子里散发的黑黑的光，应该就是哥哥说的感染源了。见状，阮清然想死的心都有了。然而眼前的一幕却再次让他说不出话来。仪器的显示屏中，代表着 X 污染物的黑色小点刚一出现，就有一群白色的小点点冒出来，追着 X 物质一通乱打，最后气势汹汹地把他们吞噬殆尽。阮清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试着和李李接触，那种能量也会顺着他们接触的地方，一点点地爬进自己身体里。一开始有些怂兮兮的，好像就跟这个小表妹一样社恐，可一看到他体内的污染物，立刻就是一阵穷追猛打。李李似乎也摸索到了怎么控制精神力，还给自己的小废柴精神力补进，洗刷刷洗刷刷，把这些脏东西都吃掉。有洁癖的小精神力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吭哧吭哧地干了10分钟的活，然后就累瘫了。李李也有些疲倦地打了个哈欠，阮清然睁开了眼睛，感觉脑袋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力污染值，短短10分钟就从71掉到了69，过了60后，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阮清然垂眸，手指摸了摸已经睡过去的黎黎，你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如果被世人知道黎黎的精神力竟然能吞噬 X 污染物，不知道会有多疯狂。走出检查室，将实验结果告诉阮潇，叔侄两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内心都是同样的复杂。黎黎这一睡得很沉，醒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迷糊的，而且肚子还有些饿。明明早饭吃得很饱呀，缠在他手上的藤蔓变长了些，然后开了一朵花，接出了一颗大大的莓果给黎黎当点心。谢谢你啊，小藤蔓。黎黎摸摸他的藤蔓尖尖，抱着莓果小口小口的啃了起来。能量补充完毕，黎黎就迈着小步子挪到了厨房。现在是4月份，按照上辈子的习惯，他要做一些代表着节日的小点心。没错，今天黎黎打算做一些青团，因为家里人大都不喜欢吃甜食，所以他做的是咸蛋黄肉松口味的。爷爷阮贺一口气吃了10个，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让管家打包，给正在上班和上学的哥哥们寄了过去。星际世界的快递速度可以用光速来形容，哪怕是不同星球间也能在几个小时内送到。此时的 A-4353星球，作为雇佣兵交易市场，这里居住着非常多的外附机甲大师，其中就包括隐姓埋名的阮家的二儿子。陆师兄，有你的快递。一个私人研究所内，戴着眼镜的斯文青年从师弟手中接过一个大包裹，把姓氏改成母姓的阮星兰嘴角带着浅笑道了谢，然而一转身就收起了温润儒雅气质，冷着脸垂眸看了眼包裹。地址的确是老宅那边，不过谁会内妖无聊给他寄东西？不会是老三寄的炸弹吧？那倒是给了他一个整死老三的机会，但出乎意料，拆开后的东西让他眯了眯眼睛，竟然不是陷阱。不过青团是什么东西？随着包裹来的还有一个盒子和一封信。阮星兰漫不经心地打开信，上面是他大哥的字迹，青团妹妹送的，你要是敢丢掉回来弄死你。还有盒子里的平安结也给我保存好，不想要就回寄给我，丢掉同样弄死你。通篇的威胁之言，看得阮星兰嗤笑一声，大哥说话还是这么准，而且他什么时候多出个妹妹来了？阮星兰抱起盒子就往外走，阮家哥哥天生反骨，既然阮风四说了，那他偏偏就要丢了。不过走到外面的时候碰到了同研究所的女同事，他几乎是在瞬间就切换成了亲和的笑容。小心你来的正好，这是我家里寄过来的吃食，你带去和大家分了吧。几个女生都惊喜极了，这位陆师兄可是他们研究所的男神，要不是他最新学术研究，想给他当女朋友的要排成长龙。等几个女孩道谢后，抱着青团离开。阮星兰双手插进兜里，彻底收敛起笑容，回到工作室。这种用伪装把人玩弄在鼓掌间的感觉，真是令人沉迷呢。不过接下来，阮星兰摸了摸下巴，她该给大哥回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才好？而此时的阮家书房内正在开展一场很重要的会议，黎黎本人作为被讨论的对象，她只乖乖的听着就行。尽管阮潇提前再三强调要保持镇定，可当听说黎黎拥有治愈其他人精神力，且能吞噬 X 污染物质的能力时，阮贺的大嗓门还是震得整个书房都是。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对黎黎不是好事。一旁的阮风四也是面色严肃，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和阮潇他们一样的担忧。这说明一家人是真的把黎黎看得比一切都要重要。好在阮清然的检测是私下进行的，最终一家人决定将这件事守口如瓶，绝不能让外人知道。就算是被人知道了，老头子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你受到威胁。阮贺抱着自家小孙女，眼里的慈爱藏都藏不住，又叮嘱他千万不能随便乱用精神力。黎黎乖乖的点点头，然后第二天一早，他就跟爷爷提出了要帮爷爷治疗精神力污染。他以前听爸爸和哥哥闲聊时说过，爷爷从前是比爸爸还强的战士，无数次出生入地保护整个星兽族，但终究抵不过精神力被污染，只能从元帅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头子。阮贺身上随时带着把枪，就是准备在自己精神力完全被吞噬前自我了断的。黎黎只要一想到这就难过的不行，他趴在阮贺的背上，爷爷你让我试试，小白很厉害的。阮贺慈爱的摸了摸自家小孙女的脑袋，小白是谁？就是我的精神力啊！爷爷，我跟你说，我的精神力是一个奶白色的球球，它超可爱的。阮贺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别人的精神力都是竖条丝线状，谁家的精神力是个球啊？不过他还是放心把自己的精神力交到了小孙女手里。黎黎顿时振奋起来，球球上，揍那些坏东西！这一忙又是大半天，等到了下午，阮风四从公司回来，手里还抱了一个包裹，那是他临走时同事塞给他的。这回他才想起来拆，包裹上的字迹很好看，是他那混蛋二弟。阮风四，你脑子没问题吧？什么妹妹？我没有妹妹。还有你说的那破玩意儿，呵呵，还给你。一听那倒霉玩意管黎黎的平安结叫垃圾，阮风四顿时忍不住了，他气呼呼的一把打开盒子，然而里面装着的并不是平安结，反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滴滴声。卧槽，阮星兰你个臭傻逼！阮风四飞快将手里的东西丢到远处的空地上，然后转身卧倒，轰隆的爆炸声响起，整个庄园都震动了一下。正在午睡的黎黎一整个被吓得坐起来，他眼神茫然的看着四周，怎么回事？仔仔第一次收快递，却拆出了一枚定时炸弹，可仔仔根本没意识到危险，还开心的报给哥哥看。见状，大哥赶忙抢过盒子丢向半空，然后将一脸茫然的仔仔护在怀中。只听轰的一声，整个庄园都震动了一下，黎黎被吓了一跳，然后他就看到大哥头发都焦了，嘴里还吐出一股黑烟。黎黎别担心，是你那倒霉二哥干的好事。黎黎有些不安的眨了眨眼睛，大哥这咬牙切齿的样子很难让人放心啊，而且二哥这样做是讨厌自己这个私生女吗？很快阮风四把自己清理完毕，然后怒气冲冲的给混蛋弟弟打视频，一接通就是一顿脏话输出。阮星兰你个9%号啊！
你特娘的想死直说！边骂边打开一个雇佣兵悬赏页面，直接挂上了阮星兰的照片和信息，又投了2000万进去。悬赏要求只要不整死，就往死里整。原本一脸无所谓的阮星兰这下也不笑了。阮峰四，你认真的？兄弟俩隔着网线相互放杀气。就在这时，扣扣，大哥哥，我可以进来吗？软糯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阮峰四脸上的凶戾一下子荡然无存，甚至变成了有点傻气的笑，看得对面的阮星兰差点被自己口水呛到。门被打开，黎黎抱着一块柔软的大毛巾走进来。哥哥，你又不擦干头发，会生病的呀。阮糯糯的声音听起来更真切了些。阮星兰突然觉得好奇起来，想看看这便宜妹妹是何方神圣。谁知阮峰四这个狗直接把头平切了。阮星兰只能听着声音干着急。大哥哥，你没有受伤吧？二哥哥他为什么要？没事，那炸弹是他弄来想炸我。你二哥就是个疯子，以后离他远点。阮峰四说坏话丝毫不避着正主，还添油加醋的把小时候阮星兰怎么坑老三，然后嫁祸到自己身上的事讲了一遍，听得黎黎小脖子一缩。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被二哥哥骗到的。等到黎黎走后，阮峰四才重新打开通讯投屏，冲着阮星兰露出恶劣的笑。你猜猜以后黎黎还会黏着你吗？阮星兰冷笑一声，谁稀罕？阮峰四笑得意味深长，期待对方被打脸的那一天，毕竟他自己也是被打过的。黎黎很快把这事抛在脑后，这几天他除了帮爷爷治疗精神力，就是为参加庆典做准备。3天后是星兽帝国最盛大的兽神祭，这天阮鹤换上了久违的军装，抱着身穿同款制服小裙子的黎黎，一到庆典会场就被一群老战友围住。大家云养仔这么久，早就迫不及待和黎黎见面，于是会场中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无数人想巴结的大佬全都围着一个小姑娘，那表情恨不得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给她。看得不少小年轻一脸懵逼。就在众人纷纷交头接耳的时候，阿尔默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被他拉了过去。毕竟这位年轻的陛下是精神力 SSS 的超强者，20岁就带领骑士团立下赫赫战功，整个星兽族的年轻一辈几乎全是他的粉丝。黎黎也踮起小脚看过去，可惜他矮趴趴的什么也看不到，却不想阿尔默缓缓走到了他们这边，手里拿着酒杯，很自然的和众人打招呼，同时冲黎黎眨了眨眼睛，在没人注意的角度做了个口型，一会儿看个人终端。他没有表现的和黎黎很熟悉，生怕小吉祥物会被无数视线射成筛子。黎黎眨了眨眼表示收到。阿尔默带着骑士团离开后，会场中的年轻人都还沉浸在向往中。我也好想去考陛下的骑士团，但是听说骑士团里最差的也是精神力 S 级，我才只有在那些天才眼里可能跟 F 也没区别吧。说话的是个穿着华贵的少年，说起来 F 倒是有一点好，越高的精神力越容易被污染， F 可就没这个烦恼啊。虽然知道他们是在说笑，但黎黎还是觉得自己的小心窝好像被扎了一刀。臭小子！忽然一声暴喝响起，黎黎眼睁睁看着面前一个慈祥的爷爷猛地站起来，快准狠拎住了那个少年的耳朵。赵括，你小子飘了是吧？老子平时怎么教导你的？能力高是让你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是让你嘲笑其他人的。被爷爷这么一说，少年也发觉自己的话不妥，赶紧苦着脸讨饶，然后被罚坐在角落，哪里都不准去。少年一脸丧气的坐了下来，然后就发现了在一堆大佬中竟然还坐着个小姑娘。他凑到了黎黎旁边，小妹妹，你也是被家长罚了？黎黎有点无语，这个哥哥一看就是被罚出经验了。他摇摇小脑袋，我是和爷爷一起坐在这里的。这时他感觉个人终端震动了下，点开一看，果然是阿尔默发的消息，要不要来找我玩？我在9楼总统套房。黎黎小脸一顿，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这里到处都是人，他根本不敢自己出去玩呀。就在黎黎纠结要怎么办的时候，旁边的赵括忽然抬头，我说你看起来咋这么眼熟？你哥是阮峰四学长对吧？我看过你的视频。黎黎小小的茫然了一下，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第一军校全体学生的梦中情仔了。你能跟我合个影吗？赵括兴奋的都有点结巴，之前他还对那视频不屑一顾呢。偶像的妹妹和偶像完全两回事好吗？但是现在赵括真香了，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可爱的仔仔。黎黎想了想，对他甜甜一笑，可以呀，不过你能不能帮忙带我去一个地方？赵括直接被这表情蒙晕了，一拍胸脯，想去哪里和我说，没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带你去的。有了黎黎的背书，赵爷爷也痛快放人了。谁知刚走进电梯，几个趾高气扬的少年就挤了进来。哟，这不是赵括吗？听说你刚刚被你爷爷当众训斥了。为首的是赵括在学校的死对头，少年人爱面子，两人当场就呛了起来。黎黎有些担心他们会打架，鼓起勇气挪到电梯门边，踮起脚按下了9楼的按钮。电梯打开的瞬间，两排面容肃杀、高大森严的骑士齐刷刷扭头看过来，一瞬间，还在争吵的少年猛然住口。赵括和他的死对头甚至吓得抱在了一起。这小祖宗是怎么回事？怎么跑到陛下的专属休息室来了？却见为首的骑士长迈步上前，右手握拳抵胸，对着黎黎行了个礼。阮小姐，陛下已经等候多时了。不多久，几个少年目送他们尊贵的陛下抱走了黎黎，然后一脸恍惚的被请去休息。回过神来的死对头一把搂住赵括的脖子，这小祖宗到底什么来历？咱俩什么关系？你就别藏着掖着了。赵括猛地甩开他，咱俩特娘的不是死对头关系吗？以后就不是了。对方深情地看着赵括，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另一边，黎黎被阿尔默带进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大房间，没想到一进门就听到了个熟悉的声音，你没说两句就把我们赶走，果然是急着去见别人。黎黎瞪大了眼睛，玉生哥哥。此时的玉生一身贵族打扮，身旁还站着另外2个人，一个穿着艳丽的红衣，另一个长得高大刚毅。这帮家伙居然没走。阿尔默有点不满的在黎黎脖子上捏了下，小东西，野生哥哥还挺多。他不情不愿的开口，海
海族太子玉生你认识了，这位是羽族太子扶摇，以及巨人族少族长空投。一番介绍又是花了不少时间，外面忽然传来了轰鸣的烟花声，军演的时间到了。阿尔莫抱着他站起来，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李李看到下面的广场上已经站满了军人，还有各种战车新舰。李李，我要出去了。阿尔莫不舍得摸了摸李李的脑袋，小家伙顿时被吓得一个机灵，不等阿尔莫说什么，他咻的一下变回猫猫形态，炸着毛钻进了阿尔莫的口袋。猫仔仔只是在衣兜里捉迷藏，竟就被带到了阅兵现场。听着外面沸腾的声音，猫仔仔却大摇大摆地舔起了毛毛。反正这里离人群很远，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可他不知道的是，无数超高清镜头已经对准了这边。躲在皇帝衣板下的猫仔仔也被看得一清二楚。我去，是我眼花了吗？陛下衣服里好像有东西在动。嘘，别乱说话，这可是重要场合。大部分人都以为是自己看错了，身为帝国元老的阮贺却是快急疯了。要不是情况不允许，都想冲上去扒皇帝的衣服，把自家乖孙女抢回来。偏偏黎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还探出小脑袋偷偷向外张望。就见阿尔莫抬手抽出佩剑指向天空，吾与众将士同心，是要守护星兽帝国和平统一。战战战！所有星兽战士一起举剑高喊，声音响彻云霄。黎黎一下子就听到了爸爸的声音，他立刻向着队伍最前方看去，然后就看到了化身麒麟虎的阮萧展开机械质感的羽翼，特别帅气的飞向空中。与此同时，第三军团也整齐迈步。壮观的场景让李李想起了上辈子看过的阅兵式，保家卫国的战士永远让人心潮澎湃。不过那时候他只能在电视上看，而现在居然能 C 位欣赏。人类士兵的队列过去后，还有星兽形态的一仗，身着盔甲的猛兽队列整整齐齐。李李看得完全忘乎所以，以至于自己什么时候钻出来了都不知道。然后他的小脑袋瓜被按了一下，阿尔莫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全球直播。李李顿时一脸猫猫惊恐，完了，忘记了。他哧溜一下又重新钻了回去，却不想一只手也跟着伸了进来，并精准的挠起了他的小下巴。谁能想到某位陛下表面看起来严肃认真，私底下居然在撸猫猫，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终于彻底憋不住啊！那到底是什么？陛下口袋里是什么神奇宝贝？好萌好可爱啊！虽然只露出了个小脑袋，但还是被我单身几百年的手速截图下来。我去，原来你们都看见了。楼上的跪求分享截图，下面紧跟着一串求分享，但有些人的脸就相当黑了。阮灵安盯着直播深深吸了口气，爷爷和老爹是怎么搞的？又让陛下把妹妹拐走了。正气着，一旁的室友荣军一拍大腿，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小东西有点眼熟？另一个室友安澜端详着眼疾手快截到的图片，画面中的猫猫小爪爪拖着下巴，一脸好奇的表情的确非常熟悉。表情，安澜突然想到什么，连忙打开他们宿舍的聊天群，然后捧着终端原地蹦起来。你们看，这不就是那个超火的猫猫表情包？两张图放到一起，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一模一样。几个室友都张大了嘴巴。我去，原来这不是幻想出来的萌物，是陛下养的。放屁，本就不爽到极点。阮灵安猛地一拍桌子，什么陛下养的？这是我家的仔仔，他有自己的名字叫李李，听到了吗？我家的。最后那三个字几乎是他咬着牙念出来的。室友们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发疯吓了一跳。好，你家的。等等，你说他叫什么？安澜第一个反应过来，你说这是你妹妹？和阮灵安同样咬牙切齿的还有阮家其他人，看着直播上那一句句陛下养的小可爱，他们一个个造反的心都有了。好不容易熬到仪式结束，刚从飞行器上下来，阿尔莫就打了个喷嚏，黎黎的小脑袋也从他口袋里面钻出来了。喵喵，你是不是感冒了？阿尔莫挠挠小猫的下巴，嘴角带着笑意，不是感冒，大概率是被骂了。这时总统房的门被打开，阮贺、阮萧以及阮风四都浑身冒着黑气走了进来。黎黎顿时欢叫一声，轻巧的跳到地上向阮萧冲去。他已经好几天没见爸爸了，先是抱着爸爸的胳膊蹭了半天，然后仗着猫猫的柔韧性，在爸爸脖子上盘成了条软乎乎的漂亮围脖。在场的人都忍不住面露羡慕，尤其是羽族太子扶摇，他在心里把羽族的各种仔仔都盘了一遍，发现没一个适合揣兜里带着，且叫声这么软乎乎还能盘成围脖的，怎么办？好想偷。看到拥有猫猫围脖的阮萧，阮贺心里直冒酸水，但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他清了清嗓子，陛下，你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把黎黎带上去呢？你知不知道现在黎黎都跟着你上热搜了，撤都撤不下来。听到爷爷的话，盘在爸爸脖子上的猫猫垂死并中惊坐起。什么？所以猫猫还是被拍到了吗？那他不是被全宇宙围观了？黎黎忍不住举起爪爪捂住了自己的脸。阿尔莫叹气，他原本是想在仪式前让骑士长带走黎黎的，没想到这小家伙被外面的人群一吓，直接躲到他的衣兜里。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他真诚开口，我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如就公开吧。阮家三人顿时用刀子般的眼神看向阿尔莫，什么意思？不想着压下去还公开？阿尔莫有理有据的分析，今天看直播的人太多，想要藏着是不可能的了，不如大放公开黎黎的身份，等大家兴趣过了，就不会有人再关注他了。而且他的目光看向阮贺，阮老元帅得了这么个可爱的孙女，不想和全世界炫耀一下吗？早就不满足只在朋友圈炫耀孙女的阮贺不得不承认，这个提议他真的很心动。阮萧摸着猫猫头的动作顿了顿，其实他也是有点想炫耀的，奈何他从没做过这种事，才一直忍着没崩人设。这时阿尔莫也看向他，而且元帅也不能一直藏着黎黎吧。我知道你们担心黎黎跟外人接触会害怕，可你们或许不清楚，有些人私下里对黎黎的议论不太好听。说到这，阿尔莫沉着脸，金色的眸子闪过冷意。今天他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说黎黎是见不得人的私生女，所以阮家才迟迟不公开她的存在。阮风四这个暴脾气差点跳起来，叫嚣着要去打烂那些人的臭嘴，然后被阮萧一把按住。黎黎，你愿意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爸爸的女儿吗？阮萧清冷声线此时听起来格外温柔。当然同意了。猫猫举起4只爪爪外加一条尾巴表示赞同。不过这件事情还要从长计议，今天毕竟是兽神祭，阅兵仪式结束后就是整个星兽帝国的通宵狂欢，阮萧却准备提前离开。
因为李李早就抵挡不住困意，小小一只蜷缩在爸爸怀里睡着了。阿尔莫满脸的不舍，比他更不舍的是扶摇和空投，两人只恨自己手脚慢，没能抓到机会摸一摸那软乎乎的白团子。几人就这么默默地坐在一起，不知不觉喝光了阿尔莫珍藏的美酒。凌晨时分，阿尔莫有些晕晕乎乎地回到皇宫，随手打开终端看起了新网热搜，看着看着，青年的嘴角开始止不住的上扬。陛下养的那是什么？看起来超可爱的样子。说得好，会说就多说点。阿尔莫只觉得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然，不过要真是他养的那就更好了。想到什么的阿尔莫打开终端，直接在自己90亿粉丝的新网账号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修长的手拖着一只毛茸茸的白色猫猫，配文只有2个字：我的。发出去之后，阿尔莫就去睡觉了。至于在网上引起的混乱，谁管呢？于是第二天一早，李李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见楼下传来爷爷的嘶吼：别拦着我，老子要去找那家伙拼命。他急匆匆跑到楼梯口，就见大哥哥和爷爷边往外走边撸袖子，一旁的管家还试图阻拦：老家主你们千万要冷静啊，那可是陛下，陛下做了什么？李李眨巴眨巴眼睛，是谁抢了我的台词？他扭头一看，爸爸正站在他身后，脸上写满了对自家老爷子冲动行为的不赞同，然后他就被塞了一个终端。新网上的热搜早就炸了，除了排在前3的关于阅兵式和庆典的官方消息，第4条就是他们的皇帝陛下发的动态。简单的一张图2个字，却瞬间让阮萧浑身冒出了杀气，这货让我们从长计议，合着是打算第一个公布消息啊！阮萧恨不得直接提着激光炮去把地宫轰成渣。这时有警卫来通报，家主陛下来了。全家人噌的一下齐齐看向门口，他还敢来？阮逢四第一个带头冲了出去。等李李迈着小短腿跑出门，阮家3人已经和阿尔莫干起了。阿尔莫自知理亏，全程闷着头挨打，一点也不敢还手。李李也只能在旁边干着急：你们轻一点啊，千万别打脸啊！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兽，脸面还是要的。不得不说，李李现在的心态也是强大了很多。最终阿尔莫还是被请进了客厅，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就是浑身挂彩，看起来有点惨。李李已经熟练的开始给他上药了。抱歉，是我喝醉了才会发那条动态，可是现在删掉也不合适，不能让人觉得我反复无常，毕竟我是陛下。阮贺快被他的无耻气死了，你还知道你是陛下吗？眼见老爷子又要挽袖子，尊贵的皇帝陛下赶紧陪笑。不过我可再发一条动态解释一下，到时候圈一下阮元帅，当然也不会忘记阮老先生的。阿尔莫动作很快，10分钟就写了一篇小作文重新发布。前面发动态的时候没说清楚，纠正一下，这个可爱的小吉祥物其实不是我的，而是星兽帝国阮元帅的女儿星兽帝国元老阮贺家孙女。不过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后面那句话是他最后的倔强，阮萧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在自己的新网账号上也发了一条动态。我女儿配文的照片中，一只猫猫正站在某位元帅手心，垫着只有直立起来舔他下巴。另一张是人类形态李李正在吃水果，对着镜头笑得眉眼弯弯。照片一出，顿时又掀起了一波疯狂讨论，不知多少人都被照片中的奶团子给萌化了。元帅你糊涂啊，这么好看的仔仔，你竟然藏着掖着那么久。更刺激的还在后面，阮老元帅也不甘落后，早就想向全世界炫耀的他一口气凑够了2张9宫格，网友们都疯了，吃瓜吃瓜，这个瓜好刺激，原来陛下竟然是抢了元帅家的女儿吗？这是酒醒了来邓亲了，还是被元帅打了一顿来才来邓亲的啊？想象不出来陛下被打的样子，有点期待是怎么回事。不过这个仔仔真的好可爱，别说陛下，我都想把他偷回来养。阮贺看着网上的评论终于满足了，以后他就有更大的平台炫耀自己的乖孙女了。至于李李，他都不敢去看新网上的消息了，总感觉好羞耻的样子，但是心里也是真的很开心，因为现在好多人都知道她是爸爸的女儿了。好在这件事没有热闹太久，大家的注意力就被另一件事吸引走了。万众瞩目的军校试炼就要开始，这次被选中的试炼场是 F997星球。阮灵安作为第一军校的高年级生，几天前就已经跟同学们一起出发了。在试炼中，他们只能携带基础武器，跟星球上的本土生物战斗。李李也在关注着试炼直播，同时找管家要来了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边看直播边学习相关的异兽知识。与此同时，主星港口外，穿着驼色风衣的青年压低帽檐走下星舰，抬眼就扫见了港口的大显示屏，上面正在播放阮灵安凶残的击杀了一只异兽，顿时引来周围人的连声赞叹。这就是星兽帝国，强者为尊。然而青年却嗤笑一声，几年不见一点长进都没有，还是这么野蛮。此人正是阮星兰，因为被阮峰四悬赏进了猎杀榜单，他在机械星就一直受到骚扰，所以干脆就回来了。想起路上在新网上看到的信息，看似温和的青年嘴角挂起玩味的笑，能让他那个老爹如此上心，这便宜妹妹有点东西了。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有趣呢。下午时分，李李正抱着奶茶看直播，突然听见门口传来脚步声。李李扭脖子看过去，进来的是个戴眼镜的青年，一双祖母绿色的眼睛带着笑意，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是李李总觉得他笑得有点假。你是谁啊？李李有些紧张地攥紧了小手，突然他脑袋里灵光一现，闪过大哥的话，你二哥就是个装模作样的斯文败类，将来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阮星兰笑眯眯的正要开口，却见李李猛地从沙发上蹦下来，抓起机器人小米就是一个800米冲刺，一边跑还一边糯叽叽的大喊，管家爷爷不好了，二哥哥回来了。头一次被人刚见面就这么嫌弃，阮星兰的笑容逐渐消失，他还以为小孩子会很好骗呢，不过小短腿终究是小短腿，
阮星兰2、3步就追了上去，一把将某只没穿鞋的小团子给拎了起来。怎么见了我就跑？我长得很可怕吗？阮星兰发动了察言察语技能，是不是？大哥他们又说了我什么？看着眼前的二哥一副受伤的表情，李李忍不住有点心虚。不是的，只是我跟二哥哥你还不熟悉。阮星兰故作坚强的笑了笑，也是了，这次若不是大哥开出巨额悬赏追杀我，我还没那么早回来呢。李李惊恐的瞪大了眼睛，什么悬赏？什么追杀？再联想到之前二哥送给大哥的炸弹，突然感觉这兄弟俩的关系好可怕。愣神间，阮星兰已经拉住了他的小手，然后捏来捏去的把玩起来。你这小手真好看，等再长大些就很适合收藏了。救命！怎么感觉二哥哥好像个变态杀人狂啊？李李瞬间被他吓得汗毛倒竖，然后他家大哥就从天而降，收到阮星兰回家的消息，阮峰四直接翘班赶了回来。之后的事情就不是李李能管的了，两人直接到外面去打了个天昏地暗。让李李有点意外的是，二哥哥的星兽形态竟然是一只带着麒麟血脉的黑色豹子，动作十分敏捷，但他显然不是阮峰四的对手。一场兄友弟恭的比划过后，就被按着脑袋埋土里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元帅府变得格外热闹起来。时不时就会传出来爆炸声和吼声，李李整个人都麻木了。这天还没亮，楼下就传来了大哥哥中气十足的叫骂声。为了睡觉，李李只能用枕头蒙住小脑袋，却不想卧室房门被推开，紧接着李李的被子就被掀开，还没等小家伙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就被一双手直接抱了起来就往外走。要不是鼻尖的味道很熟悉，他都以为是家里进贼想抢猫了。李李，你大堂哥出事了，试炼比赛场地出了问题，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只藏在地下的虫族。你大堂哥为了给学生们争取更多的时间，独自断后，现在精神力消耗严重，污染值已经临近90了。阮贺抱着李李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明了情况，我们不敢把人送去医院，就把他接到庄园这边来了。李李顿时紧张起来，精神力完全崩溃就会变成没有理智的野兽，而且再也变不回来了。等阮贺抱着李李出去的时候，一辆悬浮车也到了庄园内，阮萧已经下令开启最高防护。从车上下来的阮灵战情况非常不好，眼睛已经隐隐变成了红色，浑身上下溢散出失控的精神力，让人根本不敢靠近。走，你们快走！阮灵战声音沙哑中带着隐忍，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带回来。他只知道他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李李急得眼睛都红了，爷爷你们快让我过去。阮贺握紧了拳头，他在犹豫。之前李李给他们治愈精神力的时候并不是失控的状态，现在阮灵战的精神力太危险了，就这么几秒钟的功夫，阮灵战已经完全兽化了。猩红的眸子带着毫无理智的杀意，甚至周围的空气都凝结成了冰。见状，阮贺立刻把离离交给阮峰四，然后化为兽形和阮萧一起去压制阮灵战。但失控中的麒麟虎并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原本安静的庄园瞬息间变成了战场。阮峰四看得着急，把妹妹往老二怀里一塞，纵身也跳了出去。最终爷仨加上阮清然才勉强将阮灵战制服。李李抓着二哥哥的胳膊，二哥哥快带我过去。他的声音透着急切，虽然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哑。阮星兰还是将人抱了过去，李李从他怀里下来，有些踉跄的靠近那只处于失控状态的星兽。他的心里不是不害怕的，但这次他不能躲在别人身后。如山的黑色麒麟虎冷漠地看着他，强大的压迫感令人窒息，不能退，不能退缩。李李一边害怕的掉眼泪，一边不停地告诉自己，阮贺和阮萧他们都心疼坏了。却见黑色麒麟虎的眸子在红色和蓝色之间转换，李李能看到，每次他的眼睛变成蓝色时，都望着他的方向，用仅剩的意志力做出口型，快走。李李看懂了，但是他不愿意离开，他不想失去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亲人，这是他好不容易才抓到的幸福。小小的身影猛地扑上去，莲藕般的胳膊紧紧地抱着麒麟虎的皮毛。哥哥，你不要变成怪物。李李开始用精神力接触他的精神海。小白球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他能感受到主人的情绪，所以还是颤抖着小身体，一点一点开始治愈阮灵战。然而对比起大堂哥庞大的精神海，李李的精神力球实在是太渺小了，就算小光点奋力地吞噬那些污染物，却也如同杯水车薪。半个小时后，李李的脸色已经白得有些透明了，额头上的汗水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李李，够了，快停下来。阮灵战的精神力勉强控制住，但却处于随时会爆发的不稳定状态中，而李李的脑袋里也传来了一阵阵的刺疼，身体更是止不住的颤抖。阮萧几人都吓坏了，惊慌上前想要抱走李李，小家伙却坚定地抓紧了黑麒麟虎的毛。爸爸，我没事，快好了，就差一点点。李李抿着苍白的没什么血色的唇，下一秒，他小小的身子突然迸发出强烈的乳白色光芒，将自己和黑色麒麟虎都笼罩在其中。乳白的光晕中，黑色麒麟虎失控的精神力被安抚治愈，乖顺地回到了主人的精神海中，眸子里的血色也逐渐恢复成原本宝石一般的蓝色。他用最后的力气看了眼抱着自己的小家伙，然后彻底失去了意识。李李也是疲惫到没有一点力气了，意识渐渐模糊，但他抓着黑色麒麟虎的双手却是一点没放松。不知道过了多久，李李感觉自己好像做梦了，梦中他看见了一双充满杀意的血色眸子。李李顿时被吓得哆嗦一下，睁开了眼睛，然后就对上了周围一双双视线，猫猫蓝色的眸子中倒映着此刻爸爸的样子，下巴上的胡子都长出来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有点严重。一旁的哥哥们也是同款烟熏妆，原来李李已经昏迷了3天了。回想起之前的事情，阮萧心里还是无比的后怕，好在女儿没事。李李倒是挺高兴的，因为大堂哥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听说一家人不眠不休照顾了他3天。李李难得强硬了一次，逼着几人回房间休息，然后自己爬起来准备活动一下筋骨。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变不回人类崽崽了。喵喵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李李倒腾着4只小爪爪，找到了现在唯一还醒着的二哥哥。比起其他人，二哥哥明显就要理智很多，这几天都有睡觉，因为家里里里外外都要靠他暂时先管着。
李李找到人后，直接挂他大长腿上喵呜喵呜的叫着，一只软乎乎的小白爪爪焦急的比划了半天。呜，哥哥我变不回人类了。阮星兰看懂李李的意思后，表情也凝重了起来。你的精神海呢？有什么异常没有？喵！李李突然想起自己前脑袋里好像痛痛的，不知道小白球球球怎么样了。李李赶紧趴在二哥哥腿上内视自己的精神海，然后他惊奇的发现自己的精神海好像大了好多。之前他的精神海大概只有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大小，但是现在足有豪华别墅那么大。他老远就看到了自己的精神力小白球，正要开口喊他，冷不丁的扑击一下，小白球旁边又钻出来一只胖球球，且比第一只大了好大一圈。李李这下傻眼了，咋回事啊？他的球球怎么变成2只了？这时阮清然也接到阮星兰的电话赶来了，不由分说就带着猫猫直奔医院，噼里啪啦做了一堆检查，然后他看着检查结果直接傻了，因为黎黎的精神力等级从 F 变成 E， 这怎么可能？精神力等级从觉醒之后就是固定的，从没听说过谁能凭空增加的。不过阮清然也只是震惊了1秒钟，毕竟小堂妹连精神力污染都能治好，区精神力等级提升有什么奇怪的呢？对吧？对个鬼啊！一个治愈污染就已经够麻烦的了，现在还能自主提升精神力，这小堂妹还有多少惊喜是她不知道的？李李从检测的仪器中出来，看着哥哥忧心忡忡的样子，心里咯噔一声，不会吧？他难道真的变不回去？以后都只能当一只猫猫了吗？李李顿时悲从中来，将整个猫猫头都塞进了阮清然怀里，喵喵叫着，活像在交代遗言。我以后是不是都不能站起来了？哥哥，你要多变成星兽陪陪我啊！喵喵，为什么都变成星兽了还不能说话？要是爸爸和哥哥能学会一下猫猫语言就好了。但是一想到爸爸顶着那张严肃的呼脸和他对着喵喵叫的样子，黎黎抽噎了一下，还是算了吧。终于弄明白黎黎在哭什么的阮清然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在猫猫的脑门上亲了亲。谁说你不能变成人类了？你只是精神力升级了，还没能好好控制那股能量的原因。黎黎眨巴了下眼睛，什么猫猫还能变回去，而且不是战五渣了。放下心来的黎黎立刻激动起来，想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快些告诉爷爷他们。当阮清然把小家伙送回家时，补觉的一家人正好醒过来，三哥阮灵安也回来了，身上也带着伤，不过跟阮灵战一比就不算什么了。所以当他看到大堂哥好端端站在自己面前时，差点以为自己被虫族打坏了脑子。说来也是阮灵战的运气好，若是在黎黎被认回来之前，他这情况基本上就是没救了。等到阮清然宣布黎黎的精神力自己涨上去了，话音落下，全家一片沉默。还是状况外的阮灵安第一个反应过来，你说什么？堂哥你开玩笑吧？不是，你们就这么平静了？其他人只稍微震惊了下就没反应了。阮逢四看着这个笨蛋弟弟，那你还想要怎样？他面无表情的把这几天发生的事讲了一遍。阮灵安听到最后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我是谁？我在哪？我还是那个小战五渣的哥哥吗？最后一切化成了深深的不爽。可恶，这么大的事情，他好像是全家最后一个知道的。安抚好几个哥哥，李李就回自己房间休息去了。小藤万照例跟了上去，却在路过窗台时突然炸毛了，疯狂的挥舞着叶片抽打一排小花盆。李李赶忙冲过去，喵喵，小藤万你干嘛？那是爸爸他们送给我的。但是跑过去之后他愣住，那几盆精神抖擞郁郁葱葱的4盆盆栽，是他之前怎么养也长不大的逆子吗？而且黎黎发誓，他看见那几盆盆栽动了，难道说自己随便一种就种出了变异植物，还是说跟自己的能力升级有关？黎黎整个猫猫都茫然了，就这么愣神的功夫，小藤万已经把一盆绿萝按在地上暴打。旁边的兰花看不过去，伸出狭长的叶片跟藤万对抽，不要脸，懂不懂什么叫做先来后到？你们都是本藤万的小弟，去，我们可是早就住在小主人家了。见状，猫猫赶紧跳到花架上，正要摆出主人的威风教训一下好大人们，卧室门被敲响，紧接着打开了。李李和小藤万都伸着脑袋往外看，其他4只也有样学样，齐刷刷的伸着叶子枝条往外探。阮潇进来的脚步顿了下，然后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心情已经麻木了，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又是小家伙弄出来的。他面无表情的给阮清然打个通讯，过来一趟。又出事情了，黎黎又怎么了？阮清然的语气也透着无奈和疲惫，2个又字就很微妙。3天后，阮家又紧急召开了会议。阮清然眼眶青黑，表情却充满了狂喜。经检测，那几盆植物不仅污染值全都为0，而且绿萝和文竹都有吸收周围的 X 污染物的能力。至于兰花，则能够净化已经被污染的精神海，只不过跟黎黎比起来要缓慢许多。阮星兰也将一支药剂拿出来，这是我从金局中提取出来的药剂，能够安抚精神力失控的情况。一旁的阮潇点点头，我的部下已经自愿做了试验，见效非常快，且没有任何副作用。黎黎听不太懂那些专业词汇，但是知道自己种的植物能帮到人，小家伙就开心了。他手里抱着刚收获的一小筐金桔，很开心的推给阮潇，那这些都给爸爸。阮潇却只拿了1颗，然后就听终端响起叮的一声。黎黎低头一看，自己的账户到账100万，黎黎都震惊了，他这是变成小富婆了吗？可是他不能收爸爸的钱。阮潇摸摸小家伙的毛茸茸的脑袋，这小金桔价值远不止这点，而且这些钱都是从军团公用账户上走的。最终一家人商议的结果是，把兰花交给皇帝陛下，也算是将龙族拉拢过来，同时可以稍稍透露一些黎黎会养变异植物的能力。至于治愈能力是绝对不能对外说的，哪怕是陛下也不行。金桔药剂到底是没瞒住多久，很快就震动了整个军部。第2天，星兽帝国所有军团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阿尔默和几位长老也来了。会议开始没多久，长老们就和几位元帅吵了起来。阮元帅家的私人种的小金桔，你们一句拿去研究就想全部霸占，你们哪来这么大脸？
和阮萧交好的贺峰元帅脾气最暴躁，他早看长老会那些老东西不顺眼了，直接化身贺队队开喷，几个老头被气得身体发抖，本指望皇帝能替他们说句话，谁知阿尔默却只是微笑着坐在上首，一副我也想听你们怎么找借口的样子。最终理亏的长老们只能表示愿意出钱购买，阮萧不置可否，然后很小气的给了他们一颗，长老们都快气吐血了。阮元帅家里肯定有不少吧，凭什么只卖给我们一颗？阮萧冷哼一声，凭我乐意。众长老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其中最愤恨的就是觉醒了木系元素的李长老，他们家族掌控着精神力抑制剂的生物，所以这种能够完美安抚失控精神力的小金桔的出现，显然抢了他们很大一块蛋糕。所以在想方设法得到小金桔之后，李长老立马让家族回去研究，看看能不能培养出同样的变异金桔树。结果当然是不出所料的失败了，提取出来的种子根本培养不出变异金桔树，就算能培养出来的普通金桔，也带着 X 污染物质，和初代根本不是一个品种。李家家主愤愤的一砸桌子，眼里闪过狠厉，去给我调查阮家，弄清他们是怎么搞到变异金桔的，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对军部的明争暗斗，黎离是一点都不知道。此刻他正和大堂哥一起参观主星最大的变异植物园，这是帝国植物学院特地开辟出来向民众科普变异植物的园区，因此配有许多专业的讲解员。黎离正趴在玻璃罩外观察着一只粉色的变异蘑菇，那蘑菇只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小，看起来是十分梦幻的颜色。各位请小心，不要盯着粉姑娘看太久，否则就会被其控制，吸引到自己孢子能散发的范围内，然后被她吸光全身的养分哦。听到讲解员的介绍，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飞快地把落到粉姑娘身上的视线挪开。真是长得越粉手段越狠啊！黎离却眨巴了下眼睛，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刚才总感觉那粉姑娘动了下，左右摇晃，像是在和自己打招呼似的。不会吧？难道他已经产生幻觉了？黎离赶紧揉了揉眼睛，不敢再看了。这边的是变异榕树，它们的根系十分发达，如果不小心走到它的树下，看到它那些垂掉下来的藤条没有，瞬间就能将你吸成瘦干。接下来是菟丝子，别看它们柔软的像丝一样，惹怒了它们，能瞬间将敌人搅碎。绞杀就是菟丝子最拿手的攻击方式。讲解员解说的十分血腥，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变异植物的危险，不然以后小命儿怎么没的都不知道。可惜真正被吓到的就只有黎黎，其他孩子都看得津津有，甚至大有想要上去和变异榕树干架的样子。就在这时，变故突生，远处忽然传来了尖锐的警报，不好了，有人往蔷薇园区里丢了诱导药剂，有植物发狂了，所有人快点离开。工作人员迅速开始组织游客撤离，然而已经晚了，能够制造幻境的蔷薇花粉四处飘散，不少人吸入后直接失去了意识，化为兽形脱离队伍向林中走去。阮灵战面色冷沉，顷刻间变成一只黑色麒麟虎后，麒麟虎仰天长啸，冰蓝色的精神力散开，凝结成一个球形的保护屏障，将妹妹保护在了里面。他低头轻轻蹭了蹭黎黎，然后跳了出去，必须先控制住那些变异植物，他们才能离开。黎黎被保护得密不透风，但因为看不到外面，还是有些担心。不知道过了多久，黎黎感觉包裹着自己的大冰球似乎晃动了下，但很快就又稳住了，然后似乎有了融化的迹象。哥哥，黎黎有些惊喜，以为是哥哥回来了。等等，好像不是哥哥。冰球出现了一个缺口，黎黎惊恐地看着无数枝条朝着这边伸了过来，小脑袋顿时一片空白。就在此时，他手腕上的小藤蔓张牙舞爪地飞出去，迅速便大和榕树枝条打了起来。臭不要脸的竟然抓家黎黎，当他黑莓藤是吃素的吗？仔仔第一次参观植物园，就被狂暴的变异植物围攻，不仅置换蘑菇冲他狂喷孢子，食人树更是扛起树根朝他冲刺。这一幕直接把周围的兽人都吓呆了。天呐，从没见过这种能量级的植物暴动，那么小一只仔仔怎么承受得住？千钧一发之时，仔仔的手镯化为藤蔓挡住了食人树，然而蘑菇孢子却已经将仔仔围了起来。黎黎吓得都不敢呼吸了，生怕被孢子寄生成为肥料。谁知那粉色的大蘑菇却只是跳到他的肩膀上，边蹭他的脸蛋边发出欢快的击步声。好开心，好开心，终于能和小可爱贴贴了。但是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无数菟丝子不知从哪伸了过来，直接将粉蘑菇卷起来丢了出去。呸，真不要脸，明明是我们先看到的小可爱。黎黎呆呆地看着化为抛物线的粉蘑菇，等他回过神来，周围的菟丝子已经咻咻几下为他搭了一座小巢，还编了一顶花冠，轻轻放到了他的头上。谢谢。所以你们没有发狂是吗？黎黎软糯糯的声音带着点试探的询问。菟丝子们立刻疯狂点头，这小可爱身上散发的能量他们可太喜欢了，把他捧在手心里还来不及呢。而被丢在远处的粉蘑菇也灰头土脸的爬起来，异常坚定地朝着来时的方向蹦去。而此时被冲散的游客中，阮灵战正在焦急地寻找着妹妹的下落，一旁的馆长都快急疯了。要是阮元帅的女儿在他的植物园出事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一行人很快来到了食人树所在的区域，但很快他们就懵了，正在和食人树打架的那是个什么玩意？小藤蔓。阮灵战却是认出了那株变异黑莓藤。你在搞什么飞机？黎黎呢？旁边的植物园工作人员都是一脸震惊。不是，这位大佬在和变异植物说话。小藤蔓掐住食人树的藤蔓顿了顿，然后才反应过来他家小主人不见了。完了，干架太上头了。食人树看到对手那满地找人的样子也回过神来，他抢的大宝贝呢？那么大一只宝贝呢？然后也开始到处找了起来。一时间枝条和藤蔓到处乱飞，场面可以说很魔幻了。阮灵战他深吸了口气，这藤蔓也太不靠谱了点。然后他就看到不远处一个灰头土脸的蘑菇正朝着一个方向蹦，工作人员也都看到了，然后纷纷吓得跳了起来。卧槽，粉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快去拿防护服！然而阮灵战却是若有所思，心里有个直觉让他跟上去。等到馆长带着人全副武装的追上了阮灵战，看到的场景却让他们腿都软了。
只见整片区域内都是密密麻麻的银白色丝线，明明是很美的画面，却让人汗毛直竖。是菟丝子开接巢了！等等，你们快看，那巢穴打开了。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视线中，黎黎从菟丝子丛中跳出来，直接扑进了哥哥怀里。别怕，哥哥来了。阮灵战摸摸他的头发，与其说安慰黎黎，更像是说给自己的。天知道他在发现黎黎山上的保护罩被破坏时有多么害怕。这时一堆菟丝子鬼鬼祟祟的跟过来，小可爱，你不要走，留下来陪我们好不好吗？你乖好不好？我会回来看你的。黎黎声音柔和，说话的同时给菟丝子喂了些天赋能量。菟丝子幽怨的缠绕在他手臂上，阮灵战的眼中瞬间冒出寒意。这变异植物简直是在挑战他的底线。可还不等他有动作，终于找到这边的小藤蔓就扑了上去。他说怎么打着打着架黎黎就不见了，感情是这小妖精偷家啊！去死去死！然后两株藤蔓植物就扭打在了一起，黎黎无措地伸出小手手，一副想要劝架又不知道该怎么劝的样子。至于变异植物园馆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们，他们可以说自己都已经麻木了吗？还是阮灵战第一个回过神来，一把抱起黎黎，放心吧，他们两个势均力敌，打累了就会停下来的。你也该饿了，我们先去吃饭吧。植物园的餐厅里，阮灵战一边投喂糯米团子，一边向馆长询问起了植物大面积发狂的原因。说到这个，馆长的脸就黑了，是反叛军那边的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没脑子的狂热分子，被信仰黑暗兽神的邪教洗脑了。又是反叛军，阮灵战眼里闪过厌恶之色。黎黎对他们的印象也很不好，记得上一次发生在主星的战争也是反叛军造成的。他嗷呜一口吃下了哥哥投喂过来的肉块，忽然感觉肚子的位置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下。黎黎低头一看，一个粉色的东西正从胸前的兜兜里钻出来。在馆长惊恐的目光下，粉姑娘跳到黎黎的腿上，抖了抖伞盖，很快从皱巴巴恢复成了一朵漂亮的大蘑菇。哥哥，他好可爱！几乎要夺门而出的馆长听了黎黎的话，直接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是逮着啥寄生啥的变异菌类啊！然而看着面前过于淡定的两人，馆长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陷入幻觉了。最终粉姑娘被当作突发暴乱的赔偿，由植物园送给了黎黎。当然主要也是因为粉姑娘自己抱着黎黎不撒手，馆长是又心疼又羡慕。他研究变异植物半辈子，还是整天各种被嫌弃，这小姑娘居然能受到所有植物的喜欢，就连精通木系异能的李家也做不到吧。不多时黎黎就跟着哥哥回了家。对于自家团子又管回来一个宠物这件事，全家人都表示没关系，也不差这点了。可就在黎黎开心的抱着粉姑娘去给爸爸看时，却在书房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李家为了逼迫阮家交出变异金桔，居然卡着不肯发放这个月的精神抑制剂。二哥阮星兰倒是认识一些药师朋友，但是制作抑制剂的原料很难找到。闻言黎黎顾不上敲门就冲了进去，爸爸，我可以帮你们去找变异雪绒草。在黎黎的坚持下，2天后哥哥们就带着他前往了遥远的雪落星，同行的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皇帝陛下。用他的话说，黎黎送了他那么珍贵的兰花，他必须来帮阮家尽一份力。阮贺差点被他这冠冕堂皇的样子气死，不过也觉得多一个人保护黎黎是件好事。乘坐星舰到了雪落星，早就有雪地车来接他们了。司机是个热情的青年，打过招呼后，他的目光就落在了矮墩墩的黎黎身上，立马露出了有些夸张的惊喜表情。兽神在上，这个幼崽太好看了，你们卖幼崽吗？几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阮风似撸起了袖子，阮清然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想打他。阮星兰面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好巧，我也是呢。阿尔默揉了揉黎黎的小脑袋瓜，别怕，他是企鹅兽人，这个种族的习性就是喜欢偷别人家的蛋来养。黎黎缩了缩脖子，那他一定要小心不被偷走。很快雪地车就到了他们预定的酒店，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4人就出发了。为了不给大家增加负担，黎黎干脆变成了猫猫的形态，结果就是几个哥哥为了争夺猫猫的归属权，直接化成兽形打起来了。看着满天乱飞的麒麟虎毛，黎黎有些无语的舔了舔爪。怎么又来了呀？就在这时，高处的雪山上传来一阵的狼啸。阿尔默眼疾手快地把猫猫抱进怀里，有异兽来了，快跑！说罢，从空间里拿出块滑板，带着小小的布偶猫哧溜一下没影了，悠闲自在的根本没一点惊慌。3头麒麟虎都傻了，怎么忘了这个不要脸的货？反应过来，3人立刻追了上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一大群凶悍的雪狼。黎黎完全没意识到某只心机龙的小算盘，而是担心的缩紧了小脑袋。哥哥们和阿尔默都选择逃跑，看来是真的打不过那么多狼的吧？谁知这时头顶却传来阿尔默轻松的笑意，黎黎想不想要坐骑？仔仔第一次坐星舰旅行，就降落在雪狼的领地中。本以为化身麒麟虎的哥哥能轻松应对，谁知3个哥哥却拎起他跑得比兔子还快。雪狼这种东西根本不值得我出手，还是趁机把妹妹抢过来要紧。3头心机虎都打着同样的主意，不明真相的猫仔仔却是被吓坏了。完了完了，看来哥哥们面对雪狼也只能逃跑。就在他把自己缩成个球瑟瑟发抖时，头顶突然传来一声轻笑，黎黎想不想要坐骑？黎黎抖了抖毛茸茸的耳朵，啥意思？然后他就只顾得上目瞪口呆了。阿尔默话音落下，立刻来了个帅气的转弯，直接跳到狼王的背上就抡起了拳头。3个哥哥一看更炸毛了，这臭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抢他们风头？他们立刻也一头扎进了狼群。10分钟后，明显肿了一圈的狼王夹着尾巴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另外几只壮硕的狼。阿尔默此刻正优雅霸气地坐在狼王背上，嘴角带着浅笑拍了拍狼背。黎黎上来，黎黎忍不住瞪大了双眼，既然打得过，为什么之前还要跑呢？阿尔默读懂了他的眼神，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之前是不想多生事端，不过看你挺喜欢这些狼，弄来当坐骑也不错。黎黎有些疑惑地抖了抖耳朵，你从哪里看到我喜欢的？狼王更是敢怒不敢言地悄悄呲了呲牙，你清高你了不起，
害他们以为碰上了软柿子，结果小丑竟是狼自己。不过黎黎终究还是没和阿尔莫一起骑狼王，而是被大哥哥塞他胸前的衣服里，目不斜视地走向另一头狼，用异兽当坐骑。这对新兽来说是一种很微妙的做法，毕竟大家都是兽。但是在雪原上跑了一会儿之后，阮家几兄弟就都上头了。阮逢四甚至有心情暗搓搓地挤兑阿尔莫，陛下还是离我们家离离远点，您别忘了您是倒霉体质，这不一下子就招来异兽袭击了。那只是谣言。阿尔莫一本正经，我真要有这么倒霉的话，那今天我们不躲。他话还没说完，大家忽然听到一阵轰隆声，几人连同他们身下的狼都齐刷刷的扭头，快跑！雪崩了！阮星兰一声高喊，几只狼爪子都快跑得擦出火花了。黎黎只来得及从大哥哥的肩膀上往后看了一眼，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然后他就被塞到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眼前一黑，就再也没有感觉了。几分钟后，一只黑色的带着鳞片的爪子从积雪中伸出来，紧接着是头部和身体。阿尔莫用异能融化掉身上的积雪，第一时间就是到处寻找他的小吉祥物，接着附近又是一团白色动了动，阮风四也钻出来了，怀里还小心翼翼地护着小小的布偶猫。阮星兰和阮清然也是自己出来的，顺便还把几只狼给刨出来了。黎黎没事吧？黎黎头上顶着雪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一点伤都没有，然后跳到地上抖了抖毛毛，去找被甩出去的小藤蔓和粉蘑菇。猫猫爪子踩在雪地上，小小的梅花爪印在雪地上错落有致。阮风四忍不住伸出前掌比了比，好小。阿尔莫动作更快，直接掏出终端拍照上传，一通倒腾，然后新网上又炸开了。其实他也没做什么，就是发了一张图片动态而已。图片中是一排小巧秀气的梅花爪印，旁边还有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做对比。虽然没有猫猫，但胜似猫猫，撒花撒花。陛下，你这更新速度可以了。天啊，那爪印也太可爱了。能不能踩我脸上？不用问，肯定是阮元帅家的小可爱吧。叮咚呼叫阮萧元帅，你家闺女被陛下偷了。被圈无数遍的阮萧看到阿尔莫那条动态，气得在心里大骂两个儿子和侄子，三个人动作都没他一个人快，回来必须给他们家敏捷训练。黎黎还不知道自己又小火了一把，这回他刚找回小藤蔓和粉蘑菇，那边阮风四他们也抓了几只从雪堆里爬出来的铁脚牛。阮清然身为顶级的外科医生，处理起铁脚牛来也毫不费力。雪原上不用生火就能自动加热的野炊工具被架起来，这边几人忙活着煮牛肉火锅和烤肉，那边几头狼围着一头铁脚牛狂啃，场面简直不要太欢快，完全没有了刚遇到雪崩死里逃生的那种刺激感。不得不说，黎黎现在真的越来越淡定了。吃饱喝足，黎黎带着小藤蔓和蘑菇在周围溜达，哥哥们则是分工把各种野外厨具都收拾干净。再一看那几头同样饱餐一顿的雪狼，忽然就有点嫌弃了。原本雪白威风的狼，这会吃的胸前的毛都被染成了红色，看起来埋汰的要命。吃饱了正躺着休息的几头雪狼忽然齐齐打了个哆嗦，搞不清这危险来自何处。不过很快他们就明白了，阿尔莫直接抬手放出一股能量波，暴力将冰湖的冰层打破，然后几人一起动手将狼丢进去洗刷刷，等把他们身上的血都洗干净之后，再拉着尾巴拽上来。阿尔莫再一把火下去，就把他们身上的水给烘干了。被折腾了一通的雪狼一个个欲哭无泪，要杀要剐给个痛快不行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好在又过了几天，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制造抑制剂的重要原料雪绒草的栖息地。雪狼们终于重获了自由，然而黎黎一行人的进展却不顺利。雪绒草是一种能够自由迁徙的植物，并且擅长伪装，因此就算知道他们的生活区域，找了2天依旧一无所获，反而闯入了一条 SS 级异兽寒冰蛟的地盘。这条寒冰蛟的身体大得离谱，而且还有起床气，就算是阿尔莫一时间也不能将它拿下。几人只能把黎黎放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他身上留下个防护罩，然后合力去对付那条难缠的大蛟了。黎黎趴在雪堆里焦急地观望着，见阿尔莫和哥哥他们没有落入下风，才松了口气。忽然黎黎感觉自己的尾巴似乎被什么东西碰了下，他以为是粉姑娘或者小藤蔓，小爪子下意识地拍了拍，然后就感觉不太对，因为他摸到了一坨毛茸茸的雪白的小球球。等黎黎看清楚自己抓的是什么东西之后，眼睛瞬间睁大，这个颜色，这个毛茸茸的，不正是他们在找的雪绒草吗？他扭头往其他地方看去，发现不止自己身边，周围一片好像都被雪绒草霸占了。要不是离得这么近，黎黎还真发现不了这种和雪一个颜色的植物。身为变异植物，雪绒草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它们能制造风，然后让风带着自己往想要的方向而去。黎黎开心坏了，自己竟然找到了这么多雪绒草，得尽快让那个哥哥他们来收集。但战场那边他过去不了啊。更糟糕的是，雪绒草他们似乎准备离开了。黎黎急得喵喵叫，甚至爪住一个雪绒草不肯放。几只正在迁移的雪绒草似乎发现了掉队的同伴，脱离了队伍往这边来了。小藤蔓和粉蘑菇立刻紧张起来，试图冲过来保护黎黎，却被雪绒草形成的旋风直接吹远了。黎黎有些紧张地松开爪，喵，抱歉，我不是有意的。然而那几只雪绒草却并没有攻击他的意思，反而绕到他的身后一直推他，那样子好像在鼓励族群中的幼崽。黎黎眨巴眼睛，他们好像把自己认成同伴了。黎黎忍不住低头看了自己一眼，他承认他的毛毛蓬蓬松松的，看起来是和这些雪绒草有点像，但它是有只有的，虽然短，也不能当它们不存在了。就在黎黎有点气鼓鼓的时候，雪绒草们又往前移动了一点点。黎黎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要不自己先跟着他们走。因猫仔仔是个小短腿，就被变异蒲公英当成了同类，不仅掀起龙卷风将它包围在中间，更是卷着它向栖息地飞去。猫仔仔顿时被吓坏了，自己这是被小草们绑架了吗？可这回哥哥们正在跟一条凶猛的蛟龙搏斗，如果喊救命可能会让他们分神。思来想去，猫仔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打算先跟着蒲公英球们，然后沿路留下标记让哥哥们来找自己。一路上宠物小藤蔓和粉蘑菇还想拉住猫仔仔，谁知一下就被狂风甩了出去。然而球们对待猫仔仔却十分温柔，还用软软的草叶给它做了个靠垫，这种草叶叫做雪绒草。
是制作精神污染抑制剂的重要原料。李李感觉自己要幸福的昏过去了。猫猫真棒，一下子就找到这么多雪绒草。不对，好像应该说是雪绒草找到的自己。他给球球们喂了一些天赋能量，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出想多拿一些雪绒草，生怕一不小心激怒球球也会被狂风扔出去。谁知球球们得知眼前的可爱崽崽需要自己的草叶，直接高兴地把身子扭成了麻花。那些草他们要多少有多少，小幼崽想要就都送给他。很快李李就被雪绒草给淹没了，他开心的全部收集到了空间手镯里，正要跟雪绒草毛球们道谢，忽然雪绒草球球们集体骚动了起来，原本柔软的毛毛炸成了一个个海胆。猫猫的直觉也让李李警惕起来，有危险来临了。很快他就知道那是什么了，只见一只成年哈士奇大小的异兽雪兔朝这边奔来，李李在他面前也就勉强够塞个牙缝，他一出现就张嘴叼走几只雪绒草球球吃了起来，一点也不怕雪绒草球尖刺的伤害。面对天敌，雪绒草球也迅速集结，很快汇聚成杀伤力强大的飓风。但是那只兔子明显很有经验，打了个洞躲了进去，然后等飓风过去之后继续钻出来捕猎。李李看得着急，但是他一个战五渣根本帮不上忙。危急时刻他灵光一现，想到了刚刚路过的一段狭窄山壁，喵喵喵，大家都快往这边过来。李李边招呼雪绒草球球边跑出去，出乎意料的，所有球球都十分听他的话。雪兔明显不想放弃这顿大餐，也跟了上来。又是几只雪绒草球球被吃掉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壁最狭窄的地方。李李的猫猫身体能过去，雪绒草球球们也能轻轻松松的过去，但那只雪兔却不行。异兽的脑子普遍是不怎么聪明的，这下直接给他卡了个结结实实。李李回头看了一眼也不跑，喵喵喵，打他！一声令下，球球集体炸开毛，小型龙卷风汇聚起来往夹缝中吹去。随着一声惨叫，雪兔直接体验了一把旋转飞天的爽感，化为了天际一颗善良的流星。喵喵，活该活该！李李舔了舔爪爪，又忍不住有些心疼被吃掉的那些球球。要知道，李李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想带走雪绒草，而是野心勃勃的想把这些雪绒草球球都带回去，这样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雪绒草。刚心疼了一会儿，李李的身体突然悬空被抓起来了，挺能跑啊你！熟悉的声音让吓了一跳的猫猫瞬间心虚。没错，说话的人正是阿尔莫。李李感觉到他声音里的怒气，忍不住蜷缩起了爪子和尾巴。那边雪绒草球球们看见他被抓，确实又炸毛了。雪绒草球球们又炸毛了，一个个小旋风重新汇聚起来。好在李李及时制止，喵，不要！见还没形成的飓风瞬间消散，阿尔莫挑了挑眉。这时大哥阮风四走过来，一把抢过小猫，你别吓唬他。李李胆子很小，阿尔莫无语，也不知道之前是谁说找到要打他屁股的。几人翻来覆去的把李李的检查了一遍，确认他没受伤才放心。虽然李李收到了4人份的批评，但这次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有李李在，雪绒草甚至都不用几人动手抓，就在猫猫的指挥下整整齐齐的跳入了空间折叠箱。几个哥哥看着那些雪绒草配合的样子就很无语，心里却是带着点骄傲的。别看他们妹妹是战五渣，但她能和变异植物打好关系了。几人中最震惊的就是阿尔莫了，这是天赋血脉吗？他一下就想到了这层。阮家3兄弟看了他一眼，然后点头。李李的这个能力他们并不打算瞒着，那太好了，我皇宫里有一株变异食人花，要不要？阿尔莫一脸热切，那株变异食人花是他妈养的，从小到大好几次都暗戳戳的想要吃了它，要不是他皮厚龙都没了。阮家兄弟集体答咩，陛下还是你自己留着吧。看他那一脸迫不及待想要将花送走的样子，总感觉不安好心。这次的行程圆满结束，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带回了如此大量的雪绒草，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了。回到家后，阮家人立刻开始着手布置雪绒草的栖息环境。雪绒草是以冰雪为食的，为此他们特地联络了落雪星的商队，每天送刚下的雪到主星来。李李则是负责带着他们到处转，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切都在有序进行。但是李家人却坐不住了。几天前他们还妄图用垄断抑制剂逼迫其他军团战队，以达到逼迫阮家人交出变异金桔树的目的。谁知整个军部没一个人鸟他们。最近更是传出消息，从龙岛来的3位大长老直接撤掉了李家族长的官职，这打击对李家来说可谓是致命的。任凭他们怎么想也不明白，为什么连那3位都帮着阮家。而此时阿尔莫也回到了皇宫，推开店门，入目的就是3只躺得四仰八叉的老龙，正围着李李送的兰花毫无形象的翻肚皮，要不就是用后脚蹬脖子挠痒痒，表情一个比一个销魂。阿尔莫面无表情的后退一步，将门关上了。他一点也不想承认刚才那3个像哈士奇似的家伙是自己的祖父和2位伯伯。不过这也说明了李李的兰花的确有滋养精神力的作用，简直被3条老龙当成了猫薄荷来袭。不过他不知道的是，3个长辈在听说这兰花是一个小幼崽种出来的之后，早就暗搓搓想着找机会把人拐去龙岛。也不知道日后阿尔莫会不会后悔自己送的这份礼。李李还不知道自己又被人惦记上了。这回他正在紧张地坐在教室里，好几个月过去，李李也成长了很多，所以这次他终于鼓起勇气到幼儿园上课了。你好呀，你是新来的吗？旁边一个很高的女孩向他打了个招呼。李李看得出他的本体应该是只大象，因为他的象鼻子还在呢。前桌一只恐鸟也变成人形扭过头。姑，你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哦。李李顿时小身子一抖，这些小朋友果然好可怕。纳尼亚，不准欺负新同学。象鼻小姑娘跺了跺脚，李李感觉整个地面都在震动了。我才没欺负她，因为她身上很好闻吗？有一股奶香味。恐鸟纳尼亚哼哼2声，那个可能是我带的小蛋糕了。李李伸手从书包里掏啊掏，掏出来好多零食分给新朋友，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不多时上课铃响了，不知道幸运还是不幸，第1节课居然是体育课。其他的幼崽们都很开心，只有李李苦兮兮的咬着手指头。尤其是当听到老师让大家先热身，围着室内体育场跑3圈时，李李的小爪爪都开始颤抖了。他拉了拉象鼻姑娘，朵拉，体育场1圈多，多大？朵拉想了想，好像老师说过2000米来着。李李只觉得眼前一黑，还没开始跑，他就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了。
猫仔仔第一次和幼稚园同学长跑比赛，竟就被他们吓到炸毛。不仅软萌小姑娘变成大象一路狂奔，更有小胖墩化身熊猫边跑边嗷嗷叫，被围在中间的猫仔仔直接眼前一黑。就他这小短腿，根本是天选吊车尾。一旁的灰熊老师也忍不住皱起眉，这新来的幼崽看着也太弱了，以后肯定会被其他孩子欺负。果然，李李没跑2步就开始喘粗气，却也只能咬着牙坚持。然而下一秒，他突然身子一轻，原来是大象朵拉跑到他身边，用长鼻子将他卷起来放在了背上。你怎么这么慢呀？让我来帮你。其余幼崽也纷纷簇拥过来，呵呵，他们也是有集体荣誉的。最终李李是被扛到终点的，老师的脸都黑了。让你们跑步，不是让你们玩叠罗汉的。红鸟纳尼亚毫不在乎的顶嘴，你就说我们跑没跑完吧。灰熊老师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也有些惊奇，这群熊孩子什么时候学会互帮互助了？新兽幼崽通常都非常排外，这是基因里带来的本能。看来这小家伙不一般啊。然而之后的测试中，他就见识了黎黎更多的不一般，那就是体能不是一般的差，而且差的特别均衡，不管是速度、力量还是耐力都是吊车尾。唯一优秀的项目是柔韧性，毕竟猫猫是一种液体来的。还好，没有全部拿到手。李李的心态放得很宽，测试完毕后就坐在一旁的台阶上休息。这时一头黑白大团子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没错，就是一只圆乎乎的熊猫。李李的眼睛都亮了，大熊猫它可太亲切了。熊圆圆同学，李李试探性的打了个招呼。大熊猫扭过圆圆的脑袋，慢吞吞的朝他点了下。很快其他同学也做完了测试。灰熊老师见他们都围着那个新来的幼崽，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这帮熊孩子果然开始欺负人。他撸起袖子就走了过去，却见那个软乎乎的小家伙正拿着一把糖果。周围的新兽幼崽们全都排成一排，乖乖等着投喂。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小家伙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让全班同学都听他的话，比他们这些老师还好使。上了1个月的课，李李感觉自己的体能是有那么点点提升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最近总是饿得很快。李李有些担心自己生病了，好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哥哥阮清然告诉他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他的天赋能力可能要晋级了。这个消息也让全家十分高兴。于是这天李李回到家，就发现家里堆了10大箱高等营养剂，都是李李最喜欢的水果口味的，好多。李李惊讶的嘴巴都张大了。爷爷阮贺豪气的一挥手，这些够李李吃了吧？不够再让李家送。李家，李李眼神带着疑惑，他们家不是一直自己爸爸对着干吗？不看新闻的小朋友并不知道，李家原来的族长被曝谋害同族，已经落网被抓了。现在的掌权人在阮家的支持下，大刀阔斧的清除了族内的反对势力。现在李家已经是阮家的附属家族了。而此刻的第1军团司令部元帅布罗斯愤恨的一拍桌子，又是阮家，居然挖走了他手下最大的摇钱树家族。他面色阴沉的点开视频通讯，虫族的下一任女皇要什么时候诞生？我要让阮萧和第3军团彻底消失。一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出现在投屏中。5年后，好，这期间想办法让阮萧的污染值增加，到时候我就不信他还能完整的回来。李李还不知道一场针对自家的阴谋正在酝酿。这天他早早上了床，一觉醒来却发现全家人都围着他，爷爷、爸爸还有哥哥，你们怎么都在我房间呀？小家伙迷迷糊糊的揉了揉眼睛，就被爸爸一下搂进了怀里。李李，你感觉怎么样？你都睡了2天了，有没有肚子饿？李李吓了一跳，他睡了那么久了吗？可是这回他觉得精神超级好，甚至一点也没觉得饿。最后全家人陪着他去了趟医院，检查结果可喜可贺，李李的天赋能力已经顺利晋级了。回到家后，李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花房，想看看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养更多的植物。站在无数还没长大的花丛中，李李闭上眼睛，运转身体内的力量，渐渐进入了一种很玄妙的状态。他感觉到自己置身一片星空，无数星辰有规律的移动，最后形成了一幅神秘复杂的图案。李李无意识地抬起双手，指尖汇聚着天赋能量，开始跟着那幅图案勾勒了起来。与此同时，站在一旁的阮家众人也瞪大了眼睛，那是什么？只见随着李李的动作，以他为中心的土地上渐渐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图案，莹莹的绿色带着白光。他们此刻也正好站在那图案中，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脚下传来一股温和又强大的力量。我身上的伤口愈合了。阮萧前不久才去参与了一场战争，手臂留了一道伤疤，此刻居然肉眼可见的在愈合。然后令阮家3人更震撼的画面出现了，那些位于图案范围内的植物竟然开始迅速生长了起来，并且全都变异了。不知过了多久，李李感觉有点累累了，他睁开了眼睛，阵图也随之消失。阮萧几步上前将女儿扶住，就听小家伙念叨了一句：“爸爸，我又饿了。”喝了营养液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睡觉。趁着李李还在休息的功夫，阮家父子又去做了精神力检测，结果一出3人直接傻了，污染值居然跌到了个位数。之前李李虽然也经常给他们做净化，但因为他们的精神海太庞大，不想让李李太过劳累，所以只要基本在30左右。当然这个数值若是被外人知道，也是妥妥会惊掉下巴的。可谁能想到这次他们只是在阵法中站了站，污染值居然快清零了，而且还不是单独一人，而是3个人同时进化。这到底是什么逆天的技能啊？谁说他家仔仔是战五渣？这仔仔可太棒了。于是李李一觉醒过来时，还有些没回过神，就对上了3双兴奋到冒光的眼睛。他抱着爷爷塞来的奶果汁小口喝着，然后听爸爸给他讲解了一些关于天赋技能的知识，终于后知后觉的明白自己开发了一个多么了不得的能力。而且因为他的那个技能，花房里最珍贵的变异小金桔获得了大丰收。这下爸爸的军团不用愁缺少天然精神抑制剂。李李开心的跳下床，打算立刻去采摘一波。然而这一次走进花房，最吸引他的却并不是小金桔，而是角落里几株不起眼的小草，那是李李随手种下的猫薄荷。说来奇怪，
星际世界的猫薄荷对星兽没有半点吸引力，当然也不会吸引任何猫科动物。李李只是觉得它们有点好玩，并没有其他的感受。但是现在这猫薄荷也变异了，而且非常吸引猫猫。李李来的时候，大哥哥阮风四已经变成一只大猫，呼哧呼哧的上前想要吸猫薄荷，但被阮萧做出花房了。并不是阮萧对那些猫薄荷没有反应，相反，一向沉稳克制的阮大元帅耳朵和尾巴都露出来了。且那带着鳞甲的尾巴把空气都抽得飒飒作响，他的瞳孔也变成了树瞳，双目紧紧地盯着那一片猫薄荷，抿着薄唇，倒像是在努力克制着有些过于亢奋的情绪。李李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爸爸，一时间眼睛睁得圆溜溜地看着他。仔仔只是种了一株薄荷草，竟就让霸总哥哥化身大猫咪躺在地上毫无形象地翻起了肚皮。见状，元帅老爸还以为儿子中了毒，扛起激光炮就要将猫薄荷轰成渣。猫仔仔赶忙上前阻止，可看着自家大哥那副样子，黎黎辩解的话卡在了嗓子眼，这让他怎么说得清啊？这下老爸阮萧的表情更凝重了。其实他对那些猫薄荷也不是没有感觉，相反，一向沉稳克制的他这回耳朵尾巴都冒出来了，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让他上去打滚。不可以，我是元帅，要保持身为军人的仪态。嗷呜！最终高冷严肃的元帅大人化身大猫猫，一个跃起扑进草丛里翻滚起来。黎黎看得偷笑不已，然后也跟着变成一只雪白的小猫猫，喵呜喵呜的扑过去开始各种打滚。不知过了多久，阮萧才稍微回过神来，顶着一头的草发出灵魂三问：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他随手捞起旁边还在打滚的小白团子，然后一只大脑袋就凑上来，对着他怀里的猫猫就是一通舔。阮萧想都没想就抬脚将白色麒麟虎踹飞出去。不得不说，某位老爸属实是双标过头了，女儿就小心翼翼揣怀里，儿子就用踹的。几分钟后，把自己拱得乱七八糟的雪白猫猫回过神来，窝在爸爸怀里，有点不好意思。阮萧没事人似的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你大哥都没觉得丢脸，你怕什么？阮风四尴尬的走过来，一听这话又差点炸毛，都是刚刚那东西太可怕，闻到那味道我都要飘了。阮萧面不改色，我查了，那是猫薄荷，应该是没有毒的。他控制着情绪摘下了几片叶子，面无表情的将其装入密封袋，我把这些拿去军部研究院。阮风四敬畏的看着父亲平静的背影，完全不知道转身的瞬间阮萧的表情差点失控。李李则是从地上捡起一片很小叶子，拿去泡了一大壶茶。于是10分钟后，阮萧回到客厅，就见李李和阮风四两人歪在懒人沙发上，一人抱着一杯猫薄荷茶，喝了一口之后同步发出感叹：真好喝呀！阮萧眼睛都瞪大了，不是，你们就这么喝下去吗？此情此景，阮萧只想说一句，给我也来一杯。猫薄荷的研究结果暂时还没出来，黎黎该去上学了。之前因为昏睡，家里人给他请了病假，所以一到教室，所有同学都来围着他问候。黎黎表示自己身体壮壮，还拿出很多水果分给大家吃，有大象朵拉喜欢的苹果，红鸟纳尼亚最爱的草莓，最后是几根鲜嫩的竹笋。这是黎黎为了熊圆圆特地种的。闻言，原本坐在位子上昏昏欲睡的熊圆圆顿时清醒过来，她这会是个自带烟熏妆黑眼圈的可爱小姑娘形象，几步就来到了黎黎面前。真的是给我的吗？谢谢。熊圆圆迫不及待地拿过竹笋，直接变成了一只500多斤的熊猫宝宝，咔嚓咔嚓地吃了起来，剩下的其他竹笋都被他宝贝地放在肚皮上。趁着他吃竹笋的功夫，黎黎忍不住偷偷伸出小手手，在他的背上摸了一把，软乎乎的，但是黎黎不敢多摸，因为星兽大都不喜欢外人的触碰。可出乎意料的是，熊圆圆竟然主动把一条腿伸了过来，这小团子的表情实在太明显，而且说来也奇怪，他的确不喜欢其他人凑得太近，但是一点都不讨厌黎黎同学。黎黎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然后他就开始揉大熊猫，也许是给家里人按摩的多了，熊圆圆被他揉得还挺舒服的。总之双方都对这次的交易非常满意，以至于其他小幼崽都眼馋了，纷纷邀请黎黎欣赏各自的毛毛。推门进来的班主任老师看到这和谐的一幕，简直要热泪盈眶了。天知道阮元帅家的小幼崽请假这几天，这帮熊孩子整天吵着要去看他，都快把房顶掀了。要是小家伙再不回来，他只能去元帅府哭着请人了。几天后又到了周末，黎黎不用去上学，恰巧小金桔又结出了一批果子，他本想和家人一起去采摘，爷爷和爸爸他们却不想让黎黎太辛苦，就让同样放假的三哥带他出去玩。在黎黎的预想中，应该就是去游乐场之类的地方，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天真了。三哥阮灵安把他带到了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建筑外，看着那些穿着打扮都很叛逆，还戴着赛车手套和头盔的人，黎黎心里有点不好的预感。三哥哥，这里不会是，这里就是专业的赛车场，放心吧，你哥哥我开车很安全的。一些不好的回忆在脑海中浮现，黎黎感觉自己的小指头都软了，但他还是坚持抱住了三哥的大腿。我要和哥哥一起，哥哥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能立马给你治疗。而且他还有一点小心机，就是有他在，哥哥应该就不会开太快了。阮灵安倒是无所谓，反正他对自己的技术绝对自信。很快阮灵安就换了一身黑色的车手服，将他的身形衬托得十分修长酷炫。但是这个酷酷的男孩怀里抱着一只软萌萌的糯米团子，就真的非常吸引人注意力了。阮灵安算是这个赛车场的风云人物，向来以人狠话不多闻名。然而今天众人看着他把一个小姑娘塞进副驾驶，小心翼翼地检查了好几遍各种安全措施，然后才坐进去主驾驶的样子，都差点惊掉下巴。这家伙什么时候变成个妹控了？好吧，他们承认自己是很嫉妒的，有那么个小团子坐在副驾上也太可爱了吧。对比之下，自己身边的火辣美女好像都不香了。比赛开始，无数悬浮车从空中划过，黎黎原本是有些紧张的，然而很快他就被窗外的风景吸引了注意。只见不远处的海中跃起的带着机械质感的鲸鱼，视觉上的震撼让他忘记了害怕。直到悬浮车到达终点还意犹未尽，阮灵安的车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刚下车就有一个少年笑着迎上来，灵，你今天的速度不行啊。阮灵安白了他一眼，就你速度最快行了吧。对方一噎，感觉自己好像被骂了是怎么回事。
事？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少年肩上。荣小少爷，真巧啊！名叫荣素的少年一回头，看见来人，顿时厌恶的抖了抖肩膀。滚！那人眼神顿时阴沉下来。姓荣的，你别不识好歹，惹了我们田家人可没有好下场。那边黎黎刚被阮灵安从副驾上抱下来，忽然被荣素一声怒吼给吓了一哆嗦。田三，你他娘的对我做了什么？只见荣素面色扭曲的倒在地上，脖子上还插着一支针剂，而田三则是眼神疯狂。我就是要你们荣家知道，惹我们田家没有好下场，哈哈哈！所有人对被这一变故惊呆了，还是阮灵安冲上来将那针剂拔出来。荣素，你还好吧？荣素显然不好，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变红了，这是兽化的征兆。卧槽，他是不是精神力失控了？快，谁带抑制剂了？田三还在狂笑，没用的，他就要变成剁兽了。阮灵安目光狠厉，直接用精神力将之抽飞出去。黎黎也是在这个时候跑出来的。哥哥，你试试这个。荣素已经开始无差别攻击周围的人了。阮灵安一把将妹妹抱起来，看到了她手里拿着一颗小金桔。阮灵安接过小金桔，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制服荣素，而是将黎黎抱到附近一间休息室，别出来，让小藤万保护好你。黎黎有些担心的看着他，哥哥你要小心呀。阮灵安点头，拿着那颗小金桔跑了出去。高仔仔趁着爸爸不在家，偷偷去看星际越野车比赛。面对车手们帅气的漂移竞速，仔仔正要举起小手手欢呼，不料一个年轻车手经过他面前时，竟突然发狂化身兽形扑了过来。见状，哥哥赶忙将仔仔护在身后，同时注意到车手脖子上还插着一支针剂，他眼神一冷，这似乎是药物引发的精神力失控。周围人散开，荣家小少爷要变成剁兽，场面顿时一片混乱。被哥哥挡住的黎黎却是灵光一现，从包包里掏出什么递过去。哥哥，你试试这个，应该能救那个人。阮灵安低头看去，小小的手心里是3颗变异金桔。此刻的荣素已经完全兽化成一只红色大鸟，精神利刃到处乱飞。阮灵安再也来不及犹豫，将黎黎安置好后，就化身一只庞大的狮子，纵身一跃压着那只大鸟落了地，然后粗暴地把它的嘴巴掰开，直接把整个小金桔都捏烂了塞他嘴里去。红色大鸟也顾不上搞破坏了，奋力挣扎着低头跃了起来。这什么玩意，简直比他的命还苦。然后下一秒又被大狮子一把捏住嘴来回摇晃。很好，小金桔整个被他吞进去了。其他星兽都惊呆了，这是什么表演？不过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荣素的确是安静下来了。很快刑警赶来，将整个赛场包围，也抓住了对荣素下毒的人，是跟荣家向来不对付的另一个家族派来的。此时阮灵安早就恢复了人类形态，正抱着黎黎接受警方的询问。不过阮灵安只是将那支药剂交给了刑警，至于喂小金桔什么的，兄妹俩早就达成了一致，没人提就不说，他们只是路过的目击群众而已啊。刑警面色凝重地将那支针剂收了起来，这是黑市上一种违禁药剂，使用后会让人直接精神力崩溃，就算用抑制剂也不可能压制得住。没想到被人拿到比赛中来陷害对手，荣家小少爷这次看来凶多吉少。这时忽然有人震惊的大喊，收回去了，他的精神力收回去了。所有人闻声都看向荣素的方向，只见大鸟形态的荣素缓缓站了起来，有些茫然的看了看周围，然后身形缩小变成了人类形态。荣家人赶忙冲了上去，比他们动作还快的是几个医师。小伙子别乱动，我们检查一下你的精神力。等等，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污染值下降。这个发现惊动了所有人，可怜荣素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就一脸懵逼的被带去了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而此时的阮灵安已经做完了笔录，带着黎黎回家了。刚走进门，两人就发现全家整整齐齐地坐在客厅，而在他们前方的很大一块投屏上，正播放着一个视频。阮灵安一跃而起，腾空变成星兽，压住荣素一通狂殴，以及后面发生的事情。当事人阮灵安表示就很社死。阮星兰面上带着笑，说出来的话阴阳怪气。哟，我们带妹妹去开飞车的大英雄回来了。其他人也对他怒目而视。被全家人针对的阮灵安顿时安静如鸡，老老实实被大哥拎去教训，留下黎黎一个站在角落里，小身板端端正正的跟罚站似的。一家人看得好笑。黎黎过来。黎黎虽然心里有点虚，但还是乖乖的走到爸爸身边认错。爸爸，我知道错了，不该跟着三哥哥去乱跑。他飙车比赛我没阻止，还和他一起去打架。小家伙主动承担错误的样子让人心头发软，但是怎么这么傻乎乎的？明明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阮潇揉揉他的小脑袋瓜，好了，这都不是你的错。其实我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变异猫薄荷的研究结果出来了，已经证实它能够提高猫科星兽的精神力。这话一出，连阮老爷子都震惊了，忍不住看向被他们随手放在桌上的罐子，里面都是晒干了当茶叶的变异猫薄荷嫩芽。突然就感觉好奢侈，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我让院长帮忙压下来了。之前变异小金桔的热度还没有过去，若是这个再被外面那些人知道了，他们会更加疯狂的。说到变异小金桔，黎黎又有点担心。爸爸，今天我让哥哥把小金桔拿去救人，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阮潇摇头，没有，你们做得很好。现在小金桔的事情在军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事情肯定瞒不住。不少人都在调查究竟是谁培育的变异金桔树。作为阮家人的黎黎也被他们查过了，但是找到的都是些普通资料，其中精神力 F 这一条格外显眼，因此黎黎是第一个被排除的。就这样，所有人都完美的错过了正确答案。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黎黎的生日就到了。这是黎黎回家后的第一个生日，她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兴奋，导致第二天成功起食了。一大早，阮家几个男人推开房门，看了眼裹在被子里睡得正香的毛团子，然后轻手轻脚来到厨房。今天他们准备给黎黎个惊喜，亲自做早餐给她。闻言，管家眼皮跳了跳，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这时门铃响起，某位陛下笑眯眯地出现在阮家门口。各位好啊，是黎黎邀请我来参加生日会的。阮家众人齐齐黑脸，怎么办？好想把他插出去。最终阮老子被留在客厅陪客人，其余几人都一头扎进了厨房。不知过了多久，厨房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阮家别墅整个都抖了抖，黎黎也被吓得从床上弹跳起来，喵的一嗓子浑身的毛都炸起来。
他赶紧变成人类形态跑出门，然后就发现整个别墅都是烟。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哇？他们家被袭击了吗？黎黎正茫然无措的时候，突然被抱了起来，一缕黑色长发从他眼前扫过，是阿尔默。几秒后，黎黎就被带到了别墅外面，紧接着从浓烟中走出来的是脸上身上没一处干净的阮家男人们。嗨嗨，你哥把厨房炸了。阮潇不想在女儿面前丢脸，果断甩锅给儿子。明明是你自己把整颗驯鸟龙蛋放到热炉里才爆炸的好吗？大哥你还有脸说吧？你自己还不是蠢的往油锅里倒水。从几人的相互指责中，黎黎听出来他们是要给自己做早餐，不由得有点感动。这时阿尔默慢吞吞开口，还好厨房炸了，不然弄出来的东西黎黎是吃呢还是不吃呢？黎黎一顿感动收回了那么一丢丢，最终一家人只能去阿尔默的庄园吃饭，然后一起玩全息游戏消磨时间。黎黎选了爸爸和哥哥们经常打的对战游戏，可惜在分组的时候，除了爸爸、三哥哥和阿尔默，其他人都分在了和黎黎敌对的阵营。黎黎有点小遗憾，不过很快就沉浸在游戏中了。没过多久，游戏聊天频道就炸开了。你们见到红方那边3个大佬没？还带着一只幼崽的，特娘的抢了老子的装备武器不杀老子，说要给他们的崽练枪，这还是人吗？这哈，你这算个屁！那3个人抢了我们的装备，围着我们10几个人，现场教那小孩丢炸弹，我他妈井号星号爱。蓝方阵营的聊天频道在疯狂讨伐阮潇3人，然而此时被他们惦记的小幼崽黎黎一个操作不当，手里的炸弹没丢出去，直接把自己的亲友团给送走了。他自己倒是被阿尔默眼疾手快的丢了出去。看着被炸成灰的皇帝陛下、元帅大人以及第一军校首席学霸，黎黎小脸脏兮兮的站起来。好家伙，整个宇宙都找不出比他更强的崽。小姑娘吸了吸鼻子，我该怎么办呀？杀父仇人竟是我自己。高仔仔第一次玩吃鸡，就成了全体玩家的噩梦。不仅元帅老爸亲自帮他放冷枪，更有帝国皇帝手把手教他扔炸弹。众玩家被逼得只能抱头鼠窜，救命！这是大佬跑游戏里带娃来。可就在他们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时，猫仔仔却一个手滑没拿稳炸弹，直接一波把自己的亲友团给送走了。包括帝国战力天花板的皇帝陛下，外加联邦元帅以及第一军校首席，好家伙，整个宇宙都找不出比他更强的崽。黎黎自己倒是毫发无伤，顶着一张灰扑扑的小脸欲哭无泪，他自己什么也不会啊，要不他自杀一个试试。突然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家长呢？黎黎被吓了一跳，等看清对方的衣服是和自己同阵营才松口气，我爸爸他们被我不小心炸死了。对面5人沉默了一下，紧接着一个男孩猛地发出一阵爆笑，我的妈呀，小家伙你可真牛！因为笑得太嚣张，被旁边的短发女生一把推开，然后女生来到黎黎面前蹲下，不用这么失落，只是个全息游戏而已。既然这样，那你就跟着我们吧。黎黎还有些纠结。就在这时，通讯器中传出一声惊呼：卧槽槽！你们快看内部消息，B区那边有几个人简直疯了。闻言，所有人都打开了自己的游戏系统。红方剩余326人，红方剩余295人，红方剩余260人。他们阵营的幸存人数在不断下降。蓝队那边出了几个杀神，这回带着一堆人朝 A 区去了。A 区的战友们注意了，短发女孩沐风雪他们所在的正是区。闻言立刻紧张起来，他们这一行人今天的运气不太好，逛了半天只爆出了一把阻击枪，要是遇上大部队肯定团灭。在他们商量怎么苟住的时候，黎黎弱弱的举起手，那个装备我有的。5双眼睛看过去，黎黎从自己游戏背包里掏啊掏，扒拉出来一把阻击枪，然后又一把，再一把，甚至在他们目瞪口呆的视线中，还掏出了2个小型火箭筒，整整齐齐的炸弹，粗略一数至少有20几枚。黎黎蹲在各种武器前，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看着他们，这些够不够啊？啪嗒，沐风雪手里的匕首掉地上了。之前嘲笑黎黎的那个男生也咽了咽口水，颤颤巍巍的开口：这些东西你都哪来的？黎黎非常实诚的回答：爸爸哥哥他们给的。卧槽槽，这是杀了多少人头才爆出来的装备啊？就这么全丢给一个小孩子了。关键那几个大杀神就被这小幼崽一下子给送走了。是笑出强大了，震惊的下巴收回来之后，几人看着黎黎的眼神都热切起来。沐风雪蹲下和黎黎商量了一下，然后在红方阵营内部群发出了一条消息，先是一张堪比军火库的武器大合照，然后是一个坐标，大家到这个位置来领武器，共同对抗蓝方的团战。不过有个条件，这些武器都是一位小玩家提供的，所以得到武器的要负责保护他。消息一出，整个红方阵营顿时炸了，这是财神家的幼崽下凡了吗？我只想说，放着我来。于是无数蓝方玩家气势汹汹朝着区而来时，黎黎正被许多哥哥姐姐围在中间，拍着胸脯保证要带他躺赢。黎黎小嘴张了张，到底没说出敌方阵营里还有他的爷爷和好几个哥哥呢。几分钟后，团战开始，黎黎一个崽坐在队伍最后面，因为开启了未成年模式，所有血腥画面在他眼里都是一团马赛克。不知是谁怕他无聊，还给他塞了个高倍望远镜，然后黎黎小朋友就瞧见了队伍最前面，自己的哥哥们正在大杀四方，这个情况就有点麻烦了。红蓝双方打得火热，但奈何敌方有 buff。最终红方人数还是越来越少，然后被包围了。阮风四手里拿着一枚小巧的炸弹把玩着，在红方玩家警惕的目光中走过来，想着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护好那个小幼崽。那个，你们让一让好不好呀？一道软糯的小奶音传来，众人低头一看，小幼崽正努力从他们中间往外扒拉。小朋友你别！却见小幼崽直接朝着对面奔去。大哥哥，话音一落，对面人整个气势都变了，不光他一个，还有他身后的几个杀神。二哥哥、大堂哥、二堂哥，姨爷爷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阮风四捏捏黎黎的小脸蛋，老头不怎么会玩游戏，开车没控制好，直接撞墙把自己送走了。倒是你怎么也是一个人？老爸他们呢？黎黎很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我丢炸弹没丢好，他们被我炸死了。
阮峰四嘴角抽了抽，干得漂亮！两方阵营的玩家们都妈了，啥情况啊？这是一家人来游戏玩他们了。诸位，阮星兰笑容温和，但莫名让所有玩家都头皮一凉。今天是我们家小家伙生日，特地带他来游戏里玩的，所以他看着蓝方阵营的玩家们，我们这些当哥哥的总得让他有个好的体验，你们能理解的吧？蓝方阵营的玩家们看着他手里的炸弹，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们理解个嘚儿啊！红方阵营的玩家们，卧槽，惊呆了！这是什么惊天神反转？他们没记错的话，这是阵营对抗，不是什么卧底大赛吧？阮星兰声音依旧温和，感谢你们的付出，我会记得你们的。然后他手里的炸弹丢了出去，李李生日快乐，给你看一场烟花。蓝方阵营的玩家们，我100%美元警号了。消灭了所有蓝方玩家后，阮峰四他们把自己也炸死，然后离离人生中第一场虚拟游戏，在家人们的各种骚操作保驾护航下赢了。红方剩下的玩家人都傻了，玩了这么久的游戏，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游戏结束，离离回到了现实世界，刚睁开眼睛就被一双手抱出了虚拟舱。小家伙有点不好意思，爸爸，对不起哦。阮潇眼里闪过笑意，游戏而已，玩得开心就行。这时他们预定的蛋糕也送到了。双层的草莓蛋糕，上面还有一个用白巧克力做成的布偶猫猫，蜡烛是一个5的形状，代表今天的李李已经5岁了。大家给李李戴上了过生日的小帽子，唱起了生日歌。李李脸上带着软软的笑容，闭上眼许愿，希望他爱的人都平平安安，希望自己能永远陪在他们身边。然而生日过后没多久，李李就迎来了一次分别。大堂哥阮灵战要去边境星驻守，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回来，就连阮灵战自己也没想到，他也不是第一次被外派了，居然对刚刚相认不久的小堂妹格外不舍。阮灵战想了想，打算将自己名下的一个星球送给李李，那颗星球上有不少的变异植物，小堂妹肯定会喜欢。李李还不知道自己就要成为星球领主，他在忙着给大哥做猫薄荷茶包，准备各种变异植物小盆栽，然后在送别这天成功把自己哭成了个小泪包。但是他明白哥哥是去保卫国家的。难过了一夜后，第二天李李拒绝了爸爸帮他请假的建议，还是精神抖擞的去上幼儿园了。今天是3月的第一天，班上要重新选班长了。李李思来想去，上个月的班长是朵拉，那么这次的票就投给熊圆圆吧。可他没想到的是，其他同学居然都把票投给了自己。露露老师微笑着念出投票结果，很好，这个月的班长就是李李了。全班热烈鼓掌，李李却有点傻了。这个班的同学，但凡发生冲突，他一个都打不过，这班长要怎么当啊？这是在为难他胖虎。下课后，朵拉传授他经验，别怕，谁要是不听话你就揍他们，一拳一个就老实了。李李看着他真诚发问，可是我一拳揍出去，你真的确定疼的是他们吗？猫仔仔第一天当班长就遭到了全校幼崽的疯抢，不仅小袋鼠扛着麻袋来偷猫，就连最懒的卡皮巴拉都吵着要转班，理由是他们班长只会使用暴力，不像猫仔仔又可爱又讲道理。见状，其他班的班长都不爽极了，你们3班的怎么回事？居然选了个那么弱的老大，好丢人！略。匆匆赶来的老师听到这话，顿时暗叫不好。幼崽们都是很容易被挑衅的，要是他们被激怒去针对猫仔仔，随便哪个一拳都能把他拍成猫饼。然而出乎老师意料的是，3班的幼崽们竟然空前的团结，一起把黎黎围在中间。我们班长就是比你受欢迎，不服憋着。黎黎觉得超感动，别的班都是班长武力压制其他人，就他们班是所有人保护他一个。大家不要吵架了，我们先去车上坐好，我还带了糖果给你们哦。软糯糯的声音落下，刚刚还凶巴巴一致对外的幼崽们瞬间变身乖宝宝，排排坐下等待小班长的投喂，留下隔壁班的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然后眼巴巴看向他们还瞪着眼睛的班长。班长，我们也想吃糖。隔壁班长更加咬牙切齿，可恶，难道他不想吃吗？一场闹剧在老师出手镇压前就结束了。今天幼崽们是去植物园做校外学习，到达目的地后，黎黎愣了愣，好巧，是上次发生过暴动的植物园呢。黎黎心情有点微妙。这时个班老师的声音陆续响起，让大家都把课本拿出来，要开始学习辨别变异植物了。幼崽们顿时又骚乱起来，不少小家伙根本不记得带书包，唯有3班的幼崽骄傲地抱着书和笔记本。因为有黎黎的提醒，所有人都带齐了东西。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那边是什么？老师指着水中一团红色植物发问。我知道，那个是红发海藻，能做成海藻味的营养剂，我妈骗我吃过，可难吃了。说着那个小朋友还呦了一声。老师笑了笑，说对了，这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变异植物，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是怎么杀猎物的。工作人员往水里丢了一只鸭子，在鸭子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时，就被柔软如发丝的海藻缠绕成了一个红色的茧，然后它的血就把周围的水染红了。老师趁机教育，看到了吧，以后在野外千万不要贸然下水。但是这一幕似乎没有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小幼崽们不仅不害怕，还议论纷纷，哇，他好厉害，我好想和他打一架试试。最终被吓到的可能只有黎黎一个。不知不觉就3个小时过去，老师们领着大家来到一片露天草地上，让大家原地休息加吃午饭。幼崽们欢呼一声，正要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见3班的学生齐刷刷打开书包，从里面掏出个巴掌大的伸缩小凳子，按一下按钮就展开变大了。哈哈，这是我们小班长帮我们选的，你们都没有。明明只是个小凳子，但是3班的同学都嘚瑟的不行，看在其他孩子眼中就很气。黎黎还特地多准备了一个小凳子，专门拿给班主任露露老师用。然后在同学们拿出便当开吃的时候，又捧出一个相当豪华的水果拼盘，让大家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小幼崽们都要高兴坏了。至于露露老师，嗨嗨，其实心里也怪得意的，自己当初那么努力的争取黎黎同学，真的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了。眼瞅着其他班上的小崽子们都要闹起来了，别的老师赶紧带着他们离开这是非之地，离远点。3班那小班长简直有毒，年纪这么小，怎么就能这么细心啊？最离谱的是全班还真就非常听他的话，呜呜羡慕死谁了他们不说。大家吃完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继续去参观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爆破声和枪声，轰鸣声音直接把所有人都给吓着了。
老师纷纷将孩子们保护起来。领队的老师接了个电话后，表情猛地变了，是反叛军，快带孩子们离开！该死，这里有什么东西值得反叛军惦记？学校的队伍顿时乱了起来，所有老师都护着学生往安全地带转移。李李跑得有点慢，慌乱之下还被人不小心撞倒。但他也没喊疼，站起来就要跟着队伍继续跑，却被一双手抱了起来。别怕，你跑得太慢了，我抱着你跑。李李抬头看了一眼，是个还挺漂亮的女人，她好像在老师的队伍中看到过她。老师，我自己可以的。那位老师笑了笑，将手放到她嘴巴和鼻子上。你跑得太慢了。女人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等李李意识到不对，想要挣扎喊救命的时候，一股眩晕的感觉袭来，意识都开始模糊了。她手腕上的小藤蔓却在此刻瞬间爆长，尖锐的藤蔓直接向女人胸口刺去。女人脸上诡异的笑容僵住，下一秒她变成一只巨大的斑鬣狗，和没有伪装的小藤蔓打了起来。小藤蔓一边打一边想要将昏迷的李李移开，但此时女人的同伴来了。见状立刻分成两队，一队过来帮忙拖住小藤蔓，另一队抱起李李就向外冲去。然而没跑多远也遇上了意外，在路过菟丝子园区时，一向温和的菟丝子在看见他们的时候就毫无预兆的发疯了。仅仅只是一个照面，他们8个人瞬间死了5个。shit， 这些该死的变异植物是怎么回事？杠上我们了吗？他们这次为了能抓住阮萧元帅的女儿，准备了很多人里应外合，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却没想到会有变异植物来掺一脚。快，用火焰喷射器对付他，火力开到最大。最终几个人拼死拼活，才将菟丝子围在火焰当中，只能让一个人抱着李李尽快离开。不过他们谁也没注意到，火中菟丝子竟然趁乱切断了自己的大部分身体，只留下一点主体，用尽所有力气追了上去。主体离开后，菟丝子的其他部分没坚持多久就枯萎了。反叛军的人见状终于松了口气，真是见鬼了，这里的变异植物都有病。为了抓这个小孩，老子损失了多少人手？呸！那个阮萧也别想好过。这些人前脚撤离，后脚阿尔默就来到了植物园。就在刚刚，他感应到了圣光镯发出的信号，那是他之前送给李李的。但是现在圣光镯的感应被什么东西屏蔽了，他只能通知封锁各个出口。与此同时，阮萧也接到了消息，正在全球找人，帝国皇帝和元帅都在找人，第3军团和骑士团都出动了。这么大的动静根本瞒不住，消息瞬间上了热搜。什么情况？听说去植物园参观的幼儿园学生被反叛军袭击了，其中就有阮元帅的女儿。卧槽，不是吧？反叛军真的是疯了，竟然在主星和第3军团还有陛下对着干，真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杂碎。与此同时，距离主星不远的太空中，巡逻舰刚刚拦下一艘拒绝检查的星舰，并与之发生了激烈交战，却没留意一艘不起眼的太空梭脱离主星舰，开启隐形模式，向着远处飞速行驶。驾驶太空梭的小头领虽然带着人成功逃离，但表情却阴沉的可怕。这一次他们的损失比从前任何一次都要大。等待着阮萧的女儿交给大人后，一定要阮萧和阿尔默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布鲁斯表情扭曲，他没有注意到一团不起眼的银白色悄然靠近了他。猫仔仔身为联邦元帅的女儿，却被假扮老师的反叛军绑走，更是带着他逃向茫茫宇宙。眼见太空梭舷窗外的主星越来越远，被关在安全舱里的猫仔仔都要急哭了。他这是要被带到哪去？不会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吧？就在这时，一团银色的丝线隔着透明罩蹭了蹭他的脸。黎黎瞪大了眼睛，菟丝子，你怎么跟来了？菟丝子朝他比了个虚的动作，然后慢慢向驾驶位的男人探去。恰在此时，男人也眼神阴鸷的看过来。老实点，你这次害老子损失了不少人手，再乱动小心我。话音未落，细软的银丝迅速缠住他的脖子。顷刻间，男人双目凸起，浑身痉挛，不过几秒就死的不能再死。但没人操控的太空梭也开始失控，最后朝着一个无名星球坠落。不知过了多久，黎黎昏昏沉沉的醒来，发现自己还躺在安全舱里，外面的环境却不像是太空了，更像是一个地下室。他有些惊慌地拍着舱底，这是哪里？谁能放我出去？正急得眼泪花闪烁的时候，安全舱顶盖被打开，一个少女探头进来。你醒了啊，这里是我家，你坐的太空梭出事故了，是我和哥哥捡到你的。少女语气轻快，心里却已经在尖叫了。啊，这小幼崽的声音好好听，而且怎么会有人哭起来都这么可爱？黎黎呆了呆，心里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那这里还是主星吗？主星，沈云的声音都放大了好多。主星那可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可惜他们可能永远都去不了。这里是垃圾星，没有去主星的星舰，也联系不了外面的星球，除非到主城去。黎黎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是去那里要有通行证才行，需要精神力等级达到 B 级。然后沈云就看见，原本眼神亮晶晶的小姑娘一下就石化了。好吧，他决定不问小姑娘的精神力等级是多少。这时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沈云一看到是自己哥哥，顿时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般跑过去。哥，你快想想办法，他这么一直哭着也太可怜了。沈然皱眉走过来，正想跟从前教训妹妹一样吼一声不许哭，却在看见那小小的糯米团子后闭了嘴。他妹小时候就是哭，也是变成星兽形态，边嗷嗷叫边咬人，他只要毫不留情将人踹出去就行了。面对这种小团子，他下不去手，最终让黎黎停下来的是一阵咕咕声。兄妹两个齐齐看向黎黎的肚子，黎黎精致的小脸刷一下红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被抓走多久了，现在好饿。哥，他饿了。沈云傻憨憨地看向沈然，家里的物资一向都是他哥在管，我听到了。沈然面无表情地起身，走到放营养剂的地方，依依不舍地拿了一支高等营养剂，那是捡到黎黎时从太空梭里找到的。原本他是想拿这些换钱当学费的，但这本来就是黎黎的东西。黎黎接过营养剂，打开盖子，一股青苹果的香味飘出来。黎黎很明显地听到了2声吞咽口水的声音，一个是边上的沈云，可望眼巴巴的视线都快化为实质了。另一道声音很小，是那个走到一旁整理机械零件的少年。黎黎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这2个人的生活好像很艰难呢。他小心翼翼地喝了2小口，然后将营养剂递给沈云，你喝吧。沈云连忙摆手，不用不用，
我肚子不饿。他不好意思的笑笑，只是我们从来没喝过高等营养剂，所以这个味道也太香了吧！嘿嘿嘿，沈然实在是受不了妹妹那丢脸的样子了，她红着脸朝着他怒吼：“沈云，你给我滚过来！”沈云撅着嘴巴哦了一声，凶什么凶嘛？但就在沈云要离开的时候，黎黎却拉着他的手，将剩下的营养剂塞给了他。沈云的第一感觉却是，小妹妹的手怎么那么软？这也太可爱了吧！他没忍住捏了2下。我吃饱了，小家伙声音也软软的。我胃口一直很小，高等营养剂很管饱，这还是成年体需要喝的量，我喝不完，喝不完那就放着，等你饿了的时候再喝。沈然故意冷着声音丢下一句，同时心里倒是松了口气。这个贵族小丫头看起来不是个娇惯的，希望他们不是捡了个麻烦回家。沈云虽然想喝，但到底是穷人家的孩子，很懂事，也劝着黎黎自己收好。这兄妹两个散发的善意，让黎黎的心情至少没那么糟糕了。这时兔丝子不知从哪钻了出来，因为用尽最后的力气绞杀敌人，这回只剩一小点的兔丝子更加奄奄一息了。黎黎都要心疼坏了，连忙运转天赋能量投喂给兔丝子。明明只见过一次，你为什么要为了我这么拼命？黎黎摸摸兔丝子，哽咽着说：“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又哭了？”沈云在他身边急得直跳脚：“我没事的。”黎黎吸了吸小鼻子，只是我的朋友伤得太重了。沈云看着他手里捧着的东西，顿时睁大了眼睛：“这是什么？居然是变异植物！”沈然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你和变异植物做朋友？开什么国际玩笑？这世界上还会有星兽和变异植物当朋友的？但是看他那样子，好像也没说谎。”黎黎抱紧了兔丝子，眼巴巴地看着他：“能别告诉别人吗？他会很乖，不伤人的。这个小孩的一切都太神秘了，他的身份来历，还有那个变异植物，能和我们说说你的身份来历吗？并不是打探什么，而是我得确保我们不会因为你遇到危险。”黎黎犹豫了下：“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但我是被绑架来的。那知道绑架你的是什么人吗？”黎黎诚实的摇摇头：“我不知道。”沈然看着他：“在你找到离开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收留你，但是你的样子得改变一下。”2天后，沈然特意购买的染发剂和改变瞳色的药剂到货，300新币的价格让沈然肉疼了好久。不过他很快给自己的行为找好了借口，要真把这金贵的小家伙头发染坏了，他家人以后找自己拼命怎么办？而帮着黎黎改变造型的沈云则是再一次发出尖叫。哦，黑发黑眸的黎黎也超级可爱，这回黎黎的白色长发已经变成了妹妹头，额头是整整齐齐的刘海，衬得她就像是一只手办娃娃。黎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松了口气，这样她应该就能四处走走了。之前她悄悄查看了自己的圣光镯，发现里面的空间不知被什么封印住了，所以说她现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必须要想办法赚点钱买个新终端。但是要怎么在不暴露天赋能力的情况下赚钱呢？正想着，沈然走进来，家里制作机械零件的材料不够，我打算去垃圾场那边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黎黎眼睛一亮，连忙点头。3人很快来到了垃圾场，黎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地方，环境看起来很糟糕，但很多人却在这些垃圾上徘徊。黎黎学着他们的样子四处翻找着，只希望能帮一点忙就好。忽然他看见了一块灰扑扑的石头，在太阳光下似乎反射出一点光，他立刻走过去将石头捡起来，然后抱到沈然面前：“沈然哥哥，你看这个。”沈然接过他手里的石头，也发现了那露出来的一点端倪，他的心跳了下，这好像是颗能源石，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点吧。跟过来的沈云此刻都忍不住惊呼出声，然后像是反应过来什么，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他们3人都没发现，不远处一个人将他们捡到能源石的画面尽收眼底，眼里闪过贪婪之色。但他看了沈然一眼，这个人他打不过，但是别人可以。猫仔仔只因没钱买飞船，就跑到垃圾山上捡零件，谁知才刚挖出一块能源石，就被几个混混堵在了路边。你拿的东西是我们掉的，快点交出来！闻言，猫仔仔立刻抱紧了手中的能源石，正要开口，却被沈然挡在面前。你们要不要脸？那是我家幼崽捡到的。沈然边呵斥对方，边跟妹妹沈云使个眼色，然后下一秒他就冲了出去，化身一头灰狼和对方厮打在一起。与此同时，沈云也抱起黎黎往另一个方向跑，然而对方人太多，没跑多远，2人就被一只鳄鱼兽人拦住了。瞄了个咪的欺人太甚，沈云也化成狼形护住黎黎，可他的体术不如哥哥，很快被对方打得口吐鲜血。就见那鳄鱼恢复成个高瘦男人的形象，脸上露出贪婪的神色。这小孩长得这么漂亮，一起带走也能卖不少钱。闻言，沈云颤抖着想要站起来保护黎黎，却几次跌倒。黎黎哭着往后退：“你别过来，不然我不客气了。”高瘦男人笑了：“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就在高瘦男人的手即将触碰到黎黎的时候，一丛银白的丝线缠上了他的手腕。什么鬼？男人抬手想要将丝线甩开，下一秒那些柔软的丝线却倏然收缩。等高瘦男人察觉到剧烈的疼痛时，他的那条胳膊已经不见了。啊！惨烈的叫声在森林边缘响起，黎黎被无数银白丝线簇拥在中间，就像坐在王座上的公主。然而小公主却是抽抽搭搭的不敢往下看。呜！兔丝子，我好怕！追上来的另外2个男人看到这一幕，简直想要大吼了。现在好怕的是我们，你是怎么做到边哭边召唤出这么凶残的变异植物的？兔丝子也很生气，竟然有人趁着他沉眠的时候欺负小可爱。密密麻麻的丝线瞬间朝2人飞过去。等到沈然带着伤过来的时候，就听森林里传来一声巨震，追在他身后的其他小混混抬眼看去，眼里也瞬间满是恐惧。就见蛛网般的银色丝线挂在了森林边缘的树上，远远的看着像是挂了无数流苏一般，有一种诡异但致命的美感。兔丝子，这里怎么会有变异兔丝子？一群小混混吓得转身就跑，唯有沈然一咬牙冲进了树林里。而此时的黎黎正在使用天赋技能给沈云疗伤，阵图在沈云和兔丝子的脚下出现。等到沈云的伤口逐渐愈合，黎黎才发现周围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兔丝子银丝填满了。
兔丝子，你不要这么调皮啊，快点收起来。李李揉了揉有点饿的肚子，正发愁要怎么把沈云带走的时候，一头灰狼跑了过来，在距离他们50米的地方停下来，警惕地盯着李李身边的兔丝子。李李高兴地朝着灰狼招手：“沈然哥哥，这里。”注意到灰狼的视线，他又补充道：“这是兔丝子，我的朋友。”小姑娘的声音还带着点哽咽，但听到这话的沈然内心已经惊涛骇浪。变异兔丝子，那可是在变异植物凶残榜上排的上号的。之前他还以为这小家伙给自己的植物朋友取名叫兔丝子，谁能想到他就是变异兔丝子本兔。沈然变成人类形态，紧绷着身体走过去，他身上也有不少伤口，其中一只胳膊都差点断了。都这样了，还准备去背沈云。黎黎在旁边弱弱的提议：“要不然让兔丝子带着沈云姐姐吧。”沈然眼神有些复杂的看着他，这小家伙到底知不知道他的这位变异植物朋友有多凶残了？要是真让这兔丝子带着他们去小镇，不知道会不会触动1级防御警报。我还是打电话给医生吧。你的这位朋友能变成以前那样大小吗？应该可以的吧。黎黎一抬手，兔丝子就缠绕上他的手腕。沈然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毛骨悚然，差点就忍不住动爪子了。但黎黎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任何不适，兔丝子也在逐渐变小，最后缠绕成了一个漂亮的银色手镯。沈然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谁能想到呢？现在这方圆百里最不能招惹的，恐怕就是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小姑娘。黎黎找到的能源室换了不少新币，从那之后兄妹俩就没再去捡垃圾了，而是提前去了学校报道，同时也把黎黎带了去，对外就说是自家的小表妹，打算边上学边帮小家伙找到回主心的方法。黎黎是和沈云住在一起的，沈云是药剂学专业，有时候会偷偷带着黎黎一起去上课，反正他那么乖也不会打扰到别人。谁知有一次变异植物学课程中，黎黎一个没忍住，答出了老师还没有讲到的题目，这下黎黎这个植物学小天才算是藏不住了，所有老师都喜欢上了这个好看又乖巧、学习能力还贼强的小幼崽，直接允许他自由出入学校教室。就这样，黎黎成了整个药剂学院的团宠。与此同时，这个不起眼的垃圾星也迎来了尊贵的客人。根据主星方面对反叛军的监控和预测，最终将绑架黎黎的飞船坠毁的地点锁定在了这片区域。主星高层和阮家人都在对附近的星球进行拜访，而来到垃圾星的正是阿尔默。这天，沈云兴奋地找到了黎黎，好消息，听说有主星的贵客到访我们星球，星球长打算借机搞一场全球直播的森林实训，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推荐给贵客，我们药剂学系和我哥的指挥系都能参加。沈云说了那么多，黎黎关注其中2个重点。主星来的贵客，全球直播。黎黎眼眸亮晶晶地看着沈云，那我也可以参加实训吗？沈云顿时僵住了，他原本只是想着让哥哥努力，取得名次后带着自己和黎黎一起去主城，却没想到小家伙的野心比自己都大。你确定？黎黎很确定地点点头。沈云有些发愁，这种事情还是去找校长吧。最终因为黎黎小学霸的名声，校长还是同意了黎黎的参赛申请，还帮他办理了相关身份证明。消息一出，整个垃圾星都炸了。我去这克莱学院究竟在搞什么？抢流量关注度想疯了吧？这也导致直播刚开始，黎黎和沈然、沈云兄妹这一对的热度就居高不下，所有人都想看这位5岁小选手的直播表现。此时的直播画面中，黎黎正将一瓶药剂喷洒在地上，周围的毒虫瞬间开始挣扎，不到几秒钟时间就嘎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眼都看直了，你们看见没？他竟然能在几秒钟内就用精神力提取出植物精华，还做成这么完美的杀虫剂，难道他真是个天才？而此时主城的街道上，阿尔默刚刚带人扫荡完本地的地下室里，因为一无所获，心情正烦躁，迎面就看到街头显示屏上那熟悉的小脸黎黎，他身后跟着的亲信也呆住了，找了这么久的人，就这么以神奇的姿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所有人顿时都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了。几分钟后，几架飞行器从不同的星球起飞，纷纷飞往地城的考试场地。然而阿尔默这次的运气却依旧不好，半路遇到了一波反叛军残部。陛下，情况不太对，反叛军可能也察觉到了什么。骑士团团长向阿尔默汇报。夜色下扛着离子炮的阿尔默眸子闪了闪，想起刚才在直播中看到的画面，黎黎手腕上缠着的那圈银白色的兔丝子，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就算有残留的家伙去找黎黎，怕也是去送死的。手下一愣，不是，你这会怎么又不着急了？5岁猫仔仔为了保送上大学，竟报名参加了军校实战直播，与无数天才2代争夺冠军宝座。消息一出，整个星际都炸了锅。我去，现在学校为了流量这么不择手段吗？这么小幼崽根本不可能在野外活下来。可当看到变异狼群让猫仔仔随便摸，更有10人数给他搭建庇护所，星网直播间的观众集体傻了。好吧，我承认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然而就在猫仔仔和哥哥姐姐在庇护所休息时，外面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队长沈然警觉地握紧了匕首。这种野外为什么会有人类来偷袭？下一秒只听轰的一声，庇护所被砸出了一个大洞。看到来人，黎黎不由瞳孔一缩，他们是那些绑架我的人。什么？沈然、沈云面色大变，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急得想要呼叫星警了。然而下一秒，所有人的动作都集体顿住。只见小姑娘的身体周围，无数细软的银色丝线如梦幻般缠绕着。更巧合的是，在这个时候，改变头发颜色和瞳孔颜色的药效停止了。黎黎的黑发从发顶开始变白，瞳孔也化为晶莹到不可思议的碧蓝色。她整个人就像一只令人仰望的精灵。无论是现场还是直播间的人，此刻都看得呆住了。卧槽卧槽，我是看到天使了吗？简直美哭了。等等，现在不是关注那个的时候吧？那是兔丝子啊，家人们！兔丝子的出现是反叛军想不到的，他们第一时间拿出武器攻击。不过被黎黎投喂了几个月能量的兔丝子早就脱胎换骨了。
他现在是钮祜禄土，新仇旧恨一起爆，仅仅一个照面，冲在最前面的反叛军已经被搅成了碎片。见状，其他的反叛军都慌了，不顾一切变成星兽就要跑。但菟丝子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到10分钟，现场还在喘气的只剩下沈家兄妹以及将黎黎包裹住的一颗巨大丝线巢穴，直播间也安静的诡异。直到此刻，所有人才真正明白变异植物凶残榜上的菟丝子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就见无数丝线将那些横七竖八的尸体丢远，然后巢穴缓缓打开，露出坐在里面的雪白小人儿。谢谢你，菟丝子，谢谢你保护了我。在黎黎的抚摸下，菟丝子柔软无害的仿佛是上好的丝绸。刚刚还心惊胆战的观众顿时有点无语，你个杀神怎么还有2副面孔？然后黎黎四处张望了一下，视线落到沈家兄妹2个身上，小短腿往前探了一步，一个雪白的弧形梯子在他面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成，看起来又浪漫又唯美。黎黎踩着梯子一步步往下，像是林间不染尘埃的小精灵，他缓缓走到沈家兄妹身边。哥哥姐姐，你们没事吧？软糯糯的嗓音唤醒了还处于失神状态的沈家兄妹以及直播间的观众们。卧槽，太特喵精彩了！整个垃圾星都爆发出了尖叫声，无论是街头还是居民家中，到处都是为那个小女孩爆发的欢呼。她就像是兽神赐予世间的礼物，强大与柔弱2种气场融合在一起，让所有人都见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这特喵叫没有自保能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今天的画面。我不理解，但我大受震撼。不是说变异植物从来不和其他任何生物亲近的吗？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直播间的观众们在激烈讨论的时候，一架黑色的飞行器轰然出现在天空中，嗡鸣的声音让沈然他们又警惕起来。黎黎身上的菟丝子也蠢蠢欲动，但是当飞行器的舱门打开，黎黎遥遥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时，蓝色的眸子里瞬间蓄满了泪水。黎黎，你怎么了？沈家兄妹慌了，下一秒就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因为面前的小姑娘舒娣变成了一只毛茸茸的布偶猫，4只小短腿飞快地往飞行器那边跑过去。阮萧也直接从飞行器上跳了下来，落地的瞬间就将毛绒团子捞到了怀里。乖，爸爸找到你了。阮萧的微微颤抖着，失而复得的喜悦和激动，让这个经历无数枪林弹雨的男人第一次红了眼睛。沈家兄妹2个在不远处看着，心里被震惊的久久平复不了。那是黎黎的星兽形态，那么小小的一只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只见小小的布偶猫从男人怀里露出半个脑袋，鼻子和嘴巴都是粉色的，然后整个直播间都响起一片嗷嗷尖叫。糟糕，我感觉我的心严重超速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的星兽崽崽啊？怪不得会被坏人拐走。就见黎黎终于调整好了情绪，重新变成了人类形态，但依旧是抱着爸爸的脖子不松手。身为星兽的观众们哪见过这样的乖崽崽，一个个都被感动的眼睛通红。好奇怪，这是我们星兽能拥有的亲情吗？感动的我也抱着我女儿想体验一把，但是我女儿给了我一爪子。我也是，我难得给我女儿打电话去嘘寒问暖，然后被她用是不是脑子撞傻了。鉴定完毕，是我们不配。黎黎在爸爸怀里待够了，这才看见了旁边眼神幽怨的某位陛下。黎黎眨巴眨巴眼睛，阿尔木，你什么时候来的呀？阿尔莫叹气，自己就这么没存在感吗？对不起哦，阿尔莫，我不是故意看不见你的。听着小家伙糯生生的道歉，阿尔莫忍不住嘴角上扬。不说这个，这直播你还继续参加吗？黎黎待了2秒才想起来，他好像一直在直播来着。那他黏着爸爸哭的样子，岂不是被全世界看到了？黎黎小脸僵硬了2秒，不播了，本来就是为了找你们。他扭头就把脸埋在爸爸怀里了，太丢人了 QAQ。什么？不直播了？观众们顿时开始哀嚎了起来。不要啊，崽崽，让我们多看看你啊！可惜元帅和陛下觉得给他们看的已经够多了，所以很无情的让人关了黎黎的直播。另一边，沈家兄妹得知了阮萧和阿尔莫的身份，整个人简直呆滞。没想到黎黎竟然是元帅的女儿，而且元帅和陛下都亲自来找她。不过兄妹俩并不是挟恩图报的人，坚持要完成时序，依靠自己的力量脱颖而出。黎黎跟沈家兄妹约好将来主星舰，又给帮助过自己的克莱学院捐了一笔钱，就跟着爸爸和阿尔莫踏上了回家的路。将近3个月的失踪，让全家对黎黎的宝贝更上一层楼，就连龙岛的长辈们也托阿尔莫送来不少礼物。黎黎有些不好意思收，但是其中一些很漂亮的襦裙吸引了他的注意。阿尔莫，这上面的刺绣是谁做的呀？能不能教教我？爸爸的生日快到了，黎黎想给他做一个手工荷包当礼物。这个是我的一位奶奶背的先祖做的。阿尔莫说着就打开了通信，对面立刻出现了一位黑发披肩、充满古典韵味的美人。阿尔莫，你这臭小子，没事别来烦老娘。三奶奶，是我的一位小朋友想学刺绣，希望你能教教他。一旁的黎黎乖乖张嘴，却怎么也喊不出奶奶2个字。美人看着粉嘟嘟的小奶团，却是瞬间眼睛就亮了。教，咱们加个好友，随时线上教学。等我把手头的事解决了，去主星手把手教你都行。您现在不方便吗？黎黎乖乖地看着他，沈如是摆了摆手，我有个弟弟出去拈花惹草惹了点麻烦，等我教训完他就去找你。说这话的时候，黎黎看着他眼神慈爱，手里却扛着一把超大的斧头。黎黎小小的倒吸了口凉气，为那位素未谋面的龙爷爷默哀3秒钟。接下来的时间，黎黎除了上幼儿园，就是学习刺绣，还要照顾家里的变异植物，日子过得快乐而又充实。直到这天，他意外接到了沈如是的电话，黎黎，我出事了，你快来新警局捞我一趟。崽崽才5岁，就被500岁的奶奶叫到警局，让小家伙替自己办理保释。闻言，负责接待的刑警都是一脸无语，这家长也太不靠谱了，变成星兽在街上飞，差点造成车祸就算了，居然还叫个孩子来警局捞人。可当他看清推门进来的猫崽崽时，原本挂着职业笑容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这不是前几天因为在街上超速骑龙被自己抓过的那个幼崽吗？好家伙，你们还是个犯罪家族啊！一旁的沈如是看到黎黎来了，眼睛一亮迎上去，却听刑警小哥把桌子一拍，谁准你走了？都给我过来接受教育。
1个小时后，李李和沈如是被迫听了一大堆交通安全讲座，又再三保证绝不再犯，才眼冒金星的走出了警局。然而还没走出2条街，就被一群开敞篷车的年轻人拦住了。美女，要不要一起去兜风？沈如是的人类形态是个明艳的大美女，走在街上格外吸睛。她好脾气的冲对方摇了摇头，不了，我已经结婚了。说着还骄傲的展示了一下怀里的小团子，这是我女儿。李李也配合的抱着她的脖子，两人都穿着飘逸的古风长裙，这么一看真的很像母女。谁知开车的男人却是个不要脸的，一听这话反而更兴奋了。那更好，本少爷给你钱，你陪本少爷一晚。说着他就想伸手来拉沈如是。李李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眼前这个男人似乎要倒霉了。就见沈如是冲他眨了眨眼，然后从头发上取下来一个小发卡。李李觉得有点眼熟，下一秒那发卡就变成了个超大的锤子，杵到地上蹲的一声，震得大地都颤了颤。只见沈如是手腕一翻，那男人连同身后的车都被他抡飞了出去，直接砸到了对面商场的墙上，抠都抠不出来。李李被巨响震得捂了半天耳朵，才小心翼翼地拉了拉沈如是的衣角。沈姨，会不会出事啊？虽然按辈分他应该管这位龙族长辈叫奶奶的，但李李觉得面对这么年轻漂亮的沈如是，叫姨姨就是自己的底线了。沈如是收了锤子，冲着李李笑得温和，放心吧，我有分寸。果然对方只是被砸晕过去了。但是李李跟沈如是又进新警局了，新警小哥脸都黑了，这才不到半个小时，你们又犯什么事儿了？沈如是摊手，只是简单教训了几个贱人而已。你那是简单教训吗？人昏了5个，车损坏1辆，还好商场那边没什么人受伤。新警头疼的翻看完案件记录，不过这次的确是对方动手在先，教育几句之后就让两人走了。走出警局，李李羞愧的小脸通红，他这算是3进宫了吧？沈如是也有点不好意思，想不到第一次来找小家伙玩，就闹出了这么多乱子。好在接下来的行程没再发生意外，两人跑到商场买了些东西，又去小吃街逛了一圈。沈如是还想去旁边酒吧街凑热闹，不过想了想还是决定离开了。谁知这时李李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被一群人簇拥着进入酒吧，那边好像是我大哥哥。沈如是眼睛一亮，那咱们也进去看看。放心，沈姨保护你。他不由分说抱着小家伙跟了进去。酒吧里人很多，加上灯光昏暗，两人正在东张西望的找人时，忽然2楼传来了一阵叫骂声，还隐约夹杂着枪声，是哥哥的声音，在那边。沈如是循着声音来到一个包间，一脚就将紧闭的门踹开了。里面正跟一个光头对峙的阮风四听到声音，抬头正好看到冲进来的李李，他的脸色瞬间变了。李李，你怎么跑这来了？阮风四的公司之前跟光头购买了一批稀有矿石，对方收了款却推3阻4不肯交货。今天阮风四是来找人算账的。就在这时，外面忽然跑上来很多人，而且一个个都拿着武器。光头男一见来了帮手，立刻哈哈大笑。阮风四，你死定了！外面那是你妹妹和你女人吧？老子要把他们卖到黑心去！话音未落，就被阮风四一拳砸过去。你他娘的乱说个锤子！李李着急的挥舞着小手手，哥哥你专心打架，我帮你拦着外面的。他有些手忙脚乱的把兔丝子和小藤蔓叫出来。光头男还在嚣张的哈哈大笑，就凭你那什么党？然后他就笑不出来了。2株变异植物瞬间霸占了整个走廊，冲在前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兔丝子包裹成茧子倒吊了起来，剩下的也被小藤蔓丢飞出去。李李还在旁边手脚无措，轻点轻点，不要弄死了。兔丝子你温柔一点点啊！一旁的沈如是都看傻了，合着他就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包间里阮风四笑得十分嘚瑟，介绍一下，我柔柔无害的妹妹。光头男直接被刺激的吐血了。等刑警来的时候，现场已经混乱得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走廊上密密麻麻的倒吊着好多茧子，天花板和墙壁上也到处镶嵌着奇形怪状的人和星兽，这些都是什么跟什么？谁报的警？李李怯生生的小脑袋冒了出来，举起了自己的胳膊，是我哥哥被坏人打了，就是这些人 QAQ。 小家伙指着那些被吊起来的人，弱小可怜又无助，看得刑警们都是面面相觑，就离谱，这辈子没遇见过这么可怜的犯人。半个小时后，再次踏入警局的李李忍不住眼泪狂飙，这是什么人间惨剧？呜呜！不明所以的阮风四正抱着小姑娘安慰，别哭别哭，李李真棒，保护了大哥哥呢。阮风四很清楚自己这次是被人算计了，光头带来的人是一群星际通缉犯，要不是李李及时赶到，他就算再强大也得重伤才能逃出去。而此时第1军团元帅布罗斯的书房内，中年男人阴沉着脸坐在办公椅上，面前的光脑上显示的正是酒吧内的监控。视频中，李李一边哭唧唧，一边指挥着变异植物攻击周围人。布罗斯眼里闪烁着怨毒，难道阮家真正能操纵变异植物的人，竟然是这个最不起眼的小幼崽？到底是不是？把人抓到试试就知道了。另一边，阮潇也在发愁，布罗斯能想到的，他当然也想到了。于是当沈如是送李李回家时，他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什么？爸爸，你要我离开主星，你不要李李了吗？李李猛地扑进阮潇怀里，眼睛红红的都要委屈哭了。阮潇摸了摸小团子的小脑袋，接下来的时间，爸爸和哥哥们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你安全了，爸爸才能放开手脚，去处理那些藏在暗处的危险。阮潇垂眸看着怀里的小家伙，爸爸永远都不会不要你。3天后，尽管依依不舍，李李还是跟着沈如是踏上了前往龙岛的星舰。沈如是的星舰装潢相当雅致，像是一座豪华的古代大宅，而且还能自动导航飞行，所以一路上沈如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换着花样给李李打扮，然后举着终端咔嚓咔嚓各种拍照，穿着各种小襦裙，带着首饰穿梭在宫殿中的奶团子，就像一个从古画中走出来的小公主。现在沈如是的终端里已经有了李李的专属相册了，她每天都要捧着看一遍，然后发出诡异的笑容。龙岛的距离有点远，星舰在宇宙中行驶了1个星期，然后遇到星道打劫的了。李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又紧张起来了。沈如是安慰他，别怕，咱们先投降，假装被他们抓过去，然后再反打劫一波。李李抓着他的手，他们人好多，看起来都好凶的样子，都带着武器呢，真的能打赢吗？仔仔第一次开星舰去抢劫，就撞上了凶残的星道团伙。
可他不仅没有半点退缩，还好心的提醒星道不要乱动，他嘎人一点都不痛的。闻言，对面的星道集体放声大笑，这小崽子怕不是想把我们蠢死吧？别着急，老子这就把你们卖到黑心去享福。就在这时，几个人连滚带爬从的旁边舱室跑出来，有怪物！小藤万在后面追过来，挥舞着枝条不断卷起人丢出去。见状，所有星道都是神色一变，星道脑袋立刻变身成一只巨大的蟒蛇，冲上去和小藤万缠斗在一起，一下子填满了整个星舰空间。慌乱之下，李李手腕一挥，将兔丝子也叫了出来，这下更拥挤了。沈如是看着自己的星舰被糟蹋都要气炸了，直接纵身一跃踩在了蟒蛇脑袋上，挥拳就捶了下去。都怪你们，老娘的星舰都要毁了！轰隆，星舰变形更严重了。星道老大一边惨嚎一边觉得委屈，特么明明是这女人自己破坏的好不好？一时间星舰上群魔乱舞，李李心虚的把兔丝子和小藤万叫了回来。这种情况还是让粉姑娘来吧。把粉色的大蘑菇丢出去之后，李李眼疾手快往沈如是嘴里塞了一支解毒剂，随着一阵梦幻般的毒雾散开，在场其他人很快都晕过去了。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星道，沈如是越想越气啊，他的星舰脏了。他上去又给了星道头子好几脚，先把人绑起来，咱们去他们的星舰上看看能抢点什么好东西来，希望这次别太亏。李李眨巴了下眼睛，沈姨对这种事情好像非常熟练呢。星道的星舰就悬停在隔壁，两人转了一圈，解救了一些被绑架的人，然后在一个隐秘的舱室里发现了一个水箱，里面居然是一只海妖幼崽。这几个星道胆子够肥啊，海妖族可是出了名的护短。沈如是一边感叹一边联系了侄子阿尔诺，让他通知海族那边过来接人。说话间，那只小海妖也醒了，看见外面的沈如是和黎黎，他瞬间慌乱起来，口中发出尖锐的叫声，声音是海妖的攻击武器。黎黎猝不及防的被这声音震得耳鸣，恍惚间仿佛看到一个婆婆端着一碗汤问自己要不要喝。吼！沈如是一声带着威压的龙吟让小海妖安静下来，然后心疼的抱起黎黎，你怎么样？黎黎晃了晃小脑袋，想说自己没事，结果一开口忍不住干呕了一下。见状，小藤万和兔丝子都恨不得去抽那只不识好歹的海妖。黎黎好歹是他的救命恩人呢，结果他就是这么报答的。喝了支恢复精神力的药剂，黎黎安抚好了两个小暴脾气变异植物，想了想还是往水箱边迈了一步。那只小海妖正在小心翼翼地观察这边，见黎黎过来立刻受惊一般飞快游走，不过因为水箱本就不大，他顿的一声撞到了对面玻璃上，眼瞅着撞得都快翻肚皮了。沈如是嫌弃地看了那只小海妖一眼，好笨，比黎黎还笨。黎黎赶紧停下脚步，从包包里拿出了一包小鱼干，你别怕，我们已经把那些坏人抓起来了，你的族人很快就回来接你。你要不要吃点心啊？他小小一只，软绵绵的，也没恶意，且询问的语气里带着关心。小海妖捂着晕乎乎的脑袋看了他一会，总算是没再躲开了，而且他也确实饿了好几天了。星道们拿来的东西他不想吃也不敢吃，最终小海妖还是接过了小鱼干，然后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我还有其他口味的，你也尝尝。还有水果吃吗？黎黎又拿出来其他点心，小海妖咻的一下又接过去吃了起来，专心干饭的样子格外萌。黎黎头胃上瘾了，时不时的自己也吃两口。两小只就这么隔着玻璃同框吃饭，看得沈如是姨母笑压都压不住，在旁边假装瞎溜达，实际上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等黎黎把小海妖喂饱的时候，海族的军队来了，瞧见幼崽还算活泼，瞬间松了口气。他们海妖每年整个族群就诞生那么一两个，就这还经常被那些不知死活的东西惦记。可沈如是交谈了几句后，海族人答应会帮忙安顿其他被抓人员。临分别时，黎黎还有些依依不舍，想了想，他拿出了一个镶嵌着红色宝石的平安结，当做礼物送给了小海妖。小海妖现在也有点舍不得黎黎了，被人从水箱里抱起来后，他忽然从尾巴上扯下来一块鳞片，疼得脸都皱巴在一起了。黎黎吓了一跳，然后就瞧见他把那带血的鳞片递给自己，谢谢。小海妖说话了，在他执着的目光下，黎黎只能硬着头皮收下了他的鳞片，然后有点磕巴地说，看着好疼的样子。小海妖摇摇头，礼物，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鳞片可以送给他了。抱着他的军官见到这一幕，视线落到黎黎身上多看了几秒。他们告别后，沈如是带着黎黎来到了附近的机械星，将破破烂烂的星舰交给熟悉的机械师修理，然后换了一艘小一点的太空梭，终于在10天后到达了龙岛。一上岛，黎黎就受到了全体老龙的热烈欢迎。龙族已经几百年没有过幼崽了，哪怕是其他族群的孩子也是他们的香饽饽。这些平常一毛不拔的老龙们，如今就像比赛一样给黎黎送礼物。听说黎黎对变异植物和药剂学感兴趣，几个擅长炼药的龙族也不藏私，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拿出来倾囊相授。时间就这么过去了3个月。然而这天黎黎学习完炼药课程后，照例打开终端浏览有关主星的消息，却发现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自己爸爸和虫族勾结，带着第3军团精锐失踪的消息。黎黎只觉得根本不相信爸爸会做那种事，连忙打了通讯过去，然而拨打了好几遍对方都不在服务区，黎黎一下子就急哭了。好在大哥哥的通讯还能正常接通，哥哥，爸爸不见了，呜呜，别着急，我们现在正在过去看看怎么回事。阮风四安慰他。黎黎抽抽搭搭了半天，我也要去，不行，那些人正在找你。黎黎乖，我们会找到爸的。哥哥强势的声音让黎黎知道，现在就算求他也没用，那他就去求别人。沈如是赶来的时候，黎黎已经哭成小花脸了。沈姨，你带我去找爸爸好不好？我不想待在这里等呜呜。沈如是心疼的把他抱起来，擦了擦眼泪。好，沈姨带你去，我也去，老师也陪你一起去找。沈修竹和敖泽都跟了过来，感动我学生的家人。欺负咱们龙岛没龙了是吧？留下几只龙看守龙岛，其余的都去帮忙。此时的 X 区战场，传闻中阮萧和第3军团消失的坐标位置，阮老爷子和阮风四已经到了，并且和虫族的一支舰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能操控重力的虫族第4
亲王，虫族还真是看得起我们。阮老爷子目光冷厉地看向那个悬浮在空中，身后带着虫族特有尾刺的男人，随即将指挥权交给阮风四，自己离开战舰，瞬间变成星兽形态后，白色麒麟虎翼出现，宇宙中的空气都冷冻了下来。就在双方蓄势待发之时，龙吟声响起，中间夹杂着一个软糯糯的声音：“爷爷！”老爷子都要以为自己听错了，连忙抬头看过去，就发现了站在龙脑袋上用力朝着他挥手的离离小朋友。阮风四在战舰上也瞧见自己妹妹了，顿时有些跳脚，这些龙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能把离离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猫仔仔为了接爸爸回家，直接骑着巨龙冲进星际战场。逢人就问有没有见到他的元帅老爸，然而周围不是凶残的虫族，就是遭到污染几乎发狂的星兽战士。就在猫仔仔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只半透明的猫咪出现在他的眼前。离离别怕，看我的！精神力幻化的小猫飞到一只即将崩溃的星兽身边，围着他们又是炸毛又是哈气，一缕缕别人看不到的黑雾立刻从那星兽的眉心飘出来。离离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没想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在这个时候升级了，还能隔着这么远给人做治疗。此时那发狂的星兽已经逐渐安静下来，周围正准备压制住他的战友都一脸懵逼，发生什么事情了？离离赶忙躲在远处挥舞小手手，别都抽干净了，不然等会一查污染值就变成灵异事件了。和离离心意相通的小猫猫停止了抽取，然后张嘴就将那黑雾凝成的球球给啃了，然后撒着欢的朝下一只星兽冲去。别人都看不到黑球球和小猫，不远处的阮老爷子却敏锐地发现了自家孙女，他赶忙向离离这边奔来，刚把小家伙捞到怀里，就听到有人来报告，阮老那边情况不对劲，好些发狂的星兽不知道怎么都晕倒了。离离心虚地把小脑袋埋在爷爷怀里，老爷子咳嗽了一声，一脸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表情严肃地让人去找军医了。倒是远处的大哥阮风四多往自家妹妹那边看了好几眼，这场景就老熟悉了不是？穿过这片战区，离离带着众人找到了一座巨石堆，他在龙族的藏书库中看到过，这是一种古老的传送阵法。一行人踏入传送阵，经过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就出现在了一个静得诡异的地方。放眼望去，全是一片雾蒙蒙，不好！仪器显示这里的污染值严重超标，那些灰色的不是雾，是污染物颗粒。众人的表情顿时难看起来，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恐怕没几天就会变成剁手。就在这时，大家把这些分一分。离离吭哧吭哧从空间里扒拉出一堆盆栽，足足20盆变异绿萝，一拿出来，周围的空气就肉眼可见的清澈起来。除了龙岛的人和阮家爷俩，其余人拿着检测机器的手都哆嗦了起来。这是什么？变异植物？它们能净化空气中的污染物。离离乖巧站在比自己还高的盆栽前面，软糯糯的声音相当淡定，仿佛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在场的也就不到50人，这些盆栽的净化范围足够了。很快，战士们两两一组捧起盆栽，那小心翼翼的程度，仿佛捧的是什么特别神圣的东西。太神奇了，竟然有这样的变异植物，看着怎么有点眼熟。之前阮元帅办公室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变异植物来着？早知道以前我就该多去元帅办公室蹭蹭的。说起来，阮元帅他们已经进来很久了，得尽快找到他们才行。离离也很担心爸爸。好在众人很快发现了一些弹壳，正是阮骁的第3军团所用的子弹。在场的除了离离，都是从小经过训练的精英。循着痕迹，终于遇到了正在和一群怪物交战的阮骁一行人。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很狼狈，不少人身上都出现了兽类特征，精神力处于崩溃边缘，却还努力地保持着清醒。元帅，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们。此时的阮骁也是星兽形态，他双目赤红，第一次感到无力，也恨自己不小心把战士们带到了这个鬼地方。就在这时，一个软糯糯的声音响起：“猫猫，快去救他们！”这个时候，离离也顾不上隐藏能力，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只混体形态的布偶猫跳了出来，莹莹白光从他身体里散开，落入那些星兽的身体中，整个画面梦幻到不可思议。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呀！沈如是第一个反应过来，变成龙飞了出去，其余人也纷纷化作星兽冲向着对面。李李则是抱着2盆盆栽跑到那几只濒临崩溃的星兽中间。此时他们因为精神力极度虚弱，只能瘫在地上动弹不得，但心里却是激动兴奋的。他们能感受到自己得救了，不用变成剁兽了，真的是千钧一发啊！所有人都用仰望着那只纯白的猫猫，在这灰蒙蒙的世界中，它就是唯一的一道光，一次性救治那么多星兽。猫猫累得打了个小哈欠，然后飘到离离身边甩尾巴。猫猫谢谢你，离离说着也打了个哈欠。2只小可爱简直神同步，因为几只龙和阮老爷子他们的加入，那群怪物很快就被打死了。阮骁迫不及待走过来想要抱女儿，但是在看见自己浑身血污的时又犹豫了一下。离离却是眸子亮晶晶的扑了过去，爸爸，离离好想你啊，好担心你啊。离离吸了吸鼻子，明明见到人了，但此刻他还是哭得超凶。阮骁抱着他安慰，他又何尝不想他呢？到这个地方后，他甚至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还好女儿找到了他。一番休整过后，众人开始四处探查。他们已经确定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星际古战场，一个让宇宙中所有种族都闻风丧胆的禁区。在这里，所有的磁场都会受到干扰，想要找到离开的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过了多久，众人来到了一片山壁前。先等等，这里很不对劲。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其他地方就算有雾，好歹还能是雾，但这里却是直接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就在其他人准备拿灯照明的时候，离离突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轻声呼唤：“小家伙！”他抖了抖耳朵，有些害怕的抬起了小脑袋瓜。他是不是遇到鬼了？然而问了问爸爸他们，却都说没听到任何声音。离离都快要吓哭了。
不短的阮老爷子顿时气得不轻，这什么破鬼，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他抱着李李就要转身离开，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地动山摇，在众人手中灯光的照射下，眼前赫然是一座由巨大骸骨堆成的山。此时那骨堆正缓缓裂开，从中探出一株黑色的，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的藤蔓。龙族长老敖泽第一个面色大变，这是古籍中记载的石狮魔鬼藤，难道是他把我们引过来的？众人顿时不敢轻举妄动。李李的脑袋里却再次响起了那个声音：麒麟族血脉的小家伙，我在这里已经1万多年了，你是第一个能和我共感的人。魔鬼藤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共感。李李怕怕的小表情中闪过一丝茫然，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个什么东西。一根藤蔓忽然垂掉下来，落到李李的身边，在所有人的警惕和戒备中，只围着他转了一圈，叫他们不用这么紧张。当年我和他们的先祖定下了契约，以他们的血肉作为交换，守护这片埋骨地，更不会伤害他们的后辈。李李听到这里，忽然就不怎么害怕了。你和这里的先祖们都认识的吗？魔鬼藤笑了，你还真是好骗啊，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了，万一我是骗你的呢？李李小脸顿时红了，怎么这样啊？他也没那么好骗的好吧？我和这里的大多数星兽都不认识，但是我和麒麟一族却是很熟的关系。李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眼巴巴地看着魔鬼藤，那你和麒麟族是好朋友吗？魔鬼藤的声音忽然带着好奇，你究竟是怎么养的？我说什么就信什么，都不求证一下的吗？高仔仔只因开飞船没看路，竟误入了恐怖的星际坟场。可他不仅没被吓到瑟瑟发抖，还邀请守墓的魔鬼藤一起喝酒。跟来的星兽看到他往外掏酒杯都懵了，这小家伙刚才不是还喊着有鬼吗？怎么一转眼就变成野餐了？就听猫仔仔奶声奶气的跟大家解释，藤爷爷说他守护的是祖龙还有麒麟的遗骨，我拿酒是想祭拜一下他们。众星兽一听差点给跪了，龙和麒麟那不就是自家老祖宗吗？这是一不小心捡到祖坟了。众人立刻手忙脚乱的忙活起来，可这地方到处寸草不生，根本找不到用来祭拜的东西。就见李李从自己的空间里扒拉出一根变异檀木，那个我可以帮大家做香。众人顿时眼前一亮，这个可以有。祭拜还需要水果和鲜花。李李举起小手，我有的呀。说着他从空间里面拿出了不少变异水果，接着是几盆观赏花卉，还有精美的小蛋糕和香香的烤肉。圣光镯里除了不能放有智慧的生命体，其他的都能长时间保存。众人都是面面相觑，怎么什么都有啊你？多拉黎黎梦嘻嘻一笑，他就是有点收藏东西的小爱好而已。最后他抱出来一个大坛子，亮晶晶的蓝色眸子满是无辜，这是他自己酿的桃花酒呢。大家已经麻木了，来吧来吧，都来点，而且桃花酒的味道还怪香的呢，他们也想喝了。最后众人一起做了香，又齐心协力搭了个台子。孔雀兽人孔修翻出一套华丽的祭祀服，跳起了族中的祭祀舞蹈。所有族群在这一刻不再区分彼此，既是告慰先祖，也是送走徘徊在这古战场上的麻木灵魂。就在所有人都虔诚注视跳舞的孔修时，魔鬼藤悠悠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整得还挺不错的，那些老家伙好歹还有后辈们惦记，等以后我死了恐怕都没人记得了。李李听得心里有点酸酸的，藤爷爷您别伤心，我会记得您的，哈哈，还是小家伙懂事，估计再过万年之后我应该就到生命的尽头了，倒是你记得给我烧香。李李小脸一僵，不是啊藤爷爷，我看到时候还是您给我烧香吧，我可能大概活不到那么大的年纪。小小的插曲过后，大家聚在一起举杯共饮，魔鬼藤也凑热闹尝了尝李李酿的酒，然后从没喝过酒的魔鬼藤就醉了，别人撒酒疯顶多就是破坏点小东西，魔鬼藤喝醉了，这里能破坏的就只有先祖们的骨头。在魔鬼藤一个不小心将一具龙骨拆散架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藤爷爷你在干什么？李李嘴里的小鱼干都掉了，脑子里一连串乱七八糟的声音让他意识到藤爷爷彻底喝高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就开始了。不能拆不能拆，那是我祖宗啊！孔修惨叫一声，瞬间化作一只巨大的孔雀飞起来，翅膀都挥出残影了。前辈藤下留情了，我祖宗要散架了，不行，咱们根本打不过。其他龙族人和阮家父子也连滚带爬的上前阻止，留下黎黎在旁边欲哭无泪。完了完了，他闯祸了，谁知道植物竟然也会醉酒的哇！黎黎你那里还有多少酒？都给他喝了。沈如是一脸凶悍，这种事儿他有经验，要醉就彻底醉死。最终一群人从抢祖宗变成了灌酒，等魔鬼藤醉死过去的时候，大家都累得不想动了。再看看那些散架的先祖骨头，这得拼接多久才能拼接回去啊？第二天魔鬼藤清醒过来后，直接断片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等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给他说明白了，魔鬼藤也有些心虚，也主动帮忙拼起了骨头，然后把众人带到了一个山里，这里面都是万年前那场星际大战之后各族的先祖留下的武器。魔鬼藤把他们都收集到了一起，神器有灵，说不定还带有先祖们的传承。李李把魔鬼藤的话转达给大家，众人一听顿时肃然起敬。尽管现在的星际早已脱离了冷兵器时代，但先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他们敬畏。走进武器冢的瞬间，沉重压抑的氛围扑面而来。魔鬼藤告诉众人可以分开寻找，在这里只要不抢强行带走武器或者挑衅他们，就不会有危险。李李则是留在魔鬼藤身边没敢走远，还一直叭叭叭的拉着他聊天，因为不聊天的话他是真的怕呜呜。魔鬼藤看他那怂兮兮的小模样，却意外的讨厌不起来。别怕，我可以给你讲一下那些武器们的故事，他们都是很有来历的，现有故事可听。李李总算放松了一点，看见前面那把淡红色的剑了吗？它叫做硬心，它的主人是凤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李李看着面前锈迹斑斑的剑，莫名的有些心疼，然后又开始在自个空间里面扒拉起来。魔鬼藤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你找什么？就见黎黎掏出一条干净的毛巾，一些收藏起来的变异植物，还有瓶瓶罐罐，我看看能不能从植物中抽取精髓液，制作成能够给剑保养的精油。他现在对植物的特性越来越了解，熟练的抽取精髓液之后，就摸索着调配了几种保养，但他不太敢直接拿前辈们的武器做实验。正在纠结的时候，硬心直接倒他怀里来了。黎黎吓了一跳，是你自己倒下来的，不关我的事呀。他的表情实在是太好懂了。
魔鬼藤哈哈大笑起来，你就在他身上试试吧，他自愿的。见应星没有反对的意思，李李就拿过那几种药水一一尝试起来。这个是除锈的，这个能让剑身更亮，还有香味呢。李李一边说话一边擦拭应星剑，除去了灰尘和锈迹，应星露出了他本该有的样子，淡红色的剑身，漂亮的宛若一件艺术品。李李简直成就感满满，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件太大，他擦的有点费劲儿。刚把应星放下，呼出一口气，谁知道下一秒旁边又到了一把刀，李李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把刀可是有一大半都插地里。这是碰瓷吧？李李一整个人都无语住了。你也要擦干净吗？大刀当然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却往李李身边挪了挪。李李拿着毛巾的手微微颤抖一下。行吧，他就再勒一下。等李李吭哧吭哧的把这把刀给擦得亮澄澄的时候，感觉手都不是自己的了。那个，你自己能不能起来呀？我扶不动你。然而那大刀却一动不动，跟只狗子一样贴在他脚边。最后还是魔鬼藤看不下去，把这不要脸的大刀给卷起来甩出去了。咔嚓一声，他又插回地里去了，被李李擦得发亮的一刀一剑，在一群看起来破败的武器中格外显眼。这下可算是惹了祸了。哗啦啦，周围的长枪斧子倒了一地，李李直接手足无措了。我没有那么多水了，洗不了你们了。他其实也愿意给这些武器都保养一遍的，但他空间里的水都已经用完了，而且手也很酸了。好了，我来帮你，我知道哪里有水。魔鬼藤直接把这里所有武器都卷起来，也卷起李李，带着他们到了一处水潭边，很是粗暴的就把那一大堆武器给丢水里面了。李李坐在魔鬼藤的藤蔓上，脚尖轻轻点了下水潭的水面，还没来得及说话，忽然看见了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黑洞，突如其来的黑色漩涡让魔鬼藤惊了起来，随即就是震怒。好家伙，竟然有东西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事情！眼瞅着发怒的魔鬼藤要朝着黑洞攻击而去，李李连忙抱住他，等等，藤爷爷是自己人。话音刚落下，一只大长腿从里面出来，一下踩空，直接栽水里去了。阿尔默只来得及喊出2个字：卧槽！星际坟场迷路的猫仔仔只是给捡来的剑洗白白，竟就被满地的古代兵器碰瓷了。不仅2米高的宝刀躺在地上半柔弱，800斤的巨斧更是蹭着他的腿撒娇。看着仔仔手足无措的样子，守墓的魔鬼藤笑的都要打结了，好半天才伸出枝条将所有兵器卷起来。难得这些老家伙喜欢你，走吧，我也来帮忙。可就在魔鬼藤带着李李来到水潭边时，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空间漩涡。李李觉得这漩涡有些眼熟，魔鬼藤却是戒备的扬起了藤蔓。什么人竟敢闯入星际禁区？李李连忙抱住他，等等，藤爷爷是自己人。话音刚落，一只大长腿就从漩涡里伸了出来，然后一下踩空，直接栽水里去了。阿尔默是感应到李李带的圣光镯才穿梭来的，哪知就是这么倒霉催的。呛了几口水后，他好不容易浮起来，刚想和李李打招呼，下一秒头顶一个阴影砸下来，就的一声又把他给砸沉回去了。魔鬼藤干笑一声，那斧子他自己就掉下去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水面冒上来几个水泡，然后阿尔默总算是爬出来了。上岸后还控制火焰往自个身上一扫，很快水就干了。但是他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里的精神力污染似乎格外严重。不怕，李李伸手向他挥了挥，一只拟态猫猫就出现在他掌心上。阿尔默瞳孔缩了缩，这是精神力拟态，不是谁家精神力长这种样子。李李戳戳手指头，我的精神力有一点点特殊。很快阿尔默就知道那是怎样的特殊了。精神海被拟态猫猫逛了一圈直呼，阿尔默感到脑袋前所未有的轻松，居然能够吞噬精神力污染。什么一点点特殊啊？这是一点点吧？他震惊地看着李李，这么大的秘密就这么让我知道了，不怕被你爸爸教训？李李小声，多你一个也不多了。阿尔默眉头一跳，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你这能力的人有多少？不多，也就……他伸出爪爪算了算，也就130几个而已。阿尔默差点一个踉跄又栽回水里去。你对不多的理解是不是有点错误？不过联想到这里的环境，他也猜到李李应该是为了救人。其他人呢？还有你身后的那是个什么变异植物？话音未落，他后脑勺又被抽了一下。没大没小的小鬼，阿尔默才100岁，在1万岁的魔鬼藤面前的确是小鬼。李李拉了拉他的衣角，这里是古战场，老祖宗们的栖息地。魔鬼藤爷爷一直待在这里守着先祖们的骸骨。某位年轻的皇帝都听傻了。您好。他表情一变，行了个绅士的贵族礼仪。要不是之前看了他的沙雕出场方式，魔鬼藤真就信了他的邪。多了一个帮手终归是好事。李李便继续埋头给武器们做保养。然而武器实在太多，3个小时后，李李累得瘫倒在地上直哼唧。阿尔默则是给他捏酸软的小胳膊。就在这时，阮萧父子回来了。看到阿尔默的时候，两人先是一惊，然后黑着脸异口同声：陛下，你干什么呢？虽然他家李李是人见人爱，但也不能随便给人捏小手手啊。李李到声音立刻抬起了头：爸爸爷爷，你们回来了。是我胳膊酸，阿尔默在帮我按摩呢。阮萧黑着脸收回了40米长的大刀。好吧，误会了，还以为陛下欺负他女儿呢。阿尔默带来了外面的情况，原来因为禁区中的磁场混乱，外界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陷害阮萧的布罗斯发动了政变，不过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整个主星也恢复了稳定，因此阿尔默才有时间穿梭时空来找黎黎他们。有了阿尔默这个作弊器，众人总算找回了原本的传送阵。不过黎黎却决定暂时留下，他要把所有的武器都保养一遍，还要在这座荒星上多种一些变异植物，不想让祖先的骸骨一直待在暗无天日的地方。阮家父子和龙族众人也留了下来，不仅是为了帮黎黎的忙，同时也在暗搓搓的跟那些古老武器沟通，那可是先祖们留下的灵气，万一就看对眼了呢，是吧？黎黎这边依旧是走到哪里都有碰瓷儿的，看得大家羡慕的牙酸。然而这天，当黎黎再次施展天赋能力种植绿树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了很熟悉的饥饿感，这是天赋能力升级的迹象。他赶紧跑去找到爸爸阮萧，阮萧这会正在
在练剑。他自从10天前契约了一把名为鹰霜的灵剑后，脑中就多出了一些基础的剑法，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比深邃的剑意，威力丝毫不比强大的热武器逊色。不过听了女儿的话，阮萧眼里的欣喜比找到宝剑时还浓厚。看离离这会功夫，就往嘴里塞了4支营养剂了。阮萧直接大手一挥，这样不行，爸爸带你去异兽森林，你现在需要吃肉补充能量。离离眨巴了一下眼睛，是，他真的很久没吃肉了，的确有点馋了呢。临走前，离离跑去跟魔鬼藤告别。然而在经过从前那片山壁时，离离突然又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他拉了拉爸爸的衣服，那个，我又听到奇怪的声音了。阮萧一阵无语，怎么又来了？就盯上他女儿了是吧？不过这次离离没有害怕。他走到一具巨大的骸骨前，试探性的将手放上去，只见骸骨中猛地发出一阵红光，等到光芒散去，不仅离离，就连阮萧都呆住了，眼前竟然是一颗蛋。就在父女两个面面相觑的时候，哟，我就说凤凰那家伙怎么死不瞑目，原来还留了一颗蛋。魔鬼藤不知什么时候从地里钻出来了，可惜就快要死了。小丫头，你愿不愿意带他走？原来这颗蛋已经在尸骨中沉睡了近万年了，是离离波动的生命之力唤醒了他。最终离离抱着凤凰蛋向魔鬼藤和高大的凤骨道别后，就和爸爸一起离开了。通过传送阵，两人来到了附近星球的军事基地。阮萧要先处理一些第3军团的工作，李李则是被收到消息赶来的哥哥们直接劫持了。除了远在边境星镇守不能离开的大堂哥，其他几个哥哥都来了。看着半年没见的妹妹，几人简直恨不得把李李揣兜里藏起来。李李看到他们也是激动的很，每个哥哥都抱了好久，还跑去借了基地的厨房，亲手给哥哥们煮了他在龙岛上研究的奶茶。不过兄妹几个这边亲亲密密，那边整个基地却都炸锅了。厨师录下了李李煮奶茶的视频，经李李同意后放到了基地论坛上，然后评论区就冲出来一堆野生哥哥，妹妹啊，我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哥哥啊，哥哥也想喝你亲手煮的奶茶。元帅大人抱歉了，请允许我叫你一声爸爸。喂，你们一个个的还要不要脸了？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我的宝贝妹妹在哪里？其实要不是因为害怕被元帅学，他们还想自称自己是小家伙爸爸来着。毫不知情的李李和哥哥们玩了一整天，直到很晚才依依不舍的去睡觉，因此第二天毫不意外的起晚了。早晨9点半，迷迷糊糊的李李还躺在床上，突然听到房间里传来挺大的响动，好像是什么东西打斗的声音。他揉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打了个小哈欠，定睛看过去，却发现自家的那3只变异植物正在追着一个陌生的小孩在狂揍。猫仔仔才5岁，就被5万岁的宝宝追着喊妈妈。见状，仔仔养的植物都气到爆炸，哪来的小马屁精，欺负我们不会说话是吧？眼见3只植物追着一个小孩子狂揍，猫仔仔赶忙上前阻止，却发现那并不是什么小孩子，而是个头顶叶子和小蝈蝈，4只都是由须须组成的小人参。好家伙，莫非是传说中的人参娃娃？猫仔仔顿时一脸震惊。这时那只人参也发现李李看过来，立刻在3只植物的围殴中隐身了，下一秒唰的出现在了李李怀里。粉姑娘顿时炸毛了，气得直接不分敌我的释放昏迷毒物，菟丝子和小藤蔓当场就被放倒了。你这只会拍马屁的臭蘑菇，干啥不行，伤队友第1名。转眼间3小只开始内讧，李李则是趁机喝了解毒剂，然后专心的看起了那只人参。就见那只小人参也睁开了眼睛望着他，眼睛啊，他有眼睛。李李一整个都惊呆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眼睛的变异植物，还是大大圆圆很可爱的那种。李李没忍住戳了戳他的小短腿，手感还挺好的。但其余3只变异植物就没那么开心了，一个个气势汹汹的围上来，那样子像是在控诉李李见一个爱一个，分明是个渣女。李李还没想好怎么解释，怀里的小人参已经吓得开始发抖了，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脑袋上顶着的叶子都蔫巴了。李李一脸懵逼的看着抱着自己手的小人参，他竟然还会流眼泪，而且那眼泪还带着一股香气，闻着只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不过只掉了几滴眼泪，这小家伙竟然就晕过去了，这也太脆弱了吧。等阮萧听到动静过来时，就见李李正在努力给小人参喂生命之力呢，旁边3小指看着气得不行，却也没任何办法，因为那家伙看着不像是装的。不过他们都好奇的吸收了一点那闻起来很香的眼泪，然后发现这玩意儿味道真的不错，而且还让他们能量增加。这让几株植物看着小人参的眼神稍微和善了一咪咪。黎黎趁机开始给他们洗脑，你看这个小家伙多可怜呀，要是把他丢出去，被其他异兽或者变异植物欺负了怎么办？反正家里都已经有3个了，再多一个也不多嘛。3小只都被这套言论惊呆了，这是什么渣女发言？但凡我们能哭，现在眼泪都能滋你一脸。好不容易把3小只安抚下来，李李耷拉着小脑袋瓜冲阮萧唉声叹气，爸爸，他们怎么和你还有哥哥们一样了？就不能和平相处吗？阮萧只觉得膝盖中了一箭，本来还觉得这几只争风吃醋的变异植物有些莫名其妙，但现在一下子就理解了。他面无表情地摸摸李李毛茸茸的小脑袋瓜，或许自己的女儿真的有点天然渣吧。不过对某位宠女狂魔来说，他家李李那么可爱，渣点怎么了？不过阮萧也觉得很奇怪，眼前这株类似人形的变异植物他从来没见过，就连官方的变异植物的资料库也没有记载。李李想了想，他会隐身，可能是在宇宙禁区里就跟着我，也许是一种上古时期就存在的物种。然后他就把前世那个人参娃娃的故事讲给了爸爸，结果一个没忍住，又讲了很多山精鬼怪的故事，什么西游记、封神榜等等。阮萧听了之后，难得露出了放空的表情。那个世界的人战斗力不怎么强，脑洞倒是大得很。吃过早饭，李李就准备出发去异兽森林内部，爸爸和哥哥们自然是一起去。小姑娘穿着一身黑色迷彩服，头发扎起来显得还有点小帅气。在异兽森林里转悠，就难免遇到了其他探险者。
很不幸的是，有人把阮家几人当成肥羊来打劫了，都没用阮萧出手，阮灵安一人就解决了所有黄毛，不过身上也受了点小伤。趁着阮萧打电话通知刑警来抓人的功夫，黎黎跑到哥哥身边帮他疗伤，脚下阵图旋转，阮灵安的伤口飞速愈合，但是黎黎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变成了星兽形态悬浮在空中，阵图中溢出的能量渐渐将他包裹在一起。一旁的阮萧表情一变，这情况是黎黎的天赋能量升级了，庞大的能量瞬间吸引来了无数异兽，阮家4人立刻分散开来守在周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黎黎。后，一只虎身鹰头的异兽从天空俯冲下来，爪子对准黎黎的方向抓去，下一刻阵图范围内的变异植物迅速成长，他们得到了黎黎的馈赠，也会帮助他度过这次难关。随着阵图越来越大，处在其中的人和植物都是越战越勇，哪怕受了很严重的伤，也能在最快的时间愈合，堪称无限续航。要是异兽会说话，估计早就骂街了。马德这帮家伙作弊。等到刑警们坐着飞行器赶来时，眼前的画面让他们目瞪口呆。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会出现这么大范围的兽潮？那只星兽我怎么看着好像是阮元帅？那被围在中间的是谁？只见巨大的能量茧逐渐透明，里面小巧漂亮的星兽也暴露了出来。不过和平时不一样，此刻那只布偶猫发生了些变化，它多了一条尾巴，2条毛茸茸的大尾巴悬空摇摆。猫猫缓缓落地，等看清楚眼前的一切，黎黎都傻眼了。自己好像就是睡了一觉，周围怎么跟被恐龙踩过一样？反应过来是因为自己才引起的这一场暴动。黎黎整个人都内疚了，他该在更安全的地方升级的。阮萧摸摸他的头发，不怪你，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在爸爸的安慰下，黎黎总算打起了精神。对了，爸爸，你有没有受伤？我可以帮所有人治疗的哦。这次升级，他可治疗的范围又增加了10倍，以前的阵图大概能容纳100个人的样子。还是有点拥挤的那种，但是现在能容纳1000人了。说着，他仰着小脸，眼巴巴看着爸爸，大概是因为能量还没彻底稳固，尾巴和耳朵都有点收不回去。我们没事。阮萧说话的时候，视线却是忍不住落到女儿毛茸茸的大尾巴上，2条尾巴，这种事他们族内还没发生过呢，也太可爱了吧！黎黎的天赋能力升级成功，也不需要继续在异兽森林待着了。回到基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美美的洗了个澡。这次战斗几株变异植物也都出了力，黎黎给他们都准备了一个小盆盆洗白本。可等到黎黎从浴缸里跳出来给自己擦头发时，就发现其余3小只都围在人参娃娃旁边，蹲蹲蹲的把一盆洗澡水都吸收干净了。黎黎目瞪口呆，这几个家伙是不是也太没节操了点？他忽然有种奇怪诡异的感觉，自己好像养了好几只崽的妈妈呀。想到崽崽，黎黎忍不住摸了摸放在床边的凤凰蛋，谁知掌下却传来了咔嚓的声音。黎黎脸上的笑容一僵，他的力气应该没多大的吧？这应该是正常的，里面的小家伙要出壳的裂纹吧？因为太过担心，睡觉的时候黎黎都是抱着那颗蛋的，小小的身体软成一滩猫饼趴在蛋上，2条尾巴无意识的微微晃荡，以至于第2天一早醒来，向来睡相极佳的黎黎发现自己流口水，整个蛋都被他弄得湿哒哒的。喵，这是什么？肯定不是我干的。清醒过来的黎黎第一时间拉过小被子，小心翼翼的毁尸灭迹，然后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对劲，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星兽形态？他想要变回去，但憋了半天劲儿把自己炸成了一颗蒲公英，还是没能变回去。黎黎顿时慌了，这感觉好熟悉，我怎么又变不回去了？猫崽崽只因5岁还不会生蛋，就把没人要的凤凰蛋抱回家，不仅每天用肉垫替它按摩，更是让它睡自己软软的小被窝。谁知这天猫崽崽一觉醒来，竟发现蛋壳被它压裂了。就在猫崽崽不知所措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空间黑洞。鉴于上次一脚踩进水坑的教训，阿尔默这次先伸腿探了探，确定下面是实地才放心的走出来。然而下一秒，黎黎房间的门也打开了，阿尔默一扭头，就瞧见了一只对着自己的大炮管子。阮萧扛着能量炮对准自家顶头上司，一时间屋里屋外3人都沉默了。抱歉陛下，我以为是什么变态闯进来了呢。阮萧面无表情，但扣动扳机的手指一点也没有放松的意思。喵呜，这边，黎黎带着哭腔的小奶音响起，2条大尾巴茫然无措的在身后摇啊摇。正在对峙的2人迅速收起火药味，一左一右的冲到床边。黎黎着急的喵呜了半天，才想起来拿出终端在上面戳字。麒麟蛋好像被我压坏了，爸爸阿尔默，你们快来帮我看看。而且我好像又变不回人形了。这种情况阮萧也不知该如何处理。不过既然有阿尔默这条工具龙，不用白不用。几人立刻通过空间阵法回到了宇宙禁区，向魔鬼藤询问黎黎和凤凰蛋的情况。谁知听完黎黎哭唧唧的叙述，魔鬼藤却是呵呵笑了。傻孩子，这小家伙是快要出生了，所以不是我弄坏的吗？黎黎眨巴了一下眼睛。至于你不能化形，你没觉得自己的额头有什么不对劲吗？额头？黎黎抬爪子挠了挠自己的小脑门，好像是有点痒痒的。然后他就在爪子上看到了一撮柔软的白毛。啊，是他的毛，而且还那么多。黎黎自己看的都心疼的直抽抽，他才5岁啊，难道就要秃头了吗？一旁的阮萧倒是明白过来了。黎黎，你这是要长脚吗？没错，大概是因为人类形态不适合这脚的生长，所以现在才保持着星兽形态的。魔鬼藤看着小猫咪一脸怕怕的样子，忍不住伸出枝条揉了一下它的小脑袋。不用担心，这是你们麒麟一族的标志，不会痛的。黎黎吸了吸鼻子，他不是怕痛了，也不知道等脚长出来后，他的毛还能回来吗？要是变成人类形态的时候发际线上一颗咋办呀？黎黎觉得自己大概是星际最忧愁的宝宝，小年纪就已经面临秃头的担忧了。3天后，黎黎的头顶终于冒出了一个指节长的粉色小角角，除了感觉脑袋重了1咪咪，倒是没有别的不适应。最让人黎黎开心的是，小角角的周围长出了新的绒毛，猫猫开心点巨屁巨。与此同时，凤凰蛋上的裂纹也越来越多了。这天晚上，黎黎照例把凤凰蛋扒拉过来，卷到自己柔软的小肚皮下面，就听到了一阵咔嚓声音，是蛋里的小家伙又在顶蛋壳。
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次了，黎黎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她闭上眼睛正要睡觉，却感觉一股力量从身下传来，蛋壳居然被顶破了一个洞，然后一个稚嫩的小尖嘴颤颤巍巍的从里面伸了出来，贪婪的吸着外面的空气。黎黎顿时紧张起来，但是却不能动手帮忙，因为那凤凰崽崽本来被困万年之久，生命力微弱，若是再不靠自己的努力撑开蛋壳，就算出生了以后的成长也会很艰难。好在有黎黎生命之力的支撑，还让爸爸他们来帮忙，还时不时给小家伙喂点人参娃娃的洗澡水。经过一整天的挣扎，一只绒毛稀疏的丑丑的小鸡崽总算从蛋壳里面钻出来了。在禁区修炼的其他人听说后，都赶来看稀奇。对这只丑丑的小东西，拥有凤凰血脉的孔雀兽人孔修看了一眼，就感觉不忍直视。这是什么异兽的幼崽？之前我就想问了，黎黎一只猫怎么还孵蛋了？孵出来的还是这么丑的一只小鸡崽。听到他的话，知道这是什么幼崽的人都沉默了。不是，你就这么说你老祖宗吗？阮潇扫视了众人一圈，怎么回事？你们没人告诉过他吗？阮星兰摊手，我没兴趣跟人搞科普。阮清然摇头，不知道，反正我没说。阮灵安耸肩，我也没说。黎黎表情更加无辜，喵喵喵，他以为魔鬼藤爷爷和他说过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孔修一脸的莫名其妙，嗨嗨，忘了和你说，这其实是一只凤凰蛋。这回轮到孔修傻了，一张帅脸直接僵住。你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祖先。孔修整个人都石化了。从蛋壳里爬出来的小凤凰休息了一阵，却是颤颤巍巍的站起来了，一双小眼睛紧盯着黎黎，然后慢吞吞的钻到了他肚皮下面。猫猫有点尴尬的抬了抬后脚，虽然你的确是我孵出来的，但你不能真拿我当妈妈呀。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呢。这时孔修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嗷嗷凤凰。他冲过来扒拉开前面的人，一双凤眸死死地盯着依偎在黎黎身上的小家伙，脸上的表情全是懊恼。凤凰一族天生聪慧，要是这只小凤凰记住了，以后都不搭理自己了怎么办？他试探着伸手想要摸摸那只小凤凰，但还没凑近就被警惕的小家伙狠狠啄了下。注意，这里有变态！妈妈救命！小家伙啾啾叫了几声，又往黎黎屁股底下钻了钻。结果孔修不仅没觉得疼，反而还傻呵呵的乐了。不愧是凤凰族的小少主，看看这刚出壳就与众不同的气势，以后一定是一只强大的星兽。听到他这不要脸的话，众人都是一脸无语。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脚长出来的第3天，黎黎终于能变成人类形态了。那天早上突然变成了个小女孩，小鸡仔醒过来后直接给吓得啾啾叫，然后就被黎黎伸出一根手指头按住了脑袋瓜。原本还凶巴巴的小家伙顿时安静。啾啾，黎黎笑得可开心，他是猫猫的时候也喜欢这样用爪子按它一下。好半天小凤凰才明白过来，他家妈妈超厉害，会变身大。很快几个变异植物也屁颠屁颠的跑过来了，看着人类形态的黎黎都很高兴。洗漱完毕出门前又是一番争执，小凤凰现在是家里最小的，最终霸占了黎黎脑袋上的位置。人参娃娃只好坐在了黎黎的肩膀上，粉姑娘还是抱着她，菟丝子和小藤蔓缠绕在她两边的手腕上。这就算是装备完毕了。吃完早饭，黎黎就去了武器主，继续帮那些上古神器做保养。吴小芝就在附近哒哒哒的自由活动。黎黎本以为他们都不会走远，却忘了星兽幼崽的精力都相当旺盛，哪怕还是只小鸡仔模样的小凤凰，这一出去就跟没拴绳子的二哈没区别，不知道吓着了多少人。卧槽，什么东西跑过去了？好像是小姐家那只小凤凰啊！别动，那是我才擦干净的锤子。哎，那是我午饭。小祖宗，你可千万别在上面拉屎了！别扯了，别扯了，再扯我裤子掉了。很快各处都响起了星兽战士们的哀嚎声，并且不只是武器主这边，甚至渐渐蔓延到了整个星球的范围。等黎黎听完了一波又一波痛苦流徒的告状，跑去找小凤凰他们的时候，发现根本找不着了。好在整个古战场都是魔鬼藤的地盘。问过魔鬼藤之后，黎黎来到了一座由应龙尸骨守护的山谷附近，远远就看到小凤凰正叼着什么东西在前面狂奔，后面追了一大群人。小崽崽只是遛凤凰没牵绳，竟就差点搞疯了整座死亡星。不仅星际坟场被踩成了垃圾堆，更有无数星兽战士尔康手在后面追。小祖宗，求求你了，把东西吐出来好不好？然而跑在最前面的小凤凰却得意洋洋，小眼神里全是对愚蠢人类的讥笑。谁知下一秒他吧唧撞上了什么东西，叽叽叽呸！谁撞小爷？小凤凰气势汹汹地把叼在嘴里的东西一吐，一个鸡仔打挺跳起来，然后就看见了抱着胳膊居高临下的黎黎。小家伙凶巴巴的眼神瞬间一变，嘴里还发出了乖巧的啾啾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被欺负了。追上来的人瞧见他这样子，只觉得眼睛都要瞎了。这还是刚才那只雄出天际的小崽子吗？黎黎小姐，我们不是。几人有些无奈地跟黎黎打招呼，然后在小凤凰仔凶巴巴的眼神下讲了事情经过。原来今天变异植物种植区那边迎来了丰收，变异小金桔树结出了一个果子，这对于整个荒星来说意义非凡。就在大家都围着那果子激动庆祝的时候，小凤凰这只凤咬精就出现了。黎黎看着说话的战士，脸上红红的掌印，很完美的和小凤凰仔的爪子复合，愧疚的都快要无地自容了。孩子太凶怎么办？能不能扔啊？偏偏小家伙还赖在他怀里撒娇，黎黎只能脸色涨红的和大家道歉，然后从空间里面拿出了几支药剂递过去，这个就当是补偿给大家的。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那些药剂上，那颜色那样子，精神力疏导药剂，天知道现在精神力疏导药剂有多抢手啊！黎黎小姐，这也太贵重了，要不你让小凤凰再踹我们2下。黎黎没好意思多说什么，拎起小凤凰的一只翅膀就飞快跑了。回到住处才戳了戳小家伙的额头，你怎么这么皮啊？小凤凰还挺会演的，看着黎黎的小眼神，那叫一个无辜。不过黎黎可没有被他骗住，拎过2个帮凶，粉姑娘和人参娃娃一起惩罚面壁，当然不仅仅是面壁就完了的，黎黎还抱过一本书给他们念。3小只都恨不能将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就非常有当学渣的潜质。黎黎哼哼2声，看你们下次还敢淘气。在第一批变异金桔树完全收获之后，黎黎的生日也快到了，于是一行人带着相当数量的变异植物，乘坐军舰离开了这个星球。
3天后，李李跟着爸爸和哥哥们从军舰上下来，就瞧见早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了。几个穿着研究院制服的人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明明胡子都一大把，此刻走起路来那叫一个健步如飞。查看过这一批变异植物的品质，落在李李身上的目光简直要把它砸成筛子。现在谁还不知道阮家的变异植物都是出自这个小丫头之手呢？不过她的精神力不是 F 级的吗？这才是大家最郁闷的地方。李李被看得头皮发麻，下意识地往爸爸身后躲了躲。阮潇不动声色地护住女儿，然后把亲爹推出去挡刀。嗨嗨，或许是之前检测出错了，阮贺的瞎话张口就来，而且就算精神力 F 我们也不在意，只要他过得开心就好了。谁知道他突然就觉醒天赋能力了，就因为这个我们一家还都发愁呢。也不知道这过早的觉醒天赋能力对他好还是不好。阮老爷子硬挤出一脸的愁容，众人都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呸，你就凡尔赛吧。在全家人的保护下，李李虽然也被围观了，不过他只需要礼貌微笑就可以了。但就算这样，等到了皇宫，把人都打发走后，李李都感觉小脸僵硬。阿尔莫早等着他们了。和他一起的还有李李几个熟悉的面孔，海族的玉生和玉欢兄弟，还有之前在兽神记上看见的羽族太子扶摇、巨人族少族长崆峒等等。今天是为这些在荒星上奋斗的战士举行的接风宴，阿尔莫已经跟李李说好了，会正式介绍他和星兽帝国的合作盟友们见面。休息一阵过后，李李换上了华丽的蓝色公主裙，和家人一起出现在了万众瞩目的宫廷宴会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甚至算得上是这次宴会的主角。李李表面看起来挺淡定的，但这都是装的，实际上耳朵都紧张的冒出来了，但也更可爱了。很快就有人试图过来搭话，但都被几个护犊子的哥哥挡下了。你们离远点，我妹妹最怕人大嗓门。什么？你说你拿不到小金桔，回去得被你家老头子打死。没关系，一闭眼就过去了，瘦生短暂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黎黎在后面左看看右看看，感觉好像没自己什么事儿了，就偷摸溜到一边去吃点心。他自以为吃得小心，却不知道在场的人虽然都在各自说话，却都分了一道注意力在他身上。看着小家伙吃的两颊鼓鼓，跟只小仓鼠似的，所有人都快要抑制不住尖叫了。黎黎过来这边，就在这时阿尔莫走了过来，手里还抱着一个金色的花盆，上面镶嵌着漂亮的宝石，那审美一看就很阿尔莫，简单粗暴且花里胡哨。黎黎有点不忍直视，不过还是给面子的走了过去。之前说好了的，他要给这盆种子催生，也就是当众向整个星际联盟展现能力。很快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大家虽然都知道了他特殊的天赋能力，但很少有人见过。就见李李将手放到花盆上，闭上了眼睛，下一秒能量带动风，她的头发和裙子都吹动了起来。以李李为中心，脚下出现了一个阵图，源源不断的生命之力向花盆中汇聚，在场的人都是有实力的大佬，自然也能感受到那阵图中的蓬勃生机。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花盆里的植物种子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发芽长大，很快变成了一棵1米多高的小树苗，继而开花结果。这段时间内，整个宴会大厅落针可闻，直到黎黎停下动作，那股能量也缓缓消失。站在中间的小幼崽依旧那么软萌无辜，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然而那棵被阿尔莫捧着的变异金桔树，却是对黎黎能力最好的证明。回过神来的众人猛然惊醒，啪啪啪，不知是谁带头开始鼓掌，紧接着整个大厅内掌声雷动。黎黎这才长舒一口气，脸上带着腼腆乖巧的笑容，朝着大家微微鞠躬，然后缩到爸爸身后去了。虽然面上看不出，可这回他的心脏还在砰砰乱跳呢。哈哈哈，真是年少有为啊！如今我们是老了。一位老者慈眉善目的看着黎黎，小家伙，我得替那些战士们谢谢你，谢谢你愿意把那些小金桔都拿出来。大家七嘴八舌的夸奖着，夸得黎黎小脸红扑扑的，但也没在这一声声的赞美中飘起来。众人看在眼里，对这小孩越发欣赏起来。至于对阮家，那真的就是羡慕嫉妒。啧，听说小家伙精神力检测出来之后还被他妈妈丢弃了，也不知道那女人是怎么想的，真的蠢透了。可就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偏偏有一道不和谐的声音插进来了，真是好笑。要不是被布罗斯那蠢货公布出来，阮家恐怕还将人给藏着呢。如此自私自利的家伙，也就你们这群虚伪的家伙在这里闭眼吹了。大家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了站在门口的一个黑衣男人，他面容阴厉森冷，红色的眸子森然且贪婪地盯着黎黎，看清来人后，有脾气暴躁的直接朝着他攻击过去。虫族第3亲王，你好大的胆子！谁知下一秒那人却化作一团雾气，直接席卷了整个宴会大厅。高仔仔只因嫌弃皇宫没有水果吃，竟在宴会上当众表演重礼，不仅指挥皇帝替他扛锄头，更是10分钟就种出一筐小果子。见状，所有来自异星球的贵宾都惊呆了，这不是能够消除精神污染的变异金桔吗？居然是一个小幼崽培养出来的。就在所有人都热切地看向黎黎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却插了进来，有这种能力却隐瞒到现在才公布，谁知道你们阮家人安的什么心？看清来者的面容，立刻有脾气暴躁的人攻击了上去。虫族第3亲王，你别在这挑拨离间。然而更多的人却是站在原地没动，不知是不是生出了小心思。只听啪的一声，一身黑衣的虫族亲王瞬间化作一团雾气，直接向黎黎的方向袭来。危急关头，一道银光闪过，菟丝子化作能量茧将黎黎包裹了起来，同时弹出银丝将雾气中的一只爆裂虫绞杀了。紧接着一道龙吟声响起，紫色的雷电从阿尔莫口中劈向雾气。一群蠢货，你们都被星兽帝国骗了。虫族亲王自知打不过这些人，丢下这句话就消失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阿尔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虫族把他的皇宫当成什么地方了？黑雾散去后，众人这才看清坐在能量茧中毫发无伤的黎黎，以及横七竖八散布在他周围的虫尸。不少刚刚动了歪心思的人顿时一个机灵，这小幼崽的能力的确人人都想要，可要是他们为
为这个起内讧，最后还不是便宜了虫族或者反叛军？更不用说原本就跟黎黎交好的几个族群，海族的玉生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虫族不过是想破坏我们结盟，我想在座的没人会蠢到被挑拨吧？他目光四下一扫，几个小贵族有些心虚的挪开了眼，谢邀勿 Q。接着羽族和巨人族也站出来表达了赞同，估计打死虫族亲王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搞出来的挑拨计划，反倒是促进了星际联盟的合作。那边黎黎已经从能量茧中跳下来，阮萧三两步上前将人抱住。这时阿尔默也回来了，脸色有点不好看。虫族第三亲王的能力是将身体随意物化，即使是阿尔默的空间天赋也很难追踪。不过他杀掉了对方几百个替身傀儡虫，也算是让他身受重伤了。小吉祥物怎么样？有没有被吓着？李李听到小吉祥物这几个字，忍不住嘴角抽了抽。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骄傲喂！他有些尴尬的使劲把脑袋埋在爸爸脖子里，假装自己累得睡了过去。阮萧十分配合，李李刚才动用了天赋能力，现在很累了，没其他事属下就先告退了。说罢，在阿尔默依依不舍的眼神中转身离去。宫宴过后没多久，黎黎种的变异葡萄就成熟了。从好几天前，小凤凰他们就盯上了这株葡萄藤，每天都要跟山大王似的过去巡视好几圈。偏偏这葡萄藤也是个气性大的，4小只一靠近就会被凶巴巴的藤条抽。于是这天还没亮，小凤凰就跑到黎黎房间里，一个毛团子压床，差点没把黎黎给压岔气了。可嗨，小胖子你快起开！现在小凤凰已经长得和一只成年哈士奇差不多大小。黎黎费了好大劲才把身上的肥揪给推下去，然后垮着睡眠不足的小脸起床梳洗。10分钟后，脖子上挂着篮子的小凤凰把黎黎推进了花房。还没到葡萄架那边，一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就传了过来。不说小凤凰，黎黎自己都快要馋出口水了。与挨打的4小只不同，黎黎受到了葡萄藤的热烈欢迎，任由他举着小剪子咔嚓咔嚓采摘，高的地方甚至直接用藤蔓搭成个小秋千，稳稳当当的把它带上去。谢谢你了。黎黎眉眼弯弯的道谢后，就把手中的一串葡萄递给了人参娃娃。黎黎也是才知道人参娃娃还会吃水果，不过并不是用嘴，而是将身上的须扎进水果里吸收养分。粉姑娘和兔丝子他们也是一样。至于小凤凰，早就抱着一大串葡萄啃得欢了。黎黎小小的叹了口气，这么吃下去肯定会越来越胖的。黎黎带着满满一篮子葡萄回到别墅，刚好遇到了晨跑回来的爸爸和哥哥们。爸爸哥哥来吃水果呀！黎黎把小篮子放到桌上，阮风四丢了一颗葡萄到嘴里，立刻眼睛一亮，好吃！这变异葡萄比我吃过的变异果子都好吃，不愧是咱们家黎黎啊！其他人吃了也是赞叹不已。阮萧却忽然停下来，这葡萄他认真感受了下，好像对天赋能量有提升作用。几个哥哥顿时觉得嘴里的葡萄有点酸。不是吧阿 Sir， 我们没觉醒天赋能力，吃不出来啊。最终阮星兰拿了几颗葡萄去做援救，剩下的黎黎分成几份，给阿尔默和龙岛那边都寄了些过去，还给远在边境星的大堂哥寄了些，其余的打算酿成葡萄酒。就在黎黎忙着清洗葡萄的功夫，收到礼物的阿尔默已经巴巴的上门道谢了。看黎黎挽着袖子忙碌碌的样子，他也自告奋勇的要帮忙，结果变成了一边帮忙一边吃。黎黎嫌弃的不行，并且由于吃的太多，被小凤凰当成来抢食物的，于是这一龙一凤就打起来了。小凤凰很不喜欢阿尔默身上的气息，大概是同为未成年的强大种族幼崽之间莫名其妙的互相看不顺眼吧。阿尔默虽然比小凤凰大，但也是真没成年，一点也没有让着更小的幼崽的意思，几次都捏着他的嘴把他按在地上走。但小凤凰脾气倔啊，啄不到人就用爪子挠，那场面活像菜市场上杀鸡的。最终黎黎看不下去了，难得硬气了一把，揪着一大一小2个熊孩子的耳朵一顿教育。阿尔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处理公务了，留下小凤凰在原地转圈圈刨地。叽叽叽，我要吃更多饭，就算压也要压死那头臭龙。几天后，阮萧从军部回到家，带给黎黎一个消息，过几天陛下和几个龙岛的前辈，还有鸟族的一些星兽都要去一趟禁区。黎黎，你跟我们一起吗？闻言，黎黎眉眼亮晶晶的，要去的，他可惦记那边的变异植物种植区了呢。禁区那边的事情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但各大家族都想过去看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进去的人要控制在100以内。几天后，当黎黎和爸爸他们一起到达星空站的时候，鸟族中3大家族的长老和优秀后辈已经到了。爷爷，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您就让我跟着吧。胡闹，我们有正事要做。瑶瑶，你乖，下次爷爷再带你一起出去玩，那边太危险了。穿着浅紫色衣服的女孩气愤地跺了跺脚，然后就看见了跟在阮萧身边的黎黎小朋友，一对上那女孩的眼神，黎黎心里就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下一秒就听到他指着黎黎问，那他呢？他不会也要跟着去吧？被女孩拉着的中年男子顺着他目光看过来，露出一个尴尬的笑，然后向阮萧道了歉，不过态度并不算恭敬，这也是老惯例了，毕竟他们鲲鹏一族是元凤的嫡系血脉，平时一直看不起其他星兽，包括麒麟虎族。阮萧也没因为这点事情和他们过多计较，带着黎黎就准备上星舰。等等，那个女孩又出声了，她真的要跟着一起去？凭什么？坤瑶瑶指着黎黎，要是她也能去的话，凭什么我不能？阿尔默眸光淡淡看向鸟族一行人，正要开口，黎黎怀里的小凤凰先怒了，啾啾，你跟谁俩呢？猫仔仔只是坐了星舰头等舱，就让傲娇的鲲鹏小公主破了防，不仅命令她立刻给自己让座，甚至威胁要将她赶出星兽帝国。闻言，众人都向鲲鹏一族投去了看傻子的眼光。这帮傻鸟不会以为宇宙禁区谁都能进吗？没有那位小祖宗带路，你分分钟死在路上。偏偏鲲鹏一族仗着身上有玄凤血脉，向来不把其他星兽放在眼里。小公主坤瑶瑶还在指着黎黎不依不饶，既然这种小不点都能去，凭什么不让我去？阿尔默眉头一皱，正要开口，被黎黎抱在怀里的小凤凰却抢先蹦了出来。啾啾，你跟谁俩呢？身为凤凰，哪怕还只是幼崽，血脉上的威压就连鲲鹏族长老都难以抵挡，更别说从小娇生惯养的坤瑶瑶。双腿一软，
直接跪了下去。全体鸟族人看向小凤凰的眼神都充满畏惧，李李却是摸了摸小凤凰的脑袋，不生气了，我没事的。小凤凰又凶巴巴地瞪了坤瑶瑶一眼，才收回了自己的小脾气。这时孔雀少主孔修故意走到鲲鹏长老面前，一张嘴就是老阴阳怪气了，幸亏你孙女不能娶，这种动不动就腿软的猪队友，还不知道会吸引多少怪物来。坤瑶瑶恼羞成怒地看着孔修，孔修根本不想理这种小崽子。鲲鹏族长，我提醒你，小凤凰可是李李养大的，你们这样得罪他，也不怕小凤凰以后厌恶了你们一族。闻言，鲲鹏一族齐齐打了个寒战。小凤凰是他们所有鸟族的少主，别看他小智商可不低，要真厌恶上他们了，以后鲲族的日子恐怕就难了。最终，坤瑶瑶不情不愿地被带走了，连带他的长老爷爷也被剥夺了去禁区的资格。经过这段小插曲后，一行人终于踏上了新建。李李找到自己的房间，刚整理完行李，孔修就过来找他了，还带了不少小零食，当然大部分是用来讨好他家少主的。其中有一种专门培育的虫子，小凤凰很喜欢吃，但是李李只瞄了一眼就别开了眼睛，不敢看了。偏偏孔修还在一旁叭叭：“小祖宗，你是喜欢吃炸的还是炒的还是生的？”羞唧唧，小凤凰表示大人才做选择，小孩子当然是全都要了。李李在一旁使劲捂着小耳朵：“能不能出去说啊你们？”那边小凤凰独自享用着大餐，这边李李也和孔修闲聊起来。得知李李在龙岛学了炼丹和阵法，孔修的表情闪过一丝惊讶，继而变得八卦起来：“你炼丹是沈修竹教你的吧？”李李点头，孔修语气有些幸灾乐祸：“我跟你说，龙族其实是最不适合炼丹炼气的，他们的身体虽然强悍的令人发指，但在其他方面就天生缺根筋。整个龙族也就沈修竹智商稍微高点。我在一位早已去世的老前辈手札中看到过他的吐槽，说龙族都是群没脑子只会干架的生物，他们连数数都不会，很多时候都会被坑，哈哈哈。”李李看着眼前快要笑到桌子底下去的大帅，忍不住揉了揉脸，虽然的确有点好笑的，但是你要不要注意一下形象啊？不过听八卦还是很开心的。李李表示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没想到龙族竟然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阿尔默挺聪明的。龙族也就现在因为是整个帝国的领导者，不得不硬着头皮学很多东西，不然你都不能想象他们能有多懒。门外听着里面两人谈话的阿尔默额头青筋突起，牙齿咬得咯吱响，一抬手推开了门，一大一小齐刷刷的扭头看过去，就对上了一双愤怒的眸子。完了，说坏话被当事龙听见怎么办？孔修挤出一个尴尬的笑：“陛下，你什么时候来的？”阿尔默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不久，也就是你在说我们龙族蠢的时候。”李李也有点心虚，他虽然没跟着说，但听得挺嗨的。正好我有些关于鸟族的事想和你讨论讨论。孔修就这么毫无反抗能力的被阿尔默带走了。离开时还给李李投去求助的眼神，李李回他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他能怎么办呢？他只是一个弱小的辅助啊。阿尔默一个指头下来，他就会飞出去的。后来发生了什么，李李也不清楚，因为很快星舰就到达了禁区，遮天蔽日的黑色污染物质让新来的星兽都吓坏了。李李照旧拿出了几十盆能够吸附污染的盆栽，领着大家进入了古战场的范围。接下来的日子，阮萧等人忙着带队在禁区其他范围探索，寻找先祖遗物的同时，也顺带摸清楚这个星球的情况。李李则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植物基地那边，和擅长阵法的孔修一起研究培育新的灵植。这天早上，李李刚睡醒，外面就传来了孔修咋咋呼呼的声音：“李李快来，有灵植发芽了！”闻言，李李头发都没来得及梳，顶着毛茸茸的小耳朵就往外跑，一路冲到植物基地。一大一小蹲在田边，对着一片嫩芽傻笑，其中有很多从龙族那里拿来的上古时代的种子，没想到真的能种出来。小人参娃娃从李李头顶冒出来，大眼睛也扑闪扑闪的盯着那些灵植，因为他认出来了，其中有几株是人参。李李两手撑着腮帮子，笑得眉眼弯弯的，这些都是小人参的种子种出来的，算不算是你的宝宝呀？在种植区帮忙的星兽战士们看到李李来了，正要上前打招呼，就看到一个配色很熟悉的大毛团子屁颠颠的冲过来，冲着那些灵植就想下嘴啄一下。现在的小凤凰已经有一只老虎大小了，不过因为还是幼崽状态，所以体型格外圆润，跟成年凤凰的修长飘逸完全是两个极端。不过这也让它的破坏力成倍增加。好在李李眼疾手快捏住了它的嘴巴，这些可不能动哦，挨你这么皮，下次干脆和爸爸他们出去打架算了。说曹操道。李李话音落下，在他的斜上方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眼熟的黑洞，然后吧唧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仔细一看，哦豁，正是自己爸爸。李李眼睛睁大，刚想要凑过去把摔地上的爸爸扶起来，下一秒就被孔修拉着往边上站了站，砰，又有人掉出来了。阮萧反应极快的往边上一滚，掉出来的阮风四才没砸他身上，疼死老子了。李李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大哥喊疼的，但这并没有完，接二连三的有人从那黑洞里面掉出来，看那样子都挺惨的。哦，你们都压老子身上了，快起开！卧槽，腿断了！阮萧看着那压在一起的一堆人，眼里闪过一丝庆幸，还好他跑得够快。爸爸，我帮你治伤。这时候李李已经凑到阮萧身边了，看着他一身血，胳膊更是不自然下垂的样子，可心疼了。等一下，让医生来帮我把胳膊接上了再治疗。李李点头，但还是先帮爸爸治疗了其他的伤口。这是怎么弄的呀？阮萧眸子闪过冷色，遇到了一群等级高的怪物，实力比我都要高很多。如果只是一只，他们还不至于这么狼狈，关键那是好几百只。阿尔默是最后出来的，直接掉到了叠在一起的人群最上方，手里还拿着一杆长枪，那是他从先祖尸骨中契约的龙神枪。此时枪尖和阿尔默身上都沾满鲜血，看起来跟个大魔头似的。快下去啊，你踩我耳朵里了！下面的人还在叫喊。阿尔默闪身跳了下来，看到李李后立马露出笑容。李李被他吓得一激灵，你别笑了，真的很像个变态杀人魔啊喂！